我是一名实习警员，为了证明实习警员不是吃干饭的，我竟把自己的相亲对象给抓了起来，并且送进了监狱，只因我激活了最强警察养成系统。陈先生，既然是相亲，我们就开门见山，您觉得怎么样？你是做什么的？工作稳不稳定？每个月工资多少？有没有房？有的话多大面积？有没有车？什么车子？我刚刚参加工作，是一名实习警员，我的工作比较稳定，工资每月4800，房子前年家里给买的，89平米，车子还没有。警察，你们的工资才5000不到啊！警察工作确实不高，不过我们还有年终奖，大概有1万块吧。你的工资太低了，而且房子太小了。说实话，如果不是你长得帅，我们的相亲到此就会结束。这样吧，房子写我名，让你家再买一部50万的车子，咱们就接触接触。这女的也太天真了吧！第一次见面房本就写你名，竟然还要50万买车。呵呵，怎么我这么低的条件你还犹豫？哼，帅哥，我虽然对你的第一印象不错，但你的经济实力太差，房子写我名还犹豫不决，一个月5000的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就在我尴尬不已时，桌上的铃声响了起来，缓解了我的尴尬。宋小姐，咖啡好了，我先去取一下。就在我取完咖啡回来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瞄到了相亲对象的手机，而里面的内容也是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我的这个相亲对象是干这档子的。陈先生，我刚刚仔细想了想，恐怕我们不太合适。我不自觉地点了点头。如果自己的猜测是真的，我们确实不合适。陈先生，我每个月的收入10几万甚至几十万，是你工资的10倍甚至几十倍，让你在房本上加上我的名字，根本不是钱的事。至于买车，说白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而已。可是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如此犹豫，你这人太小气。我看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美女，我小不小气这是另说，可是你想走的话，好像不行。哼，怎么，警察也想死缠烂打，或者是想让我买单？呵呵，服务员买单。死缠烂打有可能，买单就不必了。请起身，双手抱头，你被逮捕了。卧槽，有戏看了！好好的相亲，怎么变成抓人了？这女的犯了什么事？快放开我！你以为你是警察就能随便抓人了？哼，宋小姐，你手机刚刚发的信息我都看到了，我要是没有证据，我会抓你吗？网络招标，数额特别巨大，3年以上5年以下。宋小姐，我想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怎么在里边度过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你看到了又怎么样？你有实质性证据吗？你说呢？你手机在我手上，你刚刚的记录都在这里，你跑不掉了。警察办案，大家不要围观。喂，师傅，我在青云路新信客抓到一个网络招标，人已经制住了，还有天海酒店3008号房、昆仑路全鸡快捷酒店908号房，这2个地方正在交易。你这个混蛋，你污蔑我，快把我放开！此时的相亲对象已经彻底懵了，他只不过是来相亲的，怎么就被抓了？10几分钟后，刘青山和一名青年警察赶过来。小陈，你今天不是相亲吗？怎么还抓上人了？师傅，王哥，别提了，这里边是网络招标的证据，包括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我大概看了一下，涉及金额最少上千万。哦，上千万，那绝对是重大团伙作案了。小陈，你牛批啊！像个亲都能抓住这么条大鱼。对了，你相亲对象呢？你们继续，后边的事交给我和师傅。放心，你是头功，你先相亲，剩下的事我和小王办。2位警官，你们不用劝了，这位警官肯定没办法继续相亲了。为什么？因为他抓的这个就是他的相亲对象。小陈，他说的是真的吗？走吧，天海酒店和全鸡快捷酒店那边人已经抓到了。小陈，这个女的我们就先带走了。恭喜宿主完成第100次相亲，最强警察养成系统激活。恭喜宿主抓捕网络招标犯罪团伙主犯1名，奖励开启嗅觉基因锁。嗅觉基因，作为警察，任何案发现场，味道的提取都极为重要，有的时候甚至能够成为破解案件的最关键因素。看来这个嗅觉基因确实不错。小陈，这次你可是立功了，涉案金额3000万，在全省都是少见的大案。干这事的，涉案金额能超3000万，着实少见。队里的奖励很快就会下来，除了奖金外，你小子这周就能转正了。谢谢师傅，师傅您要不去睡会儿，这里我盯着。睡什么睡？朝阳町的那个失踪案一点头绪都没有，我还得去看看。翠屏路的那个失踪案吗？可不就是那个案子吗？小陈，你去把卷总带上，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好的，师傅，您稍等。小陈，那卷宗看完可有什么想法？一起普通的失踪案，奇怪的是小区监控没有拍到失踪者外出的画面，这是最奇怪的地方。失踪者居住的小区是高档花园洋房，安保设施齐全，小区内摄像头很多，基本没有死角。但是查遍了当时所有小区摄像头，却没有找到失踪者离开小区的监控。难道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不成？不错，看得挺仔细。小陈，
教你个不是技巧的技巧。这种失踪案，先熟悉下案发所在地的环境，尤其是监控摄像头的布局很重要。走，我们去现场侦查一下吧。我和师傅在小区转了一圈，发现除了楼梯和单元下的地库门口没有监控外，其他地方都有监控布置。小区2个行人出口，1个车辆出口，布置的摄像头都是高清摄像头，而且视频资料存档期是1个月，并且近期没有任何故障和检修。按理说，失踪者是不可能躲过监控，凭空消失在小区里的。至于爬墙，那就更加不可能了。这小区围墙3米高，就算失踪者借助工具爬上去，这上边的电子围栏可不是摆设，稍一触动就会报警。走，小陈，我们去失踪者家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梁先生您好，我是中市侦缉队第2侦缉分队刘青山，今天主要是向您了解一下您爱人的一些情况。刘警官您好，还没有我妻子的消息吗？最强警察培养系统任务发布：侦破张静雅失踪案，限期1天，完成奖励开启视觉基因锁，失败或者超期将取消任务奖励。视觉基因锁，这奖励倒是不错，就是限期1天的破案时间有点短。梁先生，虽然现在还没有过多的线索，但是我们已经在全国天眼系统开始比对，请您耐心等待一下。梁先生，我们能进去聊一下吗？抱歉，快请进，请进。2位警官，家里最近没有打扫，有些凌乱，还请不要介意。梁先生，您的爱人平时有没有要好的朋友在本市？系统打开嗅觉基因锁。嗅觉基因锁已经打开，宿主可通过味道分析发现一些线索。瞬间，房间内的各种气味扑鼻而来。这房间里有3种味道最重，第一是梁文渊，然后就是师傅和我的体味，另外还有4种类似的味道，稍微有些淡，这是侦缉分队4名同事的体味。再然后就是2股相对更淡一些的体味，其中1种在梁文渊身上也有一些，应该是失踪者张静雅的体味。至于最后1种体味，应该是客人。除了这9种体味之外，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骚气，应该是宠物狗的味道，可是味道非常淡。再接下来就是一种微不可闻的血腥气。血腥气？这家里哪来的血腥气？最后还有一种淡淡的香气，这难道就是破案的关键线索吗？小陈，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梁先生，您家里是不是养了宠物狗？陈警官，您怎么知道的？梁先生，我的鼻子比较灵敏，不过梁先生家的宠物好像不在客厅吧？陈警官说的不错，我爱人喜欢狗，但是又嫌脏，所以把狗养在了卫生间。方便我看看吗？没问题。果然，在卫生间的角落有一个狗窝，一条大黄狗正懒洋洋趴在狗窝前。狗窝附近除了动物的味道，那种香气似乎越发浓郁，只不过在大黄狗体味的遮掩下，常人根本闻不到罢了。梁先生，您家最近来的人多吗？哦，来人倒是不多，昨天和前天一共来了4个警察，加上您2位就没别人了。那就是说，加上我们，最近来过您家的人，算上您夫妇2人，一共有9个人。您没请过家政清洁工吗？或者您的朋友到访过吗？这个我可以保证，我妻子平时不上班，家里都是她自己打扫的，从来没有请过家政。而且我们小区管理的很严格，送外卖的都只能把东西放在门口，不能进小区，即便是朋友到访，进小区之前也都是要备案的。既然这样，梁文渊靠墙，双手抱头。陈警官，您刚刚说什么？刘警官，这个小陈警察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哼，意思就是你被逮捕了。陈岩这小子是不是疯了？昨天抓相亲对象，今天抓报警人，明天是不是把我也抓了？半个小时后，第2侦缉分队侦缉员开始了现场勘查。陈岩，你为什么认定这不是失踪案，而是凶杀案？师傅，因为梁文渊撒谎了。撒谎？对，撒谎。梁文渊说最近他家除了他们夫妻，就只有咱们队里的人来过，算上你我一共是8个人。可是他们家里却有9个人的气味，好端端的，他为什么说谎？哼，你就因为这个认为他嘎人了？梁文渊白天上班，只有他爱人在家，万一是物业的人来过，他不知道呢。再说，你这是什么鼻子？连人家房子进了几个人都能闻得出来。这只是一个方面，他家最近应该是煮了肉，房子里有残留的肉香味。肉香味？你是说？没错，我在警校的时候意外接触过一次，那种味道我这辈子都忘不了。2个小时后，负责勘察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工作。怎么样了？老刘，这里可能有一些误会，我们什么都没发现。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发现呢？我就不应该相信陈岩，这下子惨了。刘警官，我不认为这里边有什么误会。我的妻子失踪了3天，你们一点线索都没有，反倒把我铐了起来，我一定会告诉你，一定。梁先生，冒犯您是我们的不对，还请您。师傅，他一定有问题，您就信我一次。此时刘青山无语地看着我，师傅，我用我的警服担保，他一定有问题。梁文渊，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实际却漏洞百出。陈警官是吧？
你来说说，我到底怎么漏洞百出？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说出个1、2、3，我拼了命也要让你脱下这身警服，没本事破案，欺负我们老百姓倒是有一手。哼！梁文渊，你是在2月4号打了你的妻子张静雅吧？你放屁！我妻子每天都会出去买菜，小区的监控视频都能看到，我怎么可能在4号嘎了我妻子？哼！难道就不能是你假扮你妻子外出？梁文渊，你和你妻子身高相近，体型也差不多，现在又是冬天，穿上羽绒服，完全可以假扮你的妻子。而且，你的司机每天早上9点接你上班，时间上也允许你假扮张静雅。小陈，你的这个推断有些牵强。张静雅的视频我们都看过，虽然因为监控角度的原因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她的头发是蓝色挑染过的，并不规则。我们仔细对比过，最近一段时间内绝对是同一个人。就是陈警官，你应该学学你的同事，做事要细心点。梁文渊，你这点做的确实不错，但是你忽略了一个细节。张静雅是左撇子，和一般人不同，她每次都是用右手打开驾驶位车门，但是从5号以后，监控中的张静雅就开始用左手打开驾驶位车门。这个你怎么解释啊？这我怎么知道？左手右手很重要吗？至于发色问题，只要把张静雅嘎了，取下头皮，套在你的头上，自然没有破绽。陈警官，你就凭一个左右手开车门，就断定我杀人？哼，当然不是。梁文渊，你嘎完人，竟然把骨头摆在客厅里，你是当我们警察是瞎的吗？小陈，你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人类骨骼，这骨头外面包裹了一层石膏，不仔细看还真的以为是一具骨架标本呢。负责勘察现场的侦缉队员也是老江湖了，没想到阴沟翻船，竟然放过了如此重要的线索。小陈，你是怎么发现的？我可不能说是闻出来的，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相信。其实我也是猜的，毕竟一般的医生家里不会放这种东西，即便是放了，也不用放2具吧。而且我刚刚看卷宗的时候，发现梁文渊不仅是外科医生，还是石膏雕塑爱好者，将真骨架上裹一层石膏，显然不是什么难事。好小子，这次要不是你跟着，你师傅我都要阴沟里翻船了。这案子算你头功哦！兄弟们，把这副骨架带回去，抓紧审问。师傅，另外一具您也得带回去。陈岩，你是说？没错，师傅，您忘了我刚刚说的，梁文渊家里有9个人的气味了吗？这个有可能就是那第9个人。对了，几位前辈，他卫生间有条狗，也带回去，得解剖。看着众人不解的眼神，我只得解释一下，2副骨架的身高明显不对，肯定是被梁文渊锯开了胫骨。我怀疑你们懂的哦。恭喜宿主成功侦破失踪案，奖励开启视觉基因锁。小陈，第9个人的身份信息也查了出来，确实是张静雅的前男友。这个梁文渊也算是可怜人，结了2次婚，第一个老婆出轨离婚了，没想到第2个又出轨，而且是人赃俱获。师傅，我有2个疑问，张静雅的情人是怎么进入房间，而没有被监控拍到的？还有，就是2个人的血肉，梁文渊交代是怎么处理的吗？那个男人啊，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张静雅让男人藏在轿车后备箱，直接把车开到地下车库单元门口，就躲过了车库里的监控。小区楼梯口都没有监控，然后走楼梯上楼，躲过了电梯轿厢里的监控。至于2人的血肉，一半从下水道冲走，一半喂了狗。哼，我就知道不可能都喂了狗。小陈啊，你这次立功了，而且是立了大功，说说有什么要求，队里尽量满足你。哦，谢谢队长，我没什么要求，都是刘青山警官教导的好。老刘一直说陈岩这小子脑子机灵，现在看来果然不假，侦破了2个大案，还能如此谦逊，面对领导的夸奖，把功劳都推到师傅身上，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看来值得培养。这样吧，小陈，先给你放3天假。要知道，我昨天才把相亲对象给带过来，今天要是赶回家，不得被老妈打死。而且3天时间，按照老妈的性格和本事，估计得给我安排10几20个相亲对象。队长，假期就算了，我初来乍到就是该学习的时候。再说我还没正式转正，您给我放假，别人怎么看啊？哼！老子给你放假，我看谁有意见。有本事他们也给我弄个集体3等功回来。小陈，不要怕，你就踏实的休息。3天后，等功劳和奖励都下来，我给你开庆功宴。你小子见好就收啊！3天假期不短了。我可不是嫌弃假期短，我是怕回家老妈又得唠叨我了。我本是一名实习警员，可老妈逼着我去相亲。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竟然逮捕了我的相亲对象。可老妈并不死心，在我休假的这段时间，又给我介绍了一名相亲对象。可是相亲的那天，我竟然相错了相亲对象。第2天，我就来到了和女孩相亲的饭店，刚进包间就看见了我的相亲对象。相亲100次，能提前到达的女生，5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这女子虽然是坐姿，但是以我的经验，
一眼就能判定出女子的身高不低，起码1.7米。你怎么进来的？美女，如你所见，我是开门进来的。美女，我也不废话了，您这一身气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我呢，就是一个小警察，还没过实习期。房子家里买的89平米，但是不能写你名，车子还没有，现在也买不起。但是吧，美女，看在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接近我的机会。市中心买一套200平米的房子，写我名，给我买一部100万以上的车子，咱们俩就接触接触。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面前的美女听到我这些话会是什么表情，反正都是奔着搞砸来的。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茫茫人海中能遇见我，你也算是有福气了。哼，今天出门没看黄历，还是见了鬼了。小朋友，你是来相亲的？美女，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你要是不能接受我的条件就直说，这已经是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给出的最低要求了。如果你还不能接受，我想我们这次的相亲就会到此结束。市中心200平米房子写你名，100万车子一部。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高，你不可能答应，但是本公子的颜值绝对值这个价。我答应。美女，你虽然看着很有钱，不过好像还不够有钱哈，我们就后会有期。什么？你答应？是的，我答应。正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陈岩，你怎么还没到？人家姑娘等你半个小时了。妈，您说什么呢？我都到了，红月亮西餐厅888号包厢，我正跟姑娘聊着呢。陈岩，你个逆子，是88号包厢，不是888号。这特么就尴尬了呀！美女，我说我走错包厢了，您信吗？说完，我就连滚带爬的跑去888号包厢。抱歉，刚刚出了点意外，让您久等了，实在抱歉。林雨桐有些惊喜地看着冲进来的大男孩，第一次相亲就被凉在这等半个多小时。林雨桐其实非常生气，之所以还没走，就是想看看这个男的跟二姨发给自己的照片是不是真的一样帅。哦，没事，我也刚到不久。这男孩太帅了吧！二姨果然是亲二姨，深知我心。林小姐，实在抱歉，刚刚走错地方了，耽误了您的时间，实在抱歉。你就是陈岩吧？没事，我今天休息，有的是时间。然而在888号包厢的沈明义，此时也是莫名其妙的。哼，撩完就跑，门都没有。陈岩是吧？88号包厢是吧？陈岩，我二姨说你是警察，那你们平时出任务会不会有危险啊？如果我们结婚了，你天天加班出任务，我在家怎么办？什么玩意儿就结婚了？我们认识有5分钟吗？这个是我们的工作。陈岩，市中心200平米的房子写你名，100万的车子给你买，2个条件我都答应了，你怎么跑了？你怎么追来了？哼，你是哪位？怎么调戏完姐姐就想跑？小弟弟不听话哦，刚撩完姐姐就来糊弄小妹妹。谁调戏你了？我真的走错房间了。这位大姐，我们在吃饭，没别的事，请您出去。沈云逸没有理会林雨桐。陈岩，即便你是警察，也不能随便调戏人吧？借用你刚刚说的话，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说完，沈云逸转身就走了。这个，林小姐，我有点事需要处理一下，您看，等下次有机会，我请你吃饭赔罪。哼，想跑没那么容易。陈先生，我刚刚的建议，你考虑的怎么样？沈小姐，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我们不太合适。陈先生，我想你有一点误会了。什么误会？我给你买房送车，让你假装当我男朋友，相当于一种雇佣关系。可是我不想接受这种雇佣。陈岩，你又误会了，我刚刚说话的语气可能有点问题，让你误以为在征求你的意见。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命令。可是沈小姐，你都27了，我才22，你不觉得我们不太搭吗？哼！不过话说回来，这样我也可以应付我老爸老妈。沈小姐，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得答应做我的假女朋友，应付我老爸老妈。成交。小奶狗，记得这周6中午到我家吃饭。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师傅这个时候打电话干嘛？在侦缉队有这样一条规矩，任何人轻易不会联系休假人员，而一旦打来电话，那就有重要的事发生。小陈啊，知道你在休假，不过今天早上有一个案子挺棘手的，你要是没别的事，过来看看也好积累一些经验。接到师傅的电话后，我便打车来到了连海大学，案发地点在连海大学的一栋教学楼。张队已经在里边了，现场极为诡异惨烈，我从警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几起这样的案子。师傅可是老侦缉了，从警20年，什么案子没见过？看来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案子。于是我便和师傅来到了案发现场，可眼前的一幕让我胃中一阵翻腾。只见黑板上一张完整的人皮被钉在黑板上，形似十字架上的耶稣被剥了皮的尸体，在人皮十字正下方呈跪拜姿势，犹如忏悔的罪人。现场是一名临床医学专业大3学生发现的，
上午这间教室本来有一场人体解剖学公开课，这名学生是课代表，本来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现在已经有些神情质了，在接受心理咨询。初步勘查显示，受害人男性，死亡时间是昨天夜里2点左右。本校临床医学专业大3学生，今天本来也要来这里上课，结果被发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最强警察养成系统任务发布：侦破血色十字凶杀案，限期5天，完成任务奖励技能枪械专精，失败或者超期将取消任务奖励。这次奖励的技能竟然是枪械专精，看来系统的强大有很大挖掘空间啊！小陈，你在外围盯着点，不要随意走动，千万不要私自动任何东西，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开展现场勘查的。师傅，您放心吧，这个我懂。系统开启嗅觉基因，嗅觉基因已开启。瞬间，教室里浓郁的血腥味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气味。想要依靠嫌疑人的体味追踪凶手，显然是不可能了。不过有2种气味比较可疑，一种是酒精，浓度很高的酒精；另一种味道非常淡，却非常特殊。是琥珀酰胆碱，又称斯可林，一种和 N2 胆碱受体阻滞药效果类似，也就是常用的肌松药一种。说白了，就是能让受用者四肢无力，说不出话。系统开启视觉基因，视觉基因已开启。视觉基因开启的那一刻，原本在地面上凌乱的血迹，此时却呈现出一幅图案。蔷薇，竟然是一幅野蔷薇的图案。凶手为什么用受害者的血液留下野蔷薇的图案？有什么特殊寓意？还是说是凶手刻意留下的标记符号？3个小时后，张队等人完成了初步的现场勘查。小陈，你怎么来了呀？怎么样，有没有发现点什么线索？张队，师傅叫我过来见识见识，我没有到尸体近处观察，发现的线索不多。什么线索？张队，我现在还不能肯定，需要去确认一下。好，反正现场已经勘察完了，我们就跟着你一起吧。顺着琥珀酰胆碱的味道，我们一行人离开了教室。教学楼外，琥珀酰胆碱的味道陡然衰减，几乎已经微不足。但好在时间过去的不长，走走停停，来到了一处垃圾处理站。小陈，你这是干什么？老刘别急，我们先看看这小子要做什么。可算把你找着了。橡胶手套。此时，众人看着陈岩手中的东西，震惊不已。这小子费了这么半天劲，就是为了找这副手套。难道这副手套是？张队，这副手套应该就是凶手昨天晚上用过的手套。尽管众人已经有了这个猜测，可是很疑惑陈岩是怎么发现的。你怎么肯定这副手套就是凶手在凶杀现场用过的手套呢？队长，你也知道我的鼻子比较灵，凶杀现场有一种特殊的药味，应该是琥珀酰胆碱的味道。这种肌松药非常少见，一般不可能出现在一间教室里，而这手套上就有这个味道。陈岩的话好像一颗炸雷，震得张队等人晕头转向。什么是琥珀酰胆碱的味道啊？我们在现场除了血腥味，什么都没闻到啊！警犬的鼻子都没有陈岩这小子的灵吧？而且这小子还找到了作案时凶手用过的手套。陈岩，你小子又立功了，最起码一个人3等功，我这就给你打报告。队长，这副手套也有可能提取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管有用没用，你小子都立功了，马上送去检验。经过检测，手套上有血迹的痕迹，不过手套被刻意清洗过。这个凶手很狡猾，他应该还戴了丝线手套，我们没有提取到凶手的汗液、皮屑或者掌纹。但是陈岩说的没错，手套上确实有琥珀酰胆碱成分。此时众人一脸惊愕，好不容易发现的一个线索，就这样断了。张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宣布，谢色十字凶杀案专案组正式成立，经请示上级批准，陈岩同志任专案组组长，我任副组长，诸位为组员，7天内务必破案。张队的一道命令好像晴天霹雳，众人一脸不可思议。陈岩任专案组组长，什么意思？陈岩好像还没转正吧？别说是众人了，就是连我也一脸蒙圈。张队，您是认真的吗？这个时候是开玩笑的时候吗？我刚刚的命令都没听明白吗？听明白了。陈岩，你听明白没有？张队，我听明白了。大家也不要太惊讶，咱们干警察破案子的，那就是谁有本事谁上。陈组长，接下来就拜托了。此时此刻的我还是处在蒙圈状态，自己都还没转正，这就干上凶杀案专案组组长了，真是对里独一份啊。张队，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根据目前的线索，我建议专案组分成6个小队开展工作。案发前，学校监控视频突然故障，一组查明原因，被害人目前身份已经确定，连海大学临床医学大3学生林超。2组负责调查林超人际关系背景，走访学生老师，重点了解林超的感情经历。没过多久，6组人马全部安排妥当。张队，师傅，我想再去现场看看。这是应该的，
陈岩，你小子不错，刚刚的安排井井有条，是块好苗子。队长，您就别笑话我了，我刚刚都紧张死了，这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没辙了。您看，我现在手都有些哆嗦呢。谁都有第一次，经历的多了就好了。教室内，我再次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可是一遍一遍地复盘现场，企图发现一些自己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但依然毫无头绪。第二天一早，刚到队里的我就看见此时的张队脸色铁青，突然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张队，发生什么事了？连海大学又发生了新的案子。听到此话，我瞬间一惊，感觉到不可思议。没想到这个凶手比我想象中还要残忍。随后，我们便来到了连海大学。此时学校的大门已经被提前到达的同事封锁了。连海大学教学楼的一间杂物间里，张云虎、陈岩、刘青山等专案组成员都到了现场。这个凶手难道是在挑衅我们吗？我看这个凶手一定是个疯子。张队的脸色已经不是铁青能形容的了。从警18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看着眼前和昨天一模一样的现场，闻着空气中和昨天的案发现场几乎一样的味道，我知道橡胶手套肯定是凶手故意留下的线索。张队，这里的情况您先上报，我和师傅去找一下昨天凶手丢弃的橡胶手套。陈岩，压力不要太大，我们相信你。说完，我便和师傅直接奔出了杂物间。果然，在教学楼外300米的一个垃圾桶内找到了作案用的橡胶手套，2个一模一样的作案现场，都是认批10字，跪拜是踢，谢业也蔷薇，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昨天的受害人林超和今天的受害人又有什么关联呢？距离第2起案件报警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上级对此次的案件非常重视。为了帮助我们尽快破案，市侦缉队队长和相关领导将通过视频的方式参加我们这次分析会。视频中，一名整个连城市警察都认识的大佬开口：我们这次会全程参会，但是只戴眼睛和耳朵，你们不用管我们。下面请专案组组长陈岩同志部署工作。各队分别汇报调查情况，一队先开始。2起案件的现场几乎一模一样，人皮十字架、跪拜尸体和杂乱血迹。组长已经找到了2副作案用的橡胶手套，现在已经完成技术分析，琥珀酰胆碱的来源正在追查。死者身份调查：第一现场死者林超，男，20岁，连海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3学生。第二现场死者王雪峰，男，23岁，连海大学计算机专业研2学生。2人家庭背景简单，基本排除家庭原因被嘎的可能性。经过走访，初步判定2人没有学习交集，同学反映2人并不认识。学校监控视频故障的原因找到了，连海大学的视频都是统一上线、集中管控的，因为机房内视频总线被老鼠咬断了，所以监控失效。而且因为这种总线是进口的，要3天后才能更换。6个小队一边汇报，而我根据汇报的情况一遍遍分析着2个案子的关联性。2位被害者的手机都没有找到，家长那边已经通知完毕。现在请陈岩组长总结做工作安排。张云虎话音落下，我的模拟犯罪也正好结束。现场勘查的血迹涂鸦不是无序的，而是野蔷薇。2起凶杀案作案现场几乎一模一样，这是凶手在向外界传递信息。十字架象征救赎，跪拜象征忏悔，而野蔷薇的花语有一种说法就是悔过，所以初步判定这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报复达人案。此话一出，所有人一脸震惊。2队全力追查琥珀酰胆碱这种药物在中城市的使用情况，着重调查连海大学本校医学部有没有使用权限或者提取条件。3队查一下最近有没有涉及到连海大学学生或者教师的刑事民事案件。20分钟后，一队完成了2位被害人的社交聊天软件记录调取。陈组长，2人的社交软件没有发现太大的异常。没有太大异常？没有太大异常是什么意思？就是2人2年前加过1次好友，不过仅仅过了1个星期就删掉了。快，马上安排人搜查林超和王雪峰的电脑，尤其是王雪峰的电脑，包括个人电脑和他在学校常用的电脑。仅仅1个小时，2个队员就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组长，重大线索，原来2个死者是认识的。王雪峰在学校的服务器上开发了一个简易聊天软件，叫做心灵旅社，他们都是这个旅社的成员。组长，这是成员名单，还有聊天记录。组长，您让我们查的有关连海大学的案件也出来了，1年内涉及连海大学案件一共12起，其中8起是教师家庭纠纷，2起是学生诉讼老师行亲，还有2起是学生自杀。自杀？死者叫什么名字？杨小小和徐畅。队长，快派人到连海大学找到建筑系李海、数学系孙峰2个学生，其他人立即逮捕杨小小和徐畅的父亲。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很多。坐在审讯椅上的杨成汉没有一丝身为杀人犯的暴力，反而像一个知识分子，儒雅随和。事实上，杨成汉也正是一名知识分子，连海大学计算机系顶级教授，杨小小的父亲也是王雪峰的导师。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杨成汉知道陈岩是问他和徐斌怎么发现女儿自杀的原因的，为什么不删除聊天室？哼，总要留下点什么，死对他们来讲太便宜了。值得吗？一个教授，一个副院长。陈警官，如果你也有一个女儿，和我的女儿有一样的遭遇，你会怎么办？离开审讯室的我，心里有点发抖，突然有种意难平的感觉。恭喜宿主成功侦破血色十字凶杀案，奖励技能枪械专精。此时的我还在研究这个枪械专精，可一条手机信息打断了我。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糟了，明天就是周六了，我答应过沈云逸和他一起去看他父母的。第二天中午，我便和沈云逸来到了他爸妈家。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陈岩，云云的男朋友。哦，一句云云，听得老沈夫妇眼中雪亮，一旁的沈云逸微微一怔。哼，我们刚刚商量的细节有这个吗？听云云说，叔叔喜欢雪茄，阿姨喜欢刺绣，初次登门拜访，还请叔叔阿姨笑纳。哈哈，好好，小陈啊，来就来，还拿什么礼物？快请坐。谢谢叔叔。小陈，阿姨听云逸说你是一名人民警察。王美芳对陈岩本身是非常满意的，尤其是陈岩的谈吐。是的，阿姨，我现在还是一名实习警察，下周估计才能转正。倒是云云以前从来没说过家里的事情，没想到叔叔阿姨这么年轻，尤其是阿姨，您保养的真好。这要是和云云走在街上，人家还以为是姐妹俩呢。不知道阿姨您用的什么护肤品，我给我妈推荐一下，保准能讨她欢心。此刻的我，绝对的专业舔狗，那小舌头叫一个软乎，小嘴甜的不要不要的。你这孩子嘴这么甜，真会说话。阿姨被我夸赞的眉开眼笑，看着我这个准女婿，那是越看越满意。阿姨老了，要是年轻那会，还真和云逸差不多。来，小陈啊，别光顾着聊天，马上就中午了。你阿姨安排了最好的厨师准备午餐，咱们边吃边聊。你陪叔叔喝一杯。吃过午饭，沈云逸便送我回了家。周一一早，我早早就来到了分队。小陈，告诉你个好消息，上级的奖励下来了。网络招标案的奖励吗？网络招标案、碎尸嘎七案、血色十字案3个案子的奖励都下来了。分队人均奖励5000块，直接参与办案的多一些。像我，每个案子平均1万块。这次的奖励一共是3万2。借你的光，咱们分队的同事最少都有1万块的奖励。哦，最少1万块，这可真不少了。要知道，这可是额外的奖励，跟工资、年终奖什么的都不冲突。师傅，那照您这个说法，我能分多少钱？嘿，傻小子，你现在关心不应该是钱，而是功勋。对于功勋的重要性，我当然是知道的。师傅，功勋这种事我当然想要，可是立功不立功，我说的也不算啊。哼，你是说的不算，你是直接下手拿呀。陈岩，你这次不仅是自己立了功，整个分队都跟着你沾光了。师傅，看您说的，我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好。再说，要不是您教的好，还有张队对我的信任，哪里轮到我破案立功啊？行了，在我这你小子就别端着了。侦缉2分队的辖区就是2个区县，不可能天天发生大案要案。现在的权限足够，队里的卷宗我都能调阅，干脆就看看有没有什么陈年旧案，跟进试试。这个案子有意思。最强警察养成系统任务发布，侦破5年前李某状告美日国际医院谋财害命案，限期10天完成任务，奖励技能电脑程序专精，失败或者超期取消任务奖励。什么情况？刚刚看了10几个卷宗了，系统一点反应都没有。现在这个竟然刚刚翻开档案盒就发布了任务，而且破案期限竟然是10天。接下来我不再像翻阅之前案子的卷宗一般，只是粗略的读一读，而是开始认真研究这个案子的卷宗，每一段、每一句，甚至是每一个字都去仔细琢磨推敲。然而越分析，觉得越不对劲。原告李静因为车祸被急救车送进了美日国际医院，经过诊断，确诊为肝脏破裂，需要进行肝移植。李静的肝移植手术很成功，非常成功，他的肝脏移植基本没有排斥反应，很快就痊愈出院了。但是也正是因为手术太成功，引起了李静的怀疑。后来这个李静在其他医院做了相关检查，得到的结果显示，李静移植后的肝脏细胞 DNA 序列和李静本人相似度 99.99% 以上。换句话说，李静车祸后根本没什么事，就是医院想赚钱，诓骗他的家属肝脏破裂，然后手术的时候只是开刀就行了，肝脏根本不用动。但是这费用可是实打实的108万花出去了。这种骚操作，李静二话没说就把美日国际医院给告了。然而医院的所有诊断都是有详细记录的，最终给出的解释就是李静体质异于常人，同化了移植肝脏。但是李静坚持不撤案，最终就这么不了了之，成了陈年旧案了。整个卷宗涉及案情的记载没有几页纸，倒是有关的病历复印件，差不多10厘米厚。就看这个病历的厚度，
108万也算没白花。刚出档案室，我就看见师傅正和3个同事在聊天。组长，这3位就是张队安排在咱们组的组员。师傅，您这样叫我，让我怪不好意思的。我这个组长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都是您和张队的关照，我才能当上这个组长。张哥、王哥、赵哥，您3位可都是咱们分队的精兵强将，我真没想到队长能把你们3位调过来，还请3位老哥哥今后多多指点。组长，您可别跟我们几个客气，为了进您的小组，我们3个可都是拼了老命才进来的，以后可是要跟着您沾光了。就是，组长，老道说的对，能进您的小组是我们3个的荣幸。组长，你刚刚去档案室看卷宗了？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我打算研究研究。这不是美日国际医院的那个案子吗？老赵，这个案子我记得当年就是你接的吧？组长，这是5年前的一个旧案，当时就是我经手的，您对这个案子有兴趣？我点了点头。卷宗中对于案子当年的经手警察是有记载的，我已经仔细的研究了一遍，当然知道赵斌就是经手人，也不是有兴趣，就是感觉这个案子有点滑稽，就把卷宗拿来看看。赵斌点点头，这个案子用滑稽来形容确实比较贴切。组长，这个案子当年还引起不小轰动，记者还进行了跟踪报道，我对这件案子的印象还是很深的。我看这样吧，最近正好没什么事，当年熟悉案情的赵哥又恰好在咱们组，那我们就把这个案子作为咱们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个跟进案件吧。刘青山当然没意见，其他3人刚进组，自然不会对陈岩的第一个决定就表示不同。好，赵哥，你熟悉这个案子，你把这个案子先给大家简要说一下吧。翻开卷宗，赵斌开始介绍案情。赵斌确实对这个案子印象深刻，即便是过去了5年，现在拿起卷宗，依然说得井井有条。最后，美日国际医院是打算反告李静诬陷诽谤的，只不过后来在我们的斡旋下，对方没有进一步追究。放下卷宗，赵斌叹了口气。其实这个李静当年也是有怨气，才会状告美日国际医院的。怨气？这个李静有一个双胞胎弟弟，2人是孤儿，从小相依为命长大。但是就在李静出车祸的前一天，他弟弟也出了车祸。巧合的是，他弟弟也被送到了美日国际医院，但是没有抢救过来。双胞胎弟弟车祸死亡，师傅，你们有什么看法？这个案子我当年也听说过。当年之所以案件遗留下来，就是因为美日国际医院拿出的李静的病历，所有的医疗记录都显示李静确实肝脏破裂，这是经过第3方鉴定过的。所以李静说美日国际谋财害命，根本没有为他更换肝脏的说法站不住脚。对于第3方鉴定结果，陈岩肯定是相信。赵哥，你刚刚说李静有一个双胞胎弟弟？是的，我看过他们合照，2个人一模一样。李静出车祸前一天，他弟弟也出车祸砸了。2人长得一模一样，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测，在我脑海中隐隐成型。如果是真的，这根本无法想象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天大案，怪不得能让系统给出任务，还给出了10天这么长的破案期限。师傅，赵哥，马上安排车，咱们这就去李静家走访。看着陈岩微微发亮的双眼，刘青山微微一怔，跟着陈岩侦破了2起大案。每当陈岩有什么发现的时候，就是这种表情。难道陈岩又有什么发现了不成？我们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李静所居住的别墅区。几位警官，你们有什么事吗？陈岩当然感觉到了李静话语中城市化的客套，但并没有什么意外。5年前人家报案，结果成了陈年旧案，现在有这副态度也算不错了。李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李静当然认出了赵斌，但是刚刚故意没有打招呼。哦，原来是赵警官，不知道你们来是有什么事吗？我李某人可都是做的合法生意。李先生，这位是我们侦缉分队的陈岩组长，想跟你了解一下5年前的案子。李先生你好，我是陈岩。组长。李静微微一怔，因为5年前的事情，李静可没少和侦缉队打交道，对侦缉队内部的体系也有了解。组长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手底下也有4、5个人能够主抓刑事案件的。这个陈岩看上去也就20出头，竟然就已经是组长了。李静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在他眼里无非就是2种原因，一个是陈岩家里特别牛皮，另一个就是陈岩本身很牛皮。原来是陈组长，快请进，请进。陈组长如此年轻就已经是代案组长，真是前途无量，前途无量啊！李先生客气了，听说李先生5年前刚刚做过肝脏移植手术，现在看您的脸色恢复得很好啊。陈组长，想必你也看过我当年的卷宗了，可是您看我现在哪像做过肝脏移植手术的人啊？我这几年也接触过不少内脏移植手术的人，恢复好的确实有，但是像我一样能参加体育锻炼，甚至连排斥药物都不用服用的，仅此一例。我点点头。众所周知，凡是接受脏器移植手术的人，终身都要服用抗排斥药，但李静竟然不用服用抗排斥药，确实令人费解。李先生，您的疑惑我非常理解，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跟进您当年的案子。哦，当然，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卷宗的记载有些细节也没法出现，所以还希望李先生您多多配合，争取早日解除您的心结。陈组长，李某的事就拜托您了。李先生，这次过来，首先想了解一下你弟弟的事。我弟弟？没错，我想了解一下您弟弟当年车祸的一些细节。
李靖虽然不明白陈岩查自己的案子，为什么不问自己的情况，反而问自己弟弟的情况，但是想起赵斌刚刚对陈岩介绍，还是仔细回忆起来。当年我弟弟出车祸，就是在我出车祸的前一天。李靖想了想，起身打开电视柜的抽屉，拿出一本影集。这是我弟弟以前的照片，当时我并不在场，我弟媳妇在。听他说是中午的时候，两人吃完饭，我弟弟骑着摩托车载着他回家，我弟弟闯了红灯，被车撞了。你弟媳妇当时没受伤吗？当时弟媳妇戴了安全帽，只是受了些擦伤，我弟弟没有戴安全帽，头部遭受重击，送到医院后没有抢救过来。头部遭受重击？那你弟媳妇现在还在中市吗？在，他就在我公司上班。这些年我一直关照他，我们关系并没有疏远。能让你弟媳妇过来，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吗？没问题。半个小时后，李靖的弟媳妇就来了，和李靖说的一样，他戴了安全帽，躲过了一劫。因为李靖的弟弟闯红灯在先，自然承担所有责任，所以李靖和他都没有起诉肇事者。当年的路口就有监控，视频肯定还在，你们可以核实。李先生，你弟弟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吧？我们俩是同卵双胞胎，在孤儿院长大，后来一起当兵，一起创业打拼，可惜。对了，李先生，当年你们和你的弟弟有遗体告别仪式吗？李靖和其弟弟遗孀都点了点头。在殡仪馆搞的仪式，我们俩是孤儿，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我这个哥哥还在，肯定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走。那你们有没有发现遗体有什么不对劲？不对劲。李靖和弟媳妇相视一眼，随即都摇了摇头。应该没有什么不对劲吧？大哥说的对，我们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既然如此，李先生，你弟弟的遗物还有没有？最好生前穿过的衣服之类的和贴身使用的东西。哦，这个倒是有，我弟媳妇和我弟弟结婚的婚房，自从我弟弟去世后，就再没住过，也没卖。我弟弟的遗物都在房子里。赵哥、王哥，你们现在出发，拿到李先生弟弟的遗物，提取毛发、皮屑，做细胞 DNA 分析。要知道，当年李靖的弟弟可是在李靖出车祸的前一天就已经死了，身体一旦死亡，器官就不可能存活，那么李靖弟弟的脏器也不可能超过1天后出现在李靖身上。难道医院会未卜先知，知道李靖会在第2天遭遇车祸，提前把李靖弟弟的肝脏保存了下来？可如果不是，那又怎么解释现在的一切？而且李靖也好，李靖的弟媳妇也好，当年并没有在任何器官捐赠书上签字，真是细思极恐啊！刘青山等人也是老真机了，原来还觉得没有头绪的案子，现在突然明白了。怪不得陈岩根本不问李靖的事，而是盯上了李靖弟弟车祸的细节。现在就等赵斌和王刚回来，只要李靖弟弟的细胞 DNA 测序结果出来，而且和李靖移植肝脏细胞的 DNA 对比是100%相同，那就可以证明李靖确实移植了肝脏，而且移植的是自己亲弟弟的肝脏。然而在另一边，有了李靖弟媳妇领路，二人很快就采集到了需要的毛发和皮屑。给陈岩打电话确认后，赵斌和王刚第一时间把标本送去了检测机构。李先生，情况我们今天就了解到这，谢谢您的配合。李靖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自然不是蠢人。陈岩的安排已经让李靖隐隐猜到了什么。陈组长，如果我移植的肝脏真的是我弟弟的，李先生多虑了，我现在也只是一种猜测和推理，具体还要等检测结果出来做对比。好。李靖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等消息。陈组长，您放心，还需要我配合的，您随时过来，我一定全力配合，人和财物什么都行，您需要什么跟我说，我一定配合好。李先生，你就安心等消息吧，警察办哪里需要群众出钱啊？看着陈岩等人离开，李靖站在别墅门口，久久没有回神。案子已经过去5年了，他自己都早就已经放弃了。没想到这个陈岩组长现在竟然让这个案子有了转机。出了李靖家，我们便决定先去会会这个每日国际医院，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国际医院到底是济世救人的圣地，还是灭绝人性的魔窟。医院正门侧面，陈岩让张朝阳将车子停在路边。由于我们身穿警服，在调查的时候引起了不少人的回复，这也阻碍了我们调查的进度，以至于我们整个的线索少之又少。回到局里，我们分析着案情，可对于每日国际医院的线索少之又少。正在大家毫无头绪时，赵斌冲了进来。对上了！陈岩3人立马跑过来，接过赵斌手中的检测报告，仔细看了起来。陈组，李靖移植的肝脏细胞 DNA 序列和他前一天死去的弟弟皮屑细胞 DNA 序列100%匹配。100%匹配，这就意味着移植到李靖身上的肝脏就是李靖弟弟的 DNA 序列，只有同一个人才能完全相同。可是李靖的弟弟当时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把肝脏捐赠给哥哥？所以李靖的弟弟一定是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摘取了肝脏。肝脏捐赠必须活体取出，没有捐赠协议，这与杀人无异。组长，接下来该怎么办？刘青山知道这次他们碰到了大案，证据确凿的大案，就凭这份检测报告，每日国际医院就脱不了干系。明天一早我会再去每日国际医院秘密调查，等我回来再做决定。第2天，每日国际医院地下车库，
陈岩换上了一身白大褂，戴上口罩，开始了暗中调查，重点就是器官保护箱和太平间。打开电梯，陈岩直奔3楼。3楼是急救中心手术室。医院里什么地方意外死人最多？当然是急救中心。电梯打开，刚好一个身高不足不到1.5米的护士提着一只银白色金属箱进来。尽管被低温封闭，但是陈岩已经开启嗅觉基因锁的鼻子，仍然闻到了个淡淡的血腥味。二人错身，陈岩并没有离开，而是看着电梯按键旁的液晶体，负2层。电梯一直停留在负2层，陈岩按动上升键，足足等了12分钟，电梯才重启起来。陈岩立即离开。电梯走廊外，正好一架病床从手术室推出来。通知梁艳艳家属，对方伤情太重，肾脏破裂，脾脏破裂，大量内出血，抢救无效，宣布死亡。医生，我媳妇来的时候还能跟我说话呀，怎么就嘎了呀？这位家属，我们已经安排了小日子国来的专家为梁艳艳手术，但是她内脏出血过多，而且肾脏破裂，脾脏破裂。血腥味！刚刚在电梯里闻到的淡淡的血腥味，和梁艳艳的血腥味一模一样。血液的味道虽然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的血液仍旧是不同的，别人分辨不出来。陈岩已经开启基因锁的嗅觉是可以分辨出来。脸色铁青的陈岩快速反身，从楼梯口走下地下室，同时身上的白大褂已经换成了一套保健服。太平间就在地下2层门口，一个身高不到1.6米，脸色阴沉如尸体一般的中年男子在看守。你弟什么弟干活？你弟平时不是下午打扫吗？今天怎么上午来了？男子看着陈岩的眼神有些警惕，说的华国语也有些别扭，但是不仔细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果然，看守太平间的是小日子国的人。我打扫卫生的，你看不出来啊？鬼知道为什么上午来，领班让来的。你当我愿意来太平间啊？要不是那混蛋生病，老子才不来。小八嘎，你给个话，不用打扫正好。太平间还是要打扫的，记得不要碰触尸体，小心阿飘上门找你。太平间内，其实绝大多数的尸体都在冷冻柜里，只有少数刚刚死去的才放在外边。就在这时，一个身材更加矮小的小八嘎推着病床走进来。小八嘎看了一眼打扫卫生的陈岩，没有理会。不用看，只是闻一闻，陈岩就知道这是刚刚死去的梁艳艳。陈岩看看四周，拿出准备好的手术刀，小心翼翼地划开尸体胸腔的缝合线。肝脏确实有破损，但并没有贯穿，腹内血量较大，但是还达不到大出血致死。果然，脾脏、肾脏都不见了。陈岩虽然没有专门学习过解剖，但是上警校的时候多少接触过。梁艳艳的死因根本不是车祸导致的内出血和脏器破裂，消失的脾脏、肾脏处伤口没有缝合，导致大量出血才是根本原因。脸色铁青的陈岩将白布重新盖上，去往下一处尸体。算上梁艳艳，一共是9具，其中4具都有内脏消失，将近45%的比例。要知道，只有2天内死亡的尸体才会放在冷藏柜外，冷藏柜内的尸体呢，又有多少尸体脏器丢失？用手机拍下照片，陈岩快步离开。太平间门口的小八嘎虽然疑惑这个清洁工为什么感觉让人有些寒意，但是回过头看了看太平间内一切如常，也就不在意了。每日国际医院外，阳光明媚，春风徐徐，然而落在陈岩身上的暖阳一点没有让陈岩感受到温暖。回过头，陈岩再次看向这座国际大医院，仿佛一座狰狞的巨兽，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陈祖怎么样了？赵兵一脸紧张，刘青山等人也注视着陈岩。立即向队里汇报，封锁整个每日国际医院，一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没过多久，30几辆警车围在每日国际医院门口。陈岩已经将案件的所有情况向张云虎做了汇报。就在这个时候，张云虎的手机响了起来。这才不到半个小时，都已经是第9个电话了。有心想不接电话的张云虎，看着上边熟悉的名字，还是划开接听键。领导，云虎啊，每日医院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大批警力把医院围住，影响有多恶劣？你们有案子办，我不插手，但是要注意影响中式大好的招商环境来之不易，懂吗？张云虎当然懂，但是如果陈岩说的是真的，这可就不是办案那么简单了。陈岩，这件事情如果真如你所说，那就是惊天大案，我得上报上级。上报要多久？最少1个小时。这样的大案，市侦缉队做不了主，市里也做不了主，肯定要上报省里领导。1个小时？陈岩皱眉，看向医院，突然想起接连打给张云虎的电话，脸色大变。不行，张队，他们在拖延时间，一旦他们有了充足的时间销毁证据，那我们的功夫就白费了。他们非法摘取那么多器官，肯定不全是用在国内，一旦线索中断，国外又没办法追查，案子就永远都破不了。张队必须果断行动。OK， 全体都有，立即封锁每日国际医院，全面展开搜查。全体侦缉员分成3组，
一组跟着陈岩直奔急救中心，2组跟着张云虎直奔底下2层太平间，3组则在一位副队长的带领下控制所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OK， 就是这电梯嘛。刘青山指着陈岩刚刚乘坐过的电梯，有些惊讶。陈岩带着大家走进电梯，属于梁艳艳的血腥味还在。电梯轿厢门打开，负2层到了。陈岩走出轿厢，电梯周围空旷，没有任何遮蔽物，而属于梁艳艳的血腥味竟然突然消失。陈岩再次回到轿厢内，淡淡的血腥味再次传来。什么情况？陈岩肯定自己的记忆不会出错，刚刚从手术室出来的护士就是乘坐这部电梯，摁下了负2层按键，电梯显示的所在层数也是负2层，自己按下上升键后，电梯过了12分钟后才启动上升。难道这个电梯里有暗道？随即陈岩便开启了视觉基因锁，视觉基因开启的那一刻，电梯便出现了一道暗门，走进暗门，竟然是一个旷阔的空间。2名惊慌的护士正在操作一个绞肉机，一人开启银白色金属箱，一人往绞肉机里塞东西。陈岩等人冲进来的时候，银白色金属箱摆了一地。都住手！刘青山大吼一声，后边跟着冲进来的赵斌、王刚等人一哄而上，将2名护士擒下。组长，他们果然在销毁证据，全部带走。整个每日国际医院都已经被封查。就在这个时候，一架直升机。谁是陈岩？报告，我是陈岩。好，小伙子不错。说完，刘劲松指了指旁边的4名便装男子，这是国家侦缉总队的领导，接下来他们将全权接手这个案子。小陈，你可要做好配合工作呀。是，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你好，我叫王敏，国家侦缉总队侦缉9组组长，还没下飞机，刘大队长就把你夸得天上少有，地上难寻，一见面果然是一表人才啊。王组长说笑了，都是领导教导的好，同事们帮助的多。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连续获得2个个人3等功，这光靠领导教导，同事帮助可不行。好了，案情紧急，陈岩，这是我们9组的组员林刚、田旭文和张凯。老林带着小田开始就地审问，不论后果，我只要答案。陈岩、张凯跟着我去现场。OK。太平间内，掩藏在冷藏柜后面的大型粉碎机已经关机，里边还有粉碎半截的尸体。停尸间内9具没有冷藏的尸体已经被粉碎，冷藏柜内的尸体一共是76具，对方损毁了2具。没有冷藏的尸体中有4具尸体的部分脏器消失，冷藏柜里的尸体还没来得及清点。王敏点点头，详细的勘察了一遍现场，随后就去陈岩发现器官的密室。不到20分钟，陈岩带着王敏勘察完了2个现场，随后便回到了审讯室。陈岩看着3个口吐白沫的医院高管，嘴角忍不住抽搐。不用开启嗅觉基因锁，陈岩就知道林刚他们一定使用了传说中的审讯水。组长，所有的情况都摸清了。每日国际医院10年前成立，9年前开始嘎就医人员，这是每日集团早就策划好的。他们将中市当做了器官配型基地，为境外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提供高成功率的器官移植手术。华国合资的企业每年收取分红，基本不参与医院的管理。每日医院的所有专业护士、外科医生都是每日集团在境外高薪聘请。这所医院实际上是打着合资幌子的独资医院。这些年，他们所有犯罪的信息都记录在了一部电脑中，小田已经去搜查了。林刚把审讯的信息给王敏大致做了汇报，阴沉着脸的王敏看向3个每日医院高层的眼神仿佛死神在凝视。一共有多少？林刚当然知道王敏的话是什么意思。报告组长，一共是2万余人受害，具体的数据3人记不清了。田旭文搜查的证据中会有准确数的。2万余人，中市的医疗管理单位是干什么吃的？陈岩听到林刚说的数据，心中震颤。那就意味着9年时间里，每日医院每天都有将近10人遇害。对了，组长，他们昨天晚上刚有一艘远洋货轮运输着一批脏器前往境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公海。谁的货轮？每日集团自己的货轮，运输的都是他们在华国采购的物资。哼，既然这样，那就让他在公海上消失。OK。近日，一艘每日国际的远洋货轮在公海遭遇了不明国家的导弹袭击，船上无1人生还。恭喜宿主成功侦破每日医院器官走私案，奖励技能电脑程序专精。陈组长这次又立大功了呀！队长，您还是叫我小陈或者陈岩都行，您叫我陈组长，我瘆得慌，有点害怕。你还害怕？封锁每日国际医院的时候也没见你害怕呀。对了，小陈，省队来消息了，下周省侦缉大队刘劲松大队长亲自过来给你授勋。陈岩微微一愣，授勋？这么快就授勋？还是省侦缉大队一把手亲自过来？这有点过了吧？看出了陈岩的惊讶，张云虎解释了一下，这次队里托你的福，沾了光，获得了集体2等功。你个人……张云虎顿了顿，按理说侦破这种等级的大案都够得这1等功了。
但是上头的意思是压一压。你小子现在升得太快了。张队，你也知道，我不太在意这个功劳，几等功都行。刘大队这次亲自来，其实还有一个目的，也和你有关。和我有关？不错，昨天市侦缉队秦川队长把我叫去了，队里有一个副队长的职位空缺，征求我的意见。那是好事啊，恭喜队长高升啊！不过您可不能白走，怎么着也得请大家吃一顿啊！哈哈哈，这2次完全是占了你破案的光，否则我屁的功劳都没有。算了，不说这个，我走不走还没定，现在说你。刘劲松大队长这次来，一是给你授勋，第二个目的就是抢人。抢人？不错，人家是来抢你的。这件事，刘劲松大队长已经给市队里通知了。秦川当然不想让你走，所以把皮球踢了回来，让省队直接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愿意走，省侦缉大队侦缉处副处长的位子等着你；如果不走，咱们侦缉2队的李阳副队长这个月就退休了，你来接替他。省侦缉大队侦缉处副处长，市侦缉队2分队副队长，是个人都知道该怎么选拔，可陈岩却并不想走。刚刚那一瞬，陈岩脑海里竟然冒出了沈云逸的身影。我走了，他怎么办？我们2人还得演戏呢。最关键的是，我已经见过沈云逸的父母了，可他还没见过我这边的呢，那怎么行？队长，我还年轻，我的经历还很不足，经验也不够丰富。虽然侦破了几个案子，但都是在同事的大力帮助下才完成的。而且我现在才22岁，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经历太少，请队长一定将我的意见转达给上级。省队，我是坚决不去的。看着陈岩决绝的背影，坚定的步伐，张云虎有些懵逼。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是名利如粪土吗？那可是管理着一个省的案件的侦缉副处长，想用高官厚禄诱惑我，门都没有。我陈岩此生是纯洁的，功名利禄如粪土。什么事？没什么，这几天忙着办案，都没来得及感谢你给我的那张权限卡，晚上请你吃饭吧。时间地点，我看看本女王有没有档期。红月亮西餐内，陈岩吐槽这个餐厅的名字，这他妈水起的名也太土了。换上了沈云逸给他置办的一套休闲装，陈岩绝对是帅的一批。小倩，你看那个帅哥，老娘都快忍不住流口水了。半个月没见你，怎么越来越骚了？哼，老娘就是想吃肉，怎么了？流口水又不犯法。陈岩自然不知道有人缠自己，知道也无所谓，反正这些庸脂俗粉陈岩也看不上。走进包间，沈云逸曼妙的身姿映入眼帘，看得陈岩直流口水。沈云逸今天竟然穿了白丝配黑色高跟鞋。小流氓，你看哪呢？你不是我女朋友吗？看哪有什么关系？假的。真的假的都是女朋友，我不介意。晚饭过后，沈云逸便带着我来到了他住所的地下车库。第一次见面不是说要给你买个100万豪车吗？100万就算了，你在侦缉队也开不出去，干脆还是送你一辆国产车。好了，时间不早了，可以回去了。看着身边这辆漆黑的坦克500，陈岩突然有种卖身的感觉。我这是被包养了吗？哇！陈主，您这车可真霸气，恭喜陈主！刚停下沈云逸送的坦克500，陈岩又一次享受着同事们羡慕的目光。哈哈哈！啊！都小心点，可别刮花了。现在我宣布人事任命。中市侦缉队队长秦川也一同出席了授勋仪式。免去张云虎中市侦缉2分队队长职务，另有任用。免去李浩中市侦缉2分队副队长职务，退休。命中市侦缉2分队3阶侦缉司长陈岩为中市侦缉2分队副队长职务。陈岩的任职命令下来，主席台下顿时响起了一般的掌声。长队走后，队长的职务不可能空置吧？我觉得刘青山应该会出任侦缉2分队队长。任命中市侦缉2分队3阶侦缉督察刘青山为中市侦缉2分队队长。刘青山，真的是刘青山。对于刘青山任队长，大家虽然惊讶，但也是情有可原。对方资历老，这次又立了功，警衔还是分队中最高的，确实能服众。感谢领导和各位同仁的信任，我一定会领导好侦缉2分队，全力支持陈岩副队长的工作，为建设和谐幸福的中市贡献应有的力量。当了20年侦缉，刘青山听过的表态发言简直不要太多，所以发言起来也是得心应手。老刘啊，陈岩副队长能力超群，但毕竟年轻，你要多多帮衬才行。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谢谢大队长的厚爱，小陈让你失望了。小陈，不要有压力，你能放弃更好的职位，坚持扎根基层，这就证明我没看错你。不过你的能力大家都见识过，省里要是有了棘手的案子，抽调你的时候可不要推脱哦。请领导放心，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办。然而，迎接陈岩的不仅有鲜花和掌声，还有一起棘手的越狱达人案。
小陈，今天叫你来，其实是因为一个案子。3天前，金市发生了恶性涉枪重案，省侦缉大队已经把案子上报了国家侦缉总队，那边的意思是临时抽调你，组建新的专案小组，限期破案。陈岩有些疑惑，既然是国家侦缉总队的意思，那还有什么可看的？直接报道呗。而且秦川老江湖了，既然是上面的意思，直接派自己去就行了，还干嘛把自己叫到队里来？秦川当然看出了陈岩的意思。国家侦缉总队虽然限令你今天到金市，但是并没有文件传达下来。这种口头命令就是在征求我们市侦缉队采用你本人的意见。换句话说，如果我不想让你去，或者你本人不想去，是可以不去的。其实无论是秦川还是张云，都比较惊讶，这种口头命令是很少的，这意味着上面给了陈岩充分的自由意志。当然，秦川是明白人，命令是侦缉9组组长王敏下达的。联想美日国际医院的案子，显然是对方特别在意陈岩，否则不会如此。秦队，我可以先看一下档案吗？当然可以。档案中的并不是卷宗，而是案情通报。3天前，京市第一监守所，一名怀孕女囚犯在就医途中被劫走，2名负责看押的内勤侦缉员牺牲，1名随队医生被打。劫匪抢走1把手枪、1把冲锋枪。文件中附有3张照片，一张是现场整体图片，一张是2名内勤牺牲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医生被打的照片。当陈岩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瞳孔急剧收缩。这2名内勤不过就是20多岁、30岁的年纪，他们家中有父母需要赡养，有妻儿需要照顾，但是现在只剩下2具冰冷的尸体。秦川察觉出了陈岩的情绪变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时刻面临着死亡，面临着和父母、爱人、儿女永别。作为队长，我是希望你去的，用最短时间内破案，让凶手绳之以法，告慰2位烈士在天之灵。但这次的案子不同以往，对方有枪，而且行动极为迅捷，现场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去。陈岩，你要想清楚，上边只是口头命令，这个案子的风险很大，我可以帮你找借口，不用去的。谢谢队长，我明白您的好意，但是牺牲了2名内勤，我不去，我心难安。秦川从警多年，行伍出身，上过战场，干过卧底，是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实权派。曾经多少次战友在身边倒下，同事在任务中牺牲。陈岩，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好一个我心难安。陈岩同志，祝你早日得生归来，用凶手的鲜血祭奠牺牲侦缉员的英灵。离开市侦缉队，陈岩抬头望天，天很蓝，阳光灿烂，但是在美好的阳光下，也有阴影存在。最强警察培养系统任务发布，侦破越狱达人案，限期10天，完成任务奖励开启力量基因锁，失败或者超期将取消任务奖励。听到系统提示音，陈岩拿出手机。云云，今天晚上要爽约了，给阿姨说声抱歉，紧急公务需要出差京市，差不多5天。好，注意安全。陈副队长，您好，我是京市侦缉队副队长王顺。王队长您好，我是陈岩。王顺虽然比陈岩的级别高，但是姿态却放得很低。这位就是国家侦缉总队推荐过来担任专案组组长的，看着不过就20岁的样子。陈队长，您这次过来，体现出上级对我们的关心，案子有您牵头，肯定能给我们牺牲的同事一个交代。陈队，您放心，我们京市侦缉队一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王队，这次的案情重大，咱们肩膀上担得重，那我们就不客套，说说案情吧。OK， 这一次刘青山看家，陈岩带着王刚、赵斌、张朝阳3人过来，跨区办案，身边没有自己得力的帮手，有些工作还是不好开展的。现场位于京市第一监守外出的必经之路，这场劫囚案件，对方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手段干净利落，现场有价值的线索非常少。王顺一边介绍，一边领着陈岩4人走进会议室。全体都有，欢迎新任专案组组长陈岩同志。会议室内，所有办案人员全体起立敬礼。陈岩一眼看去，20几人，虽然精气神还不错，但是一个个都是黑眼圈，显然是从案发到现在熬了几天了。这样下去可不行。王队，案发现场还在封锁中吗？案发现场是从京市第一监守出发，通往主路的一条支路上，平时没有车辆出入，所以即便3天过去，现场依然保留着。既然现场还在，那一定要去现场查验。虽然已经过去3天了，但是开启嗅觉基因锁和视觉基因锁，可能还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王队，咱们现在就去现场，把卷宗带上，我路上看。另外，所有驻地人员立即强制休息3个小时。这么大的案子，系统给出的破案期限又是10天，可见案情绝不简单。陈岩可不想自己刚到京市指挥，手底下就是一群疲惫之士。报告组长，我们不想休息，牺牲的是我们的同事战友，我们只想尽快破案。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破案不是蛮干，要讲究策略。我向大家保证，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内破案。但是接下来的工作很多，你们会很忙，现在不休息，等我回来怎么布置工作？大家听陈组长的，这可是上边派来的大佬，中式侦缉队的传奇，他破的案子，你们不也知道吗？有陈组长在，一定能为我们牺牲的同事讨回公道。离开会议室的陈岩回头看向这些专案组成员，他们只是默默地站着，看向离开的陈岩，一言未发。但是从他们的眼睛中，陈岩看到的是期盼，还有幸运。现场一辆救护车冲出路基，侧翻在路边，周围早就设置了封锁线。陈岩等人到达的时候，一队侦缉员在看护现场。我们已经查验过了，救护车在转弯处碾压上钢钉，3条轮胎被扎破，车辆失控冲出路基，司机当场昏迷，现在还没有恢复意识，依然在医院抢救。车厢内负责看守罪犯的2名内勤，1名随队医生被打，尸体已经冷藏。本来临时外出就医的2名罪犯失踪，现在京市交通要道封闭检查，铁路、汽车、飞机所有出事人员全部一人一查。陈岩一边听着王顺的汇报，一边勘察现场。刚刚在车上，陈岩已经看过卷宗，对于案件也有了大致的了解。组长，对方的手法非常专业，牺牲的2名同事和医生都是被刺破大动脉，瞬间大量出血之后毙命。陈岩点点头，喷射型血迹和王顺说的相符合。现场除了怀孕的张小华，为什么王丽丽也在这个救护车上？一般来讲，押送犯人就医也不应该是2名犯人同时押送啊。2名罪犯同车就医，这本就引起了陈岩的怀疑。再加上张小华诡异怀孕，很难不让人觉得这里面没有猫腻。难道有内鬼？听到陈岩的疑问，王顺自然知道陈岩的意思。组长，我们也考虑过有内鬼的可能，但是我们查了当时的监控视频，基本没有发现问题。没有线索？难道这女人喝了子母喝的水？张小华究竟是怎么怀孕的？她外出就医的时间，她同伙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张小华一定有内应。系统开启视觉基因锁。救护车内每一个角落都映射在陈岩脑海中，好像放大镜一般，一处处放大。突然，救护车后门玻璃破碎处的一缕毛发引起了陈岩的注意。毛发橙黄色，应该是动物的毛发。可是救护车上怎么可能有动物的毛发呢？伸手示意王顺拿来一个密封袋，陈岩小心翼翼地将毛发收集起来，立即化验这是什么动物的毛发。王顺惊讶地看着陈岩，太不可思议了，怪不得能在20刚过的年纪晋升3阶侦缉司长，这就是能力。是，组长，我这就送去化验。京市第一监守内，在王顺的陪同下，陈岩利用监控视频查看了整个监守的防护情况。正如王顺所说，监守内范围森严，京市第一监守其实也挺无奈的，一个在押2年的女犯人，竟然无故怀孕。监守负责人梁建国跟在陈岩身侧，走在犯人放风的操场。陈组长，监守的所有人员，包括我在内，把祖宗18代都曝光了，也没查出什么来。梁建国是一肚子的苦水，不管事情最后如何，他应该是不用再想着干下去。难道对方是挖地道把东西送进来的？现在的监守都是高标号混凝土浇筑地面，别说挖地道，就是破碎机直接上，想要弄碎也要费一番功夫。难不成是老天爷给他送的儿子？陈岩顺着梁建国的目光看向天空，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说不定还真是苍天降子。2人虽然惊诧，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陈岩的意思。陈组长，我知道您的意思，无人机把东西送进来，让张小华怀孕。可是我们每天这么多看管人员都在，如果真有无人机，咋可能看不见？组长，梁监守说的不错，而且无人机飞行是有禁飞区的，监守上空在无人机内置的地图中是识别为禁飞区的，没有批准根本飞不了。你们说的没错，一般的无人机是不行，可是高空无人机呢？高空无人机那玩意可是没有禁飞区的，因为它们的飞行高度和普通无人机根本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王队、梁监守立即组织人员对第一监守周围进行地毯式搜查。OK。陈岩看着天空，伸出右手，似乎是在感受风速。高空无人机空投，即便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偏差。对方如果真的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有空投失败的时候。王顺和梁建国相互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希望。好，我们立即安排。京市第一监守的范围不大，几十号人出动，用不了2个小时就能搜查完毕。找到了，找到了！围墙外，搜寻人员惊喜的叫声传进围墙内。梁建国和王顺再次相视一眼，心中只有震惊。听到声音的陈岩微微一笑，还真以为你们能凭空生子吗？领导，咱们一共找到了9个密封袋，纸都有拇指大小，内部有透明液体。立即送往检验，如果是来自同一个人，立即上报，准备实施抓捕。OK。王顺这次对陈岩是真的服了。文明确实不如见面，自己这边几十号人，3天时间一点发现都没有，到现在还有一大帮子兄弟在山里晃悠。可是人家来了不到半天，满打满算4、5个小时吧。勘察现场，
就发现了毛发线索，走了一趟第一监守，就找到张小华怀孕的手段。人和人真的不能比。回到京市侦缉队会议室，陈岩排查着这条主路上所有过往车辆的监控视频。组长，3天前案发时间段内，一共有298辆车经过。王顺早就研究过视频，所以非常清楚相关数据。其中轿车168辆，越野车54辆，货柜车76辆。然而在听取王顺报告的同时，陈岩便开启了视觉基因。此刻陈岩脑中就像是一台放映机，案发时间段内的298辆车沉浸在脑海中，然后和所有1个月内经过的车辆进行对比。随后陈岩便整理出了需要排查的车辆。王顺，这24辆轿车、越野车再一次组织重点排查，还有找到这5辆货柜车，我要亲自去检查。亲自检查？王顺一愣，知道陈岩是怀疑这5辆车。就在这时，王顺安排化验黄色毛发的结果也送了过来。组长，结果出来了，是牛毛。哦！接过化验报告，陈岩一边看着化验单，一边盯着屏幕中的车辆。这附近有牛肉加工厂或者是养殖场吗？陈组长，第一监守东南方向，大概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牛肉加工厂。随后，这名侦缉员指着屏幕中定格的5辆货柜车，这个车就是他们运输速冻牛肉的车。陈岩微微一怔，随即眼中爆发金光。哈哈哈！这回倒是省了排查。出发，牛肉加工厂。OK。可陈岩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司机3天前的晚上就打电话辞职了。王顺懊恼不已。如果3天前他们也能发现牛毛这个线索，那么情况也许会完全不一样。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司机的基本信息有没有？还有他开过的车在哪？有基本信息在这里。还有，我们工厂聘请的司机都是失租模式。失租？是的，失租的意思就是司机带车来工作，我们采取包车的模式，每次都支付租金。所以司机辞职，车子也就开走了。这个司机在你们这干了多久？这人是我招聘的，大概有3个月了。3个月，和王丽丽入监的时间一样。看来对方果然是策划很久了。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牛肉加工厂，没想到嫌疑人却早已逃之夭夭，这也让我们掌握的线索再次中断。返回会议室，王顺着手安排搜捕司机马超的事宜。陈组，体液检查结果出来了，经过技术科的同事检验，这9个密封袋中的体液来源9个不同的人。看来嫌疑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狡猾，但是以为这就行了？天在做，人在看。犯罪这种东西，只要去做，就会留下线索。对了，高空无人机，立即排查半年来京市所有购买高空无人机的人员名单。OK。哼，跑得和尚，你还跑得妙吗？有了明确的方向后，找起动起来。仅仅3个小时，货柜车的踪迹就被发现。京市郊区外，王顺看着停着的货柜车，眼神有些疑惑。对方汽车竟然没有将车辆烧毁。对方很聪明，这里距离市区虽然不近，但是也不远。如果焚烧车辆，那么升腾的烟雾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反而会让他们提前暴露。所以烧车不如不烧。王顺点了点头，这个他确实没想到。这样也好，货车既然完好，说不定会留下不少线索。发现车辆的侦缉员没有私自检查，怕破坏现场，所以大家都在等陈岩来。刚到现场，陈岩就开启了嗅觉基因锁和视觉基因锁。冻肉的味道很重，有血腥味，应该是车辆失去动力，不能制冷，车厢内的冻肉软化。怎么还有一股淡淡的焦糊味？车辆明明没有烧毁，怎么会有焦糊？随后便打开了车厢，里面是一具已经烧焦的尸体，众人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尸体虽然烧焦，但是还有大部分残留物，一部分衣物也还在。这个敌人确实很狡猾，货柜车的这条线索基本上彻底断了。会议室内，陈岩盯着案情分析板，尝试着推理案情。如果我是凶手，我为什么要嘎了司机？司机是我的同伙，3个月前就潜伏进了牛肉加工厂，是我们安全撤退的保障。可是逃出来后，我为什么要嘎了他？很简单，他活着就是给侦缉人员留下一条线索。货柜车的事情可以瞒得了一时，但却瞒不过一世，对方早晚会发现，所以司机必须是弃子。高空无人机的购买情况查得怎么样了？王顺现在看陈岩的眼神绝对是膜拜了，已经有眉目了。刚刚查询到，半年来共有5人购买了高空无人机，其中3人是电视台的摄影师，高空无人机也是电视台在使用，他们每一次使用都有记录，基本排除了作案可能。另外2个人是什么情况？其中一个叫洪涛，经营一家无人机爱好者俱乐部，另一个叫张震，开了一个无人机租用店铺。一个无人机爱好者，一个无人机租用店铺。明天一早立即排查这2人，尤其关注那个张震，我要他店铺里所有无人机的出租记录和承租人信息。王队，安排大家先休息，养好精神，明天还有硬仗。OK。一早陈岩便来到了队里，众人已经忙碌了起来。跟着陈岩一起从中市过来的王刚、赵斌也跟着京市侦缉队的专案组成员出去开展调查工作，留下张朝阳配合陈岩。陈组，这是昨天我们在监守附近发现的体液所有者的信息，
有个男人已经传讯到案，我已经派了侦缉员突击询问。陈岩点了点头，显然昨天还有部分侦缉员没有休息，在通宵工作。有没有什么发现？这9个人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我们重点询问了他们最近的隐私生活，有5个人已经交代了。具体什么情况？最近1个月内，这5个人都曾经有过一段飘场经历，但是他们对对方的情况知道的不多。根据这5个人交代，他们都是后半夜在街上碰到招揽顾客的女人，但是天色黑暗，他们并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但是女方的要价不高，只有50块钱。这几个人看对方身材不错，就动了心思，可是女方坚持在户外，而且这几人坚持的时间都不长，发泄完就走了。哼，立即采取措施，挖开另外4个人的嘴，我要知道他们被招揽交易的地点。陈岩从对方策划的手段来看，显然对方已经是策划已久的。劫一个还有8个月就刑满释放的女囚，为什么？难道因为爱情？这根本不可能，那就是利益。这个张小华身上一定有着天大的利益，否则对方根本没必要提前3个月布置策划，刻意安排内应入监，使用高空无人机空投体液，致使对方怀孕。但是这里边也有一点，如果张小华身上有重大利益牵扯，那就不应该是入监的时间发生的，绝对是入监之前就有。那么对方既然已经等了2年，为什么就不能再等8个月？要知道，等张小华恢复自由，一切都水到渠成，根本犯不着劫囚。嘎了2个内勤，1名医生，还抢走2把枪，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变故，让对方没有办法等8个月。这是孤注一掷。只不过张小华没有亲人，生前只不过是金氏瑞豪医药办公室的一个文秘，社会背景简单，没有仇人，没有爱人。至于和张小华一起失踪的王丽丽，倒是有点背景。小日子国留学归来的护士，醉驾入监前在瑞豪药业下属的私立医院当护士。等等，不对劲，为什么2人都在瑞豪药业工作？就在此时，安排排查洪涛和张震的侦缉员回来了。组长，洪涛和张震的排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陈岩转过头，眼神中颇有些期待。结果怎么样？但是侦缉员却摇了摇头。张震的无人机店铺出租的大多是普通无人机，他购买的高空无人机只租用出去过1次，是被一个传媒公司租出去拍摄高空视频。我们已经查验了相关记录，没有问题。至于那个洪涛，他购买的高空无人机颇多，这几年基本上每隔半年就购买1架。买这么多？陈岩微微皱眉。要知道，高空无人机可不便宜，他买这么多高空无人机干什么？查到他买这些高空无人机的用途了吗？查到了，一共是7架高空无人机，他会定期组织会员参加无人机飞行比赛。他都组织什么比赛？哦，我大概问了一下，有低空障碍技术赛，有低空竞速比赛，还有高空竞速赛等等。陈岩细致地听着侦缉员汇报，当听到高空竞速赛的时候，突然打住。那个高空竞速赛是什么意思啊？哦，这个我听说过，无人机高空竞速其实就是比拼无人机控制者在高空控制无人机的能力。无人机的高空飞行和低空飞行不同，它周围没有参照物，只有一个遥控视频。要想控制高空无人机在一定时间内从一个区域飞到另一个区域，也是比较困难的。陈岩点点头，这方面他虽然不太清楚，但他知道无人机飞行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呵呵，你以为你用别人的无人机，我就找不到你了？这一次猎人也很狡猾，立即逮捕洪涛。等等，我们这一次来个暗中调查。陈岩本想直接逮捕洪涛，但是如此一来，一定会打草惊蛇。从目前的线索看，陈岩有很大把握，确定犯罪嫌疑人就在洪涛的无人机俱乐部会员当中。飞天无人机俱乐部，一进门就有一个清秀的女服务员上前。几位先生好，请问是想购买无人机，还是了解下我们俱乐部？你好，我们老板想咨询一下无人机入会的事情。王顺像个司机一样，张朝阳像个跟班，毕竟无人机还是年轻人玩得多。王顺和张朝阳一看就是跟这个文艺挨不上眼。张静偷偷看了一眼陈岩，此刻的陈岩像个吊儿郎当的2代，满脸好奇地看着俱乐部。你们这地方行不行啊？我看装修一般啊。王叔，我就说还得去省城，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玩的？这位先生你好，我们俱乐部技术大神多，即便在整个江省都是数得着的，尤其是我们老板洪涛，那可是今年江省无人机低空障碍赛季军。张静虽然长相清秀，但是身材火爆，陈岩原本不在意的眼光放到张静身上就挪不开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惟妙惟肖。嘿嘿，我叫陈岩，这位小姐贵姓？我觉得你们俱乐部不错，还麻烦你给介绍一下。说着，2张100元大钞直接塞进了张静手里。本少爷做人有个原则，谁让我高兴，我就让谁发财。说实话，张静见过富2代，但是这么帅的，还这么有个性的富2代，还真少见。陈先生你好，我叫张静，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俱乐部吧。说着，小姑娘稍微往陈岩那边迈进了一小步。小姑娘很健谈，对陈岩是有问必答。不到1个小时，陈岩就把这个俱乐部摸得差不多了。身后4、5米远，一直跟着陈岩的王顺和张朝阳算是长了见识了。特么的，头一次见过这么暗中调查的，都快把人家服务员拐走了。
王叔，陈岩给了王顺一个抬手的动作。张小姐，等我电话，我来接你，咱们共进晚餐怎么样？王顺到底是老真机，是个聪明的，赶紧掏出兜里的1000块钱，递给陈岩。陈岩把钞票塞进小姑娘腰间的裤兜，手指还刮了一下张静腰间软肉。哎呀，真不好意思。小姑娘差点直接就倒地了，双眼如水，秋波荡漾。车上的气氛极度安静。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啊！队长，您说什么？什么事？陈岩对张朝阳的表现很满意，但是王队怎么不说话？王队，我这可是为了金氏侦缉队在办案。陈组，这我知道，可是那1000块钱谁给报销？王顺的1000块估计要打水漂了，但是陈岩觉得是值得的。王队，您这个钱可花得值。根据张静提供的线索，无人机高空竞速赛就是在金市第一监守所东方差不多2公里的一座小山头进行的，而且有位叫陆蕊的女孩是一名无人机高空竞速高手，在7人比赛中经常获得第1名，但是在最近的比赛中成绩却很不理想，从第1滑落到中游，有2次甚至是最后1名。陈组，你是怀疑这位叫陆蕊的女孩？不错，立即对陆蕊进行秘密调查，我要关于她的一切资料。注意，不能打草惊蛇，不要上门访谈，也不要走访周围邻居，从现有的资料中查起。OK。1个小时后，关于陆蕊的信息陆续汇总在陈岩面前。陆蕊，女，26岁，金市本地人，家庭住址南园区建工家属院，4年前留学小日子国，2年半前回国，目前待业在家。陆蕊父母1年前病逝，没有其他亲人，只有一个男朋友，叫做林浩南，是瑞豪药业的高级研究员。看着案情分析板上陆蕊的照片，陈岩的嘴角略弯。瑞豪药业怎么哪都有你？全体都有，立即行动，抓捕陆蕊。OK。各位，对方可能有枪，一定要注意安全，必要时可以采取果断措施。抓捕这种事就不用陈岩上场了，因为对方有枪支在手。金市侦缉队已经申请了武装保卫队伍的支援，陈岩也是第一次指挥着这么危险的任务。强制破拆3号楼3单元101室防盗门。收到。一枚闪光弹眩晕效果过后，全副武装的保卫队员立即冲击。报告，任务已完成，制服1名女性嫌疑人，2名男性被击毙，丢失的枪支已经找到，还有一具早已经凉透的尸体。陈岩看向女时，正是已经失踪的张小华。把他铐上，带回审讯。陆蕊，你的间谍身份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下的事，现在看来只是协助犯罪，罪不至死。可是，如果我们找不到王丽丽，你会有什么下场？不用我说了吧？面对陆蕊，陈岩撒谎没有一点心理压力，尤其想起2名牺牲的内情，还有那名无辜的医生，陈岩满腔怒火。我不是主谋，我只是一个外围人员，负责策反林浩南的。策反林浩南？我没说谎，我回国后的任务就是接近林浩南。说下去。2年半前，我从小日子国回来，目的就是为了接触林浩南。随着陆蕊的交代，整个事情的脉络逐渐清晰。瑞豪药业从10年前开始研制一款治疗肺癌的靶向药物，终于在2年半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按照计划，5年内就能进行临床试验。林浩南正是这个项目的核心研究员，当年的重大突破正是林浩南发现的。陆蕊接近林浩南，利用美色和金钱的诱惑，策反了林浩南。2年前，林浩南把靶向药物的研发方程式储存在了硬盘里，想要卖给小日子国的药业集团，但是实验室的安全管理非常严格，他没有办法把硬盘带出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小华陪同办公室领导视察实验室，林浩南就偷偷把硬盘放到了张小华包里，但是没成想张小华当时就发现了林浩南的小动作。不过张小华当时没有声张，反而将硬盘藏了起来，威胁我们。后来没2天，张小华晚上酒驾出了事就入监了，我们把他家都翻遍了，最终也没有找到硬盘，但是他人在监守，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等待他刑满释放。陈岩皱眉，这也是他不理解的地方。对方明明还有8个月就刑满释放，陆蕊他们怎么就等不了了？你们既然已经等了2年，这一次为什么铤而走险？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是就在3个月前，瑞豪药业的靶向药物研究再一次取得重大突破，药物研制的速度大大加快，临床试验的时间肯定会提前。林浩南是其中的核心成员，对这些流程很清楚。如果我们还拿不到方程式，这2年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所以你就策划了这一切？不，我只是参与者，就帮着他们控制了一下无人机，整个活动不是我策划的。不是你策划的？哼！陆蕊，林浩南都是你策反的，现在你以为我们没有抓到林浩南，你就能撇清责任？真的不是我策划的，我只是为了钱，不会策划嘎人。整个行动都是林浩南策划的，包括让王丽丽故意醉驾入监，给张小华传递消息。还有王丽丽，她原本是和我一同执行这个任务的，只不过方向不同。林浩南策划，王丽丽具体实施。那个接应他们的司机也是王丽丽嘎的。对了，
林浩南和王丽丽今天早上就已经在张小华那得到了藏硬盘的地方，你们快去抓他们！此刻的陆蕊好像比陈岩他们更想让林浩南入网。他们在哪？陆蕊的审讯突破很快，对方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招了。王队，通知下去，立即全程搜捕林浩南、王丽丽。OK。陆蕊到案后，很快就交代了一切。根据陆蕊的指引，侦缉队员在一家小超市发现了2名捕获嫌疑人，没想到这2名嫌疑人挟持了超市的1名工作人员。林浩南、王丽丽，你们只要保证人质的安全，我可以答应你们任何条件。为这个案子，已经牺牲2名内勤，答了1名医生。陈岩不能再让无辜群众出现伤亡。我们要直升机送我们到公海。里边传来的声音竟是一道女生。王丽丽，就是那个在救护车内用血压计嘎了2名内勤的凶手。陈岩眼中喷出怒火，恨不得当场击毙这个女人。没问题，直升飞机我们现在就可以调遣，但是这需要时间。另外，我要确认人质安全。此刻，超市外已经被团团包围，狙击手已经在远方待命，随时可以发动攻击。不可能，半个小时，直升机必须达到，否则你们就都等着给人质收尸吧。救命！我现在还没有受到伤害，我好怕怕呀！叔叔救救我！王丽丽声音刚落，里边响起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王丽丽，我知道你和林浩南在里边，但是没有见到人质，只听声音，我无法确认人质是否活着。这样，我现在只身一人进去跟你们谈判。我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有了我，你们会更加安全。不行，组长你不能进去，现在里面是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你这个时候进去太危险了。说着，王顺就要上前拉住陈岩，但是陈岩已经打定主意，一把挣脱开王顺的拉扯。王丽丽，我身上没有任何武器，我现在就进来了。里边的人显然在思考陈岩说话的真假，虽然没有答应陈岩的要求，但是也并没有反对。陈岩小心地向前挪步，直到陈岩已经靠近超市大门。把手举起来，慢慢走进来，其他人不要动，否则咱们就鱼死网破。进了超市，陈岩便看见1名5大3粗的壮汉，被反绑着双手，嘴上绑着胶带。女人躲在壮汉身后，露出一只眼睛，仿佛毒蛇一般盯着陈岩。收银台里则躲着一个男人，此刻半蹲在地上，只露出半个头，细细地打量着陈岩。林浩南、王丽丽，现在的情况你们很清楚，外边的人已经把你们包围了。即便你们有这个人质，时间长了，外边的人也有可能强攻进来。你们强攻进来，就不怕我嘎了人质吗？王丽丽，你在劫囚的时候嘎了内勤，性质有多严重，你们自己清楚。如果我的谈判没有成功，那么外边的人一定会强攻，到时候人质有可能死，也有可能不死，但是你们2个一定会死。王丽丽自然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也明白嘎了押运他们的内勤是什么罪，但是此刻王丽丽并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了林浩南。既然是谈判，你有什么建议？这个人质只是普通人，而且你们看他5大3粗的，体重都有200斤，王丽丽控制他肯定不易。你们把他放了，我留下当人质，怎么样？他虽然5大3粗，但只是普通人，王丽丽一招就能让他毙命。可是你这么年轻，就能担任侦缉队的行动指挥，相比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你的危险性要大得多。没想到这家伙还挺聪明。我想你误会了，我能成为指挥官靠的是脑子，不是四肢。不信你让王丽丽看看，我这细胳膊细腿的，也不像是能打的人啊。陈岩一边说着，一边朝着王丽丽走近几步。王丽丽朝着林浩南点了点头，示意陈岩对他来说没有威胁。你趴在地上，双手抱头，2腿岔开，不要动。王丽丽是经过训练的，她知道什么姿势下人不可能发动攻击。这时，林浩南也从收银台后边爬出来，不知道从哪里取出一捆扎带，给陈岩的双手放到后背上，用扎带绑住。你为什么爬着走？地上不凉吗？呵呵，你们有狙击手，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小子特么的还挺小心的。你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跪下。王丽丽一边将壮汉推搡着，一边挪出一个空档。陈岩依照命令，慢慢的接替了壮汉的位置。就在壮汉推开门的瞬间，陈岩嘴角上扬，感受着后脑勺王丽丽传过来的呼吸，脑子狠狠地撞上去。随后又是一记膝顶，王丽丽连遭重击后，后脑重磕在地面上，昏厥过去。正在此刻，陈岩看见惊慌失措的林浩南想从后面偷袭，陈岩借机一跃而起。就凭林浩南这小身板，陈岩一个高空膝撞就断了他不知道几根肋骨，然后就翻着白眼晕了过去。恭喜宿主成功侦破越奸嘎人案，奖励开启力量基因锁。咱们这位组长看着文质彬彬的，原来这么忙。我操，那女的鼻子都他下去了，快没人样了。还有那男的又胸塌陷，估计一排肋骨都折了。所有涉案人员到此全部落网。接下来的审讯比陈岩想象的还要快。有些让陈岩感慨的是，陆蕊说的大概都是实话。你们只要晚发现1天，我们就能出海，到时候谁也找不到我。即便到最后，林浩南面对审讯依然是一副不以为然。但是
策划越奸、沓害内情、参与间谍活动，无论是哪个罪名，陆蕊、杨浩南、王丽丽都别想再浪费粮食了。返回中市的车上，陈岩情绪有些低落，王刚、张朝阳、赵斌也有些沉默。案子虽然侦破，但是牺牲的2名战友、1名医生却再也回不了了。是你的心有鬼，干脆死在你的。经常打人的保镖都知道，在打人的时候，加上酒精跟硫酸可以让人痛苦的离去。报告秦队、张队，侦缉2分队副队长陈岩完成任务，现在申请归队。哈哈，陈副队长，我不是说了吗？到这就跟到家一样。对了，小陈，今天叫你过来，还有一个事，请队长指示。我哪有什么指示，是省侦缉大队的刘劲松大队长有指示。刘大队长，不错，这次的越奸嘎人案性质非常恶劣，对方不仅劫囚，还杀害内情，抢走枪支，而且这起案件还涉及商业间谍。如果没有及时侦破案件，让药物方程式流落境外，造成的损失将非常巨大。再加上你上次在美日国际医院器官走私案中的表现，上面决定对你再次授予个人2等功勋章。又一个2等功。陈岩被秦川的话吓着了。当然还有升职，同时还会对你有新的人事任命。新的人事任命？难道要给我扶正？不好吧，老刘才坐上队长的位子没几天，自己就要把他顶下去。嘿嘿，秦队，老刘是我师傅，我进侦缉队后就是老刘带的我，他这队长还没干上几天呢就退下来，这个不太好，要不您看就算了。小陈，你误会了，老刘的位置不会动，省侦缉大队那边对你有新的任命，准备聘请你为省侦缉大队的特别顾问。特别顾问？特别顾问就是省侦缉大队为了将已经退休的、经验极其丰富的老侦缉能够在帮助侦缉队办案而采取的一种特殊聘任关系。不仅如此，有很多其他领域的专家、教授也可以聘任为特别顾问。能够在任职期间就被聘请为特别顾问，陈岩也算是江省侦缉大队第一人了，能力够强，面子够大。第2天一早，陈岩就被急促的电话声吵醒。张队怎么这么早打电话？陈岩，赶紧来市侦缉队，有大事发生。中市侦缉队，陈岩眉头紧皱，看着屏幕上投屏的视频，表情严肃。视频很简单，是一个直播间画面，一个浓妆女人正在和粉丝互动。半分钟后，女人似乎听到了敲门声。家人们，应该是你们让我定制的蕾丝内衣到了，等我一下下，咱们马上开付费直播哦。女人起身离开，直播间的弹幕又是一阵狼嚎。之后，画面中没有人出现。你是谁啊？救命！突然，一声尖叫从空置画面中传出，声音里充塞恐惧和惊慌，让人有些毛骨悚然。这是勇士侦缉队发过来的视频节选，惊叫声传出来后，女主播再没有出现在直播画面内，直到1天后，榜一粉丝才报案。说着，张云虎将案情通报递给陈岩，秦川坐在一旁，同样眉头紧皱。案子是5天前发生的，上头要求勇士侦缉队10天内破案，但是5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案件侦破的进度很小。经省侦缉大队研判，决定组建支援小组，由省侦缉大队侦缉处处长梁刚同志任组成。陈岩以特别顾问的身份任副组长，前往勇士支援。最强警察养成系统任务发布：侦破直播凶杀案，限期20天，完成任务奖励开启耐力基因锁，失败或者超期将取消任务奖励。 20天的破案期限，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上一个月奸诈人案牺牲了2个内勤，还涉及2支枪械，中间又有商业间谍，才不过10天而已。这个直播间嘎人案竟然要20天。然而，案情就是命令，不管系统是否发布任务，陈岩都会去。勇士侦缉队、省侦缉大队侦缉处处长梁刚已经先到一步。陈岩被接进会议室的时候，梁刚正在听取案情通报。梁处长刚一进会议室，制服笔挺的陈岩快走2步，来到梁刚身前，笔直立正敬礼。中市侦缉队陈岩向您报道，请指示。哈哈，你小子跟我还客气什么？要不是你不想来省队，咱们爷俩可就搭班子了。过2年，你可就接我的班了。梁处，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能力去省里，还不是给您添麻烦。一旁的勇士侦缉队队长任洪峰听着2人的寒暄，心中震惊。听这话的意思，这个陈岩上边是要他要接梁刚的班，结果人家还拒绝了。来，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勇士侦缉队队长任洪峰。任队长好。陈队长好。陈队，你的名声可是如雷贯耳啊！上一段时间，金市的老王还给我打电话，说你帮了他们大忙。任队长客气了，都是王队他们配合的好，我也就是帮了点小忙。来，大家不要客气，大家都坐，时间紧迫。洪峰介绍下案子的情况。OK， 梁处，陈队长，案件发生在4月16日上午9点，死者谭小文直播间的粉丝报案，
5天来，我们重复多次勘察现场，但是凶手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尸检的情况怎么样？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死者面部皮肤被利器割下，脸部肌肉残留酒精，后背脓硫酸损毁，直接死因是失血过多。失血过多，对方是在死者生前进行的割面吗？根据尸检的报告和现场血迹喷射的形状来看，凶手是在死者意识清楚的情况下，用利器割下面部皮肤，然后涂抹酒精，最后泼洒脓硫酸。陈岩微微皱眉，这让陈岩想起了上一段时间的血色十字案。凶手为了让死者承受包皮的痛苦，就是用酒精在死者昏厥过去后，刺激死者再次苏醒的。任队长，诸位，既然已经听取了案件的基本情况汇报，下面我宣布，16支波嘎人案专案组正式成立，由我担任组长，省侦缉大队特别顾问、中市侦缉队陈岩同志任副组长。根据指示，我这次奉命前来支援，担任专案组组长，主要是负责居中协调。案件的具体侦办工作由副组长陈岩队长负责。陈组长，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听了梁刚的话，陈岩微微一愣，本以为这次是跟着梁刚过来学习，一切都有梁刚做主，他打好配合就行了。杨组长，接下来我想还是先到现场看看，然后再做具体工作安排。好，这方面听你指挥。陈岩一行人来到案发现场，虽然已经过去了5天，但是依然处于封锁状态。抬起头，正好有一台监控监控着整个廊道。顺着陈岩的视线，任洪峰也看到了监控。这栋楼是3年前才完工交付使用的，监控设备齐全，每一层的廊道内都有这样一台监控。任洪峰跟在陈岩身后，表情再次有些无奈，然后招了招手，叫过身后一个年轻侦缉员。当天的视频，王璇已经仔细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报告陈组长，我查看了案发时间段的视频，当天没有任何人出现在视频内，可是死者仍然被害。而一旁的陈岩却微微一怔，没有任何人出现在视频内，这怎么可能？早上的直播视频，我明明听到敲门声，还有死者跟直播间的粉丝说他要去取定制的蕾丝内衣，而王轩却说监控里没有任何人。任队，刚刚王轩说视频里没有发现任何人，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视频我也看过。突然，任洪峰脸上的表情陡然僵硬。死者生前离开直播就是听到敲门声去拿快递的，而且经过询问，快递小哥确实是去送过快递，视频里为什么没有他？陈组长，这是我们的疏忽，把这个重要线索给落下了。王轩立即组织人手排查询问当天监控室值班的保安，查清楚视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王轩不傻，陈岩一发问，他也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这一刻，王轩也极度懊恼。不用自责，这种忽略是常有的事情，不是你责任心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启了视觉基因锁的陈岩看向监控摄像头，随后便发现了异常。问题应该不在监控室那边，而是在这里。问题在这里。王轩和任洪峰有些疑惑地看着陈岩，两人又抬头看向监控摄像头。这里能有什么问题？王轩，去取一个梯子过来。梯子？王轩愣了愣，不明白陈岩要梯子干嘛，有些不解地看向任洪峰。看我干什么？去找梯子。这就去，这就去。没过多久，王轩就扛着梯子回来了。随后陈岩爬上了梯子，一通捣鼓，很快便发现猫腻，竟然是一个不到指甲盖大小的硬纸片，上面有图案。微缩照片。任洪峰一眼就发现了纸片上的图案，正是这个廊道内的空置景象。不错，正是微缩照片。对方提前将照片粘贴在摄像头上，这样一来，摄像头上传到监控室那边的图像就是照片的图案。监控室那边对着几十个屏幕，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发现的可能。将照片放在证物袋中后，陈岩认真看向王轩。王轩立即排查案发日前所有的监控视频。OK。此时王轩正憋着一肚子气，心中暗道这次一定要认真仔细，绝不会再犯低级错误。走进房间，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房间内气味驳杂，属于人身体的气味大概几十种。除了凶手、死者之外，还有很多侦缉员勘察过现场，显然通过人体气味来追踪凶手肯定是不可能。但除此之外，仍有一种特殊味道让陈岩警觉，那就是隐藏在浓郁的血腥味下的一丝丝尸臭。死者被发现的时候，距离死亡具体多长时间？28小时。根据尸斑的形状、深浅和尸体僵硬情况判断，我们发现死者的时候，距离死者死亡时间是28小时左右。来到死者直播的地方，也是死者生前的卧室。电脑桌上只有电脑屏幕，主机已经被勇士侦缉队拿回去检查，然而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转身走出卧室，陈岩来到洗手间。凶手能残忍地割下死者面部组织，那么大概率不是无心之举。消失的面部组织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肯定是被对方带走了，起码也是带出了这个房间。对方大概率是不可能将鲜血淋淋的皮肤带走的，很有可能会在洗手间内对皮肤进行清洗。陈组长，这个洗漱盆我亲自检查过了，下边的弯管也打开过，还有厨房的洗菜池也检查过，里面没有血液痕迹，对方应该没有用过这个洗漱盆，厨房的也没用过。陈岩当然相信任洪峰的判断，一名老侦缉亲自检查过的东西，一般不会有纰漏。任队，这个地漏你们有人碰过吗？地漏？这个地漏还真没检查过。陈岩蹲下身，
靠近地漏，开启嗅觉基因锁，果然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从地漏里传出来。陈岩小心翼翼地将地漏表面的金属片取出，装进证物袋，随后就用镊子在里面一通捣。片刻后，任洪峰和身后的王轩一脸震惊地看着陈岩手中的镊子，长长的镊子上夹着一柄手术刀。这……王轩磕磕巴巴的看着手术刀，都快说不出话。陈组长，这可能就是凶器。打人案的侦破最注重证据链的完整，而凶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立即对凶器进行检查。这5天任洪峰的压力非常大，5天时间，案件一点进展都没有。可是陈岩仅仅来了几个小时，就发现重要物证。陈组长，现在我老认识服了，您这简直就是……陈组长是王建副队长，他那边负责排查楼内人员，这时候打电话可能有什么新发现。陈岩点点头，示意任洪峰接电话，不用在意自己。老王，有什么发现吗？然而接起电话的任洪峰仅仅片刻，脸色大变。陈组长，出事了！永市海丰路嘉禾苑小区3号楼202室，陈岩、任洪峰赶到的时候，已经有侦缉员在现场。陈组长，人对，我开车正好路过附近，接到队里电话，直接就赶过来了。梁组长从队里出发，距离这有些远，还在路上。附近侦缉分队的同事已经在开始勘察现场了。此刻的任洪峰脸色黑得可怕。陈岩在谭小文死亡案发现场的重大发现，本来让任洪峰看到了案件侦破的希望，但是任洪峰怎么也没想到，那边的案子刚有眉目，这边居然又出了凶杀案。我被省侦缉队聘请为特别顾问，在帮助永市侦缉队破案的时候，却再次发生了嘎人案。脸色凝重的陈岩走进现场，瞳孔猛地一锁，死者仰面躺在床上，喷洒的血迹到处都是，面部的皮肤组织同样消失，淡淡的酒精味道被血腥味掩盖。在浓重血腥味的掩盖下，除了酒精的味道，还有一些淡淡的尸臭。陈岩看向死者漆黑的面部，还是浓硫酸。陈组长，凶手的作案手法和谭小文的案子一模一样。死者面部组织消失之后被泼洒浓硫酸，死因初步断定是失血而亡。死者的身份能确定吗？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高美美，26岁，一家美容院的前台接待。死者的包里有身份证、手机和一些现金。凶手根本没有想要掩饰死者身份。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根据尸斑的形成和尸体僵硬程度来看，应该是昨天晚上12点左右。午夜到现在的话，时间不足24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内，按理说不应该有尸臭啊。皱着眉头离开床边，陈岩下意识地走向卫生间。谁报的案？是一名家政阿姨。根据家政阿姨问询笔录，死者高美美雇佣她每隔3天来打扫房间。今天正好是她过来打扫的日子，而且这里并不是死者的住所。家政阿姨每次打扫的时候，都会发现不少计生用品。我们在死者的手机中也发现了不少群组，对方是做兼职的。做兼职？这里是死者专门做兼职的窝点。初步来看是这样，我们已经联系了高美美工作的单位，她平时都是和一个同事租房子住在市中心。陈岩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在地漏。陈组长，对方不会这么嚣张吧？对方不是嚣张，而是觉得藏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王轩小心翼翼地把金属片放进证物袋，镊子探进地漏，随后一柄狭长的手术刀被镊子夹起，放进证物袋。这难道就是凶器？陈岩等人回头，正看见梁刚进来。梁组长，正是凶器。陈组长在上一个受害者家中卫生间的地漏中发现了凶器，没想到这次作案，凶手又把凶器藏在了地漏里。小陈，你可真是名不虚传啊！这么快就发现了凶器。凶器在凶杀案中的重要性，梁刚作为老侦缉，比任何人都清楚它的重要性。同志们，16直播嘎人案和昨天晚上的出租屋嘎人案，凶手作案手法惊人相似。经过请示上级，现在2个案件正式并案处理。现在各组汇报情况。我这组负责谭小文居所的走访调查。先说说这边的情况。死者谭小文家庭背景简单清楚，父母在本市乡镇务农，为人老实，和村里人没有仇怨，所以因为父母的原因导致仇杀的可能性基本太低。谭小文以前从事微商，卖一些化妆品或者是类似玻尿酸的美容针剂，1年前开始做主播。我看过谭小文被嘎时的直播视频记录，当时他曾经喊过救命，他的邻居应该能够听到，为什么没有反应？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对谭小文的邻居进行了走访，据他们说，这个谭小文家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救命声，当时他们报警了，我们也查了出警记录，结果是谭小文在河坊一大个表演，罚款2000。陈岩有些无奈的点点头，接下来自然就是狼来了的故事。第2名死者高美美，职业是美容院前台接待，和她居住的室友我们已经取得了联系，她正在出差，明天返回影视。接下来，请陈岩副组长部署下一步的办案方向。首先，根据凶手的作案手段，结合2个凶案现场没有任何财物丢失和初步的排查，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起报复性嘎人案件。第一，以最快的速度做好凶器的痕迹鉴定。任洪峰点头，
如果凶手在凶器上留下痕迹，办案速度将大大加快。第二，排查谭小文家门口的所有监控记录，尤其是快递员、外卖小哥，争取找到给视频做手脚的人。第三，立即清查谭小文的手机，还有要清查高美美的手机微信记录，清查半年内和谭小文、高美美两人发生关系的所有人员。陈岩顿了顿，看向案情分析面板。凶手作案极其谨慎，这个人对谭小文和高美美的作息了如指掌，想要做到这些，仅通过观察、跟踪不一定能做到，所以凶手很有可能和2名被害人直接接触过。最后，彻查2名死者有没有生活或者工作交集。连环打人案隐藏在表面下的，一定是某种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很有可能发现凶手的作案动机，甚至预测凶手的下一步动作。因为陈岩有一种预感，对方很有可能会再次作案。专案组像是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按照陈岩的部署，开始各项工作。最先反馈的是凶器上的痕迹鉴定结果。很遗憾，2柄凶器都是普通的手术刀，没有任何特殊，上边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等痕迹，只有少量遗留下来的属于被害者的血迹，证明凶手使用这2柄手术刀割去了受害人的面部皮肤。不过陈岩也不是太在意，没有发现线索也是预料之中的事。陈组长，谭小文家门口的视频已经查过了，没有什么发现。小区的监控视频只能保留3天，监控视频是循环覆盖的。我们当时虽然拷贝了视频记录，但是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果然，凶手应该很了解这个小区的视频监控情况，这才敢如此大胆的给视频监控摄像头粘贴照片。谭小文租住小区的监控最近有没有检修，或者人员辞职交替？凶手如果在案发前为了抬点刻意应聘保安，也不是不可能。小区监控室的保安我见过，一共3个人轮班，都是干了3年以上的老员工。视频检修是1年1次，今年的检修还没开始。陈岩眼神凝聚，视频的线索基本上又断了。陈岩熬了一宿，站在案情分析板前，凝眉思索。陈组长，高美美租住的小区内有重大发现。第2起案件发生之后，全队上上下下毫无线索，没想到任洪峰的重大发现，却再次让案件的侦破有了希望。高美美居住楼栋的对面1楼一户人家，在客厅内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原本是家长用来监督检查家里孩子写作业用的，结果摄像头当晚正好面对窗外，记录下了当晚的情况。视频中，一个女人和男人前后脚走进高美美租住的单元，然后高美美租住的房屋中灯光亮起，隐约有人影闪烁。23点36分，男性身影离开之后，又一道身影走进单元楼，看不清脸，但能分辨出是长发，戴着帽子。因为已经是深夜，之后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人从单元楼内进出。21日0点32分，高美美房间内灯光熄灭，戴帽子的长发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内。与刚刚来的时候不同，此刻的身影手中似乎提着一个袋子，而高美美的身影再没有出现过。任洪峰暂停了视频播放，所以这个长发戴帽子的人影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不会吧，凶手竟然是个女人！虽然看不清对方的样貌，但众人都觉得离凶手更近了一步。任队，你安排人继续排查高美美小区内的住户，看看是否还有视频记录下来。另外，根据现有录像中的体貌特征，在天眼系统内追踪嫌疑人。OK。陈岩再次看向定格的视频，这个人目前只是嫌疑比较大，但是和高美美一同回到出屋的男人，同样无法洗脱嫌疑。任队，从高美美床上收集的毛发、皮屑有没有提取到 DNA？ 技术人员还在工作。陈组长，高美美的尸检结果出来了。任洪峰说话间，负责跟踪尸检和化验的侦缉员带回了消息。还有从高美美家里提取到的一些毛发、皮屑，我们都完成了 DNA 提取，并且完成了身份确认。经过确认，在高美美家里提取到了12个人的身体组织样本，而这12个人中有医生、教师、司机、老板，什么行业的都有，而且都有正当工作。将这12人全部传讯到案，逐一询问。OK。至于高美美的尸检结果，和谭小文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高美美在生前有过亲密行为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异常。陈组长，2位死者的社交软件已经清查完毕，结果怎么样？首先是谭小文，从其社交软件上看，1年前接触的人都是微商，后来开直播后，大多交往的人都是直播间里的粉丝。最近半年和谭小文发生关系了，就是他直播间里的榜1和榜2粉丝。高美美的社交关系要复杂一些，还有不少群组是那种兼职了，发生关系的人要多一些。一旁的任洪峰皱了皱眉，都已经发现12个了，还能多到哪去？到底多少人？从转账记录看，半年来一共是97个。半年97个，这他妈都快100人斩了吧？而且半年6个月，这相当于1个月16人，平均2天1个人。陈岩也有些惊讶，这频率比他相亲100次都猛啊！能不能确定这97个人的信息？全部确认了，可能性不大。我们已经查过了，给高美美介绍客户了另有其人，每次完事后都是那边给高美美转账，但是
条哥给那边付钱不一定是转账，也有给现金来。不过还是要尽可能多的确认这些人的信息。OK。接下来的几天，专案组在紧张繁忙的排查中度过。然而该来的总是会来到的。吴艳艳，女，25岁，优美家整形美容医院护士。死者同样是面部皮肤组织消失，然后遭受浓硫酸泼洒，脸部彻底损毁，声带被刺破，流血过多而亡。任洪峰的脸色苍白，仿佛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死者遇害时间在昨天夜里1点左右，和前2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基本一致。这次不用陈岩提醒，任洪峰直奔洗手间检查地漏。片刻后，任洪峰手中的镊子夹着一柄手术刀。众人看着这柄手术刀，再也没有发现凶器的喜悦。由于死者死亡时间不足8小时，陈岩还是发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酒精、尸臭等等。尸臭，死者仅仅死亡8小时，怎么会出现尸臭？难道是因为我开启嗅觉基因锁后，嗅觉太过灵敏？优美家整形美容医院最近因为门诊楼在做外立面装修，所有外设监控都拆除了，而死者所在的值班室位于2楼的连接处，是楼内监控的死角，所以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立即排查谭小文、高美美2人和吴艳艳的工作，还有生活交集。同时，任队组织安排走访吴艳艳的同事、家属，了解下吴艳艳的社会背景。OK， 这次的调查比较迅速，1个小时后就有了结果。陈组长，有了，这个高美美和吴艳艳竟然认识。2人的工作履历、通话记录被投影到了屏幕上。1年前，这2人都曾经在一家叫做爱美丽的美容整形诊所工作过。当时，高美美是这家诊所的前台接待，吴艳艳是护士。爱美丽美容整形诊所，爱美丽美容。第1名受害者谭小文，1年前不正是卖美容产品吗？哼，这下看你往哪跑！立即调出谭小文1年前的微商产品记录。OK， 一件件产品投影到幕布上，护肤霜、精华、面膜，什么都有。最后的一种则是玻尿酸注射液。显然陈岩的注意力定格在玻尿酸注射液上。立即查清谭小文售卖的玻尿酸是在哪里注射的。OK。组长，谭小文售卖的玻尿酸分别在3个地方注射，其中一个就有爱美丽美容整形诊所。哼，若小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立即排查谭小文售卖玻尿酸的记录，排查所有在购买过谭小文手里玻尿酸的人员。OK。一共是96个人，其中在爱美丽美容整形诊所注射玻尿酸的顾客有32个，逐一传唤这32名在爱美丽美容整形诊所注射过玻尿酸的人员。OK， 陈岩有一种预感，凶手也许就在这32人之中。这些天，陈岩一直都在揣摩凶手的作案动机。3名受害者，同样的作案手法，凶手一定是对这3人恨之入骨，才会采取同样的残忍的手段杀害被害人。那么，只要找到仇杀的原因，隐藏在表面下的真相就能浮出水面。我被省侦缉队聘请为特别顾问，没想到刚上任就被安排处理一起连环杀人案。在我的英明指导下，案子很快就发现了线索，这也让我这个警队新人意气风发。明天下午我正好去永市出差，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吃饭？明天主要是询问在诊所注射玻尿酸人员的情况，应该不会特别忙。而且任洪峰他们经验老道，我只要指明方向，他们推进工作应该没问题。没问题，明天中午见。不见不散。第2天，大部分接到传讯的人已经到侦缉队接受问询。陈岩听了几个之后，已经到了中午了。任队，我出去一趟，你们中午也休息休息。好久不见。保姆车上，陈岩看着眼前颜美无双的沈云逸，突然有一种如隔三秋的感觉，一把就将沈云逸搂进怀中。沈云逸原本美艳无双的俏脸，疼得升起红晕。这时候，陈岩还能放过吗？角气大饭店，这是永市最好的饭店之一。走下车的沈云逸好似有些站不稳，然而辛苦了1个星期的陈某人原本精神有些疲惫，但现在却红光满面，一抹坏笑挂在嘴角。听说角气大饭店的角气荷花鸡，那可是这饭店的招牌，味道可是一绝。这家饭店是老沈20年前在这开的，生意确实很好。老沈20年前开的，有钱人就是这点好，走到哪都有自家的产业。午饭过后，永市侦缉队的车辆已经在等候着陈岩了。快去吧，都来车子接你了，肯定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出了什么事？组长，刚刚我们在询问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那个爱美丽美容整形诊所是个黑诊所，没有任何资质。那些从谭小文那购买玻尿酸的顾客，在诊所注射后，会被接待的前台和护士诱导消费，不少人都在诊所接受了一些类似隆鼻、丰胸、瘦脸等美容手术。但是这家诊所医生的水平不行，有几个人因为整形失败毁容了。不仅如此，这个整形医生还把在他那接受过手术的女人都拍了隐私视频，以此要挟他们。
任队那边已经把人控制住了吗？任队安排人去了，但那个医生失踪了。失踪？怎么会失踪？难道是凶手把他绑走了？具体情况还不知道。任队已经安排3个人专门跟进这件事了。勇士侦缉队，陈岩站在询问室外，正在看任洪峰询问。你认识谭小文吗？谭小文，我死都忘不了他。女人陡然抬起头，整张脸也显露出来。饶是陈岩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也被吓了一跳。我的鼻子，要不是他，我怎么会变成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组长，这个女人叫冯瑞瑞，原本是个模特，去年在爱美丽美容整形诊所注射玻尿酸后，接受了隆鼻手术。当时是高美美接待的我，她说我虽然脸型很好，但就是鼻子有些塌，如果能再隆高一点，一定更漂亮。当时的护士叫吴艳艳，她说隆鼻就是个小手术，尤其是我这种，只要垫高一点点就可以，大概1周就能痊愈。谁知道那个畜生说全麻一点都不疼，就给我用了全身麻醉。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他还录了视频。不过胡木林说为了补偿我，没有要我的手术费。再后来胡木林一直说我的鼻子不完美，就给我一次一次的做手术。我觉得反正也不要钱，就答应了他。哪成想后来由于一次手术失败，我的鼻子感染了，整个都烂掉了。你为什么不报案？胡木林当时给我看我签的整容告知书，上边明确的说风险自理，还有我的手印。这个胡木林就是那个美容整形医生。一共有几个这样的毁容的人？一共是6个人，其中5人我们已经问询完了。这些女孩学历不怎么高，不太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然而胡木林手里有告知书，还有视频，一威胁他们也就不闹事了。另外，胡木林的爱美丽美容整形诊所，我们已经查封了。从胡木林的办公室搜出来的偷录视频，我们已经找到，有同事正在看。最后1人叫夏灵草，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我们还没有询问。任洪峰安排的很合理，凶手实施连环打人案，围绕的就是爱美丽美容整形诊所。先是拉客的微商谭小文，接着是前台接待高美美，后来是护士吴艳艳。而爱美丽诊所当时就只有这3个工作人员，除了他们3个，就剩下胡木林那个整形医生了。这些人和高美美小区发现的视频比对完成了吗？有3个人，在身高、体型方面和视频里的长发身影类似，其中就有这个冯瑞瑞。竟然有这个女人？没错，就是这个冯瑞瑞。不仅有她，而且冯瑞瑞还是和视频中身影匹配度最高的人。不得不说，勇士侦缉队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现在3件事需要跟进。第一，重点跟进另外2个人和冯瑞瑞，排查他们在案发时是否有不在场证明。第二，搜寻胡木林的下落，只有找到他，我们才能化被动为主动。第三，我们去一趟精神病医院，夏灵草那边还是要看一看才安心。OK。勇士精神医院的病房内，此时的夏灵草脸部皮肤褶皱，好像80岁的老人。胡木林这个畜生！王轩咬牙切齿，他从未如此失态过。当看到夏灵草的时候，王轩没有忍住，但是夏灵草的男朋友于亮亮始终一脸笑意，细心的为夏灵草喝粥。我被省侦缉队聘请为特别顾问，没想到刚上任就被安排处理一起连环杀人案。在我的英明指导下，案子很快就发现了线索，这也让我这个警队新人意气风发。抱歉，2位叔叔同志，林草的状态不太好。没事没事，我们就是例行询问一下，最近有几起凶杀案和夏灵草曾经做过整形手术的一个诊所关联，我们本想问问他的情况，不过你是说那个主播被嘎的案子吧？我知道他们死有余辜，还有那个医生胡木林，他嘎没嘎？他要是也被嘎了，你们告诉我，我要放炮庆祝。我们这正查案呢，能不能不要这么激动，搞得你都想当凶手一样。于先生，我们就是想问问夏小姐当时整形的一些事情。不行，绝对不行，林草不能受刺激。于先生，你放心，我们就是大概问问，不会刺激到夏小姐。绝对不行，不信你们问王医生，林草真的不能受这些刺激，会发病的。夏灵草的情况比较特殊，她发病的原因就是因为整容失败，在她面前确实不能提这些。可是王轩刚要接着说话，看到身边陈岩摆手，便后退一步。于先生不要激动，我们只是来看看，没有其他意思。陈岩看向于亮亮的眼神颇有深意。夏小姐既然身体条件不允许接受询问，那就算了。不过不知道于先生了解不了解夏灵草小姐整容的过程。于亮亮听到陈岩不再打扰夏灵草，表情缓和了不少。我也知道，都是那个微商，如果不是他，林草怎么会去那个诊所？都怪我，如果我不说他婴儿肥脸胖，他也不会去瘦脸。一旁的王轩唏嘘不已。于亮亮为了给夏灵草凑医疗费，除了正常工作外，还干过不少兼职，小区保安、装修小时工、视频维修工，什么都干。也许这就是爱情，这就是不离不弃吧。对了，于先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哦，我在城郊殡仪馆工作，是一名尸体美容师。陈组长，
于亮亮这人真不错，夏灵草的脸都毁成那样了，还不离不弃。就是这家伙眼神有点凶。这个于亮亮确实是少有的专一，这种事放在谁身上能做到于亮亮这种程度的，绝对是少有的。夏灵草看男朋友的眼光是很准的。回正机队的时候，任洪峰正在做案情通报。经过走访，另外2人没有作案时间，倒是这个冯瑞瑞一人独居，没有其他人证明。查一查他家的 WiFi 的链接记录，如果他一直在家，那么肯定会有链接记录。他总不能在家都用流量刷手机吧？对了，胡木林的行踪有没有消息？我们通过天眼系统查到胡木林的车在2天前去过城郊，但是没有回来过。城郊高速入口的监控也没有拍到照片，说明对方没有通过高速离开勇士。我们已经组织人手在城郊排查了。查一个 WiFi 记录很快，办得清楚。有线索了，冯瑞瑞撒谎了。我查了案发这段时间他家的 WiFi 链接记录，结果白天有不少链接记录，但是晚上只有3个晚上有整晚链接记录，其他时间的链接记录都在后半夜3点以后。他还有没有别的房子？没有，我查过了，这个房子是冯瑞瑞唯一的住所。组长，现在怎么办？这个冯瑞瑞有重大作案嫌疑，因为毁容而憎恨胡木林、谭小文、高美美、吴艳艳，进而以残忍的手段嘎了对方。最关键的是，侦缉队询问的时候，这个冯瑞瑞明知缘由，却依然撒谎，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现在已经是晚上，下午询问结束，冯瑞瑞就回去了。王轩刚刚已经去了冯瑞瑞的家，却没有发现冯瑞瑞，畏罪潜逃，很有可能立即全城搜捕冯瑞瑞。OK， 整个专案组精神振奋，他们感觉第一次距离凶手如此之近。也许就在今晚，这起勇士连环达人案即将告破。仅仅不到1个小时，冯瑞瑞就被抓住了。城中村，他从侦缉队出去就直奔城中村了。是的，我们抓住他的时候，冯瑞瑞正在和人做交易。陈岩当然知道任洪峰所说的交易是什么，可是他现在的情况能有人看上吗？冯瑞瑞晚上穿的虽然暴露，但是他以隐私为名，一直戴着口罩。所以他之所以前半夜不在家，就是在做这个。他也是可怜，他的鼻子不是不能治，在正规医院接受假鼻植入就能恢复，但是这个手术需要30万，他没那么多钱。这女孩子家里条件也不好，父母都有重病，根本拿不出钱给她。案子的线索再一次中断，而且断得很彻底。同时，陈岩的心里也有些发堵。不对，于亮亮，一个从事尸体美容，还临时兼职小区保安、装修小时工、视频维修工。现在联想到于亮亮的职业，陈岩脑海中如闪电劈过。王轩，咱们在高美美出租房内发现的12份 DNA， 其中1份是不是就是一个尸体美容师的？于亮亮，立即逮捕于亮亮。队伍分成3队，1队前往于亮亮的家中，2队前往精神卫生中心，3队前往城郊殡仪馆。OK， 浩浩荡荡的车队，及时在前往逮捕于亮亮的路上。陈岩一行人则是前往城郊殡仪馆的车上。于亮亮是谁？任洪峰有些疑惑，陈岩怎么突然就锁定了这个于亮亮？于亮亮是夏灵草的男朋友，我和陈组长下午去走访夏灵草的时候见过。组长，于亮亮不可能吧？哼，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提前前往于亮亮的家中的侦缉员打来电话，是另一组人的电话。任队，重大发现！我们在于亮亮家发现了3位被害人消失的脸部组织。什么？你们说发现了什么？队长，3张人面是谭小文、高美美和吴艳艳消失了皮肤组织。挂断电话，任洪峰眼神有些呆滞，接着就是一脸的不可思议，看向陈岩的目光是满满的惊诧。一行人很快就赶到了城郊殡仪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于亮亮似乎早就料到了陈岩会来。值得吗？陈警官，如果是你，你觉得值不值？如果是我，陈岩想起了下午刚刚见过的夏灵草，那恐怖骇人的脸，还有沈云逸中午刚刚见过的小玉姐。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沈云逸身上，你看，我只是说一说，你都这么大反应，所以你说值不值？随后陈岩平复了一下心境。第一，你为什么要把谭小文他们的脸部皮肤割去，还让他们如此痛苦的死去？他们都是林草毁容的帮凶，既然他们让林草毁容，那我就要让他们也毁容，这不是很公平吗？第二，我们在高美美遇害的小区发现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的身影戴着帽子，披着长发。我当时查过那个小区，知道那地方没有监控，但是我怕万一谁家里自己安监控拍到我，所以就弄了银假发遮掩。最后一点，你是怎么进入谭小文和高美美家的？很简单，我已经观察过他们2个很长时间了。谭小文，我是在给他送东西的快递员走后1分钟敲门，假装快递员忘了让他签字。谭小文以前收快递我观察过，他从来不签字，所以他这次应该也没有签字。果然，我一敲门他就开门了。高美美那边就更简单了，她的那个房子是他租的，专门做交易用的。我去过，为了摸清楚情况，还玩了一回。至于吴艳艳，我那天下午去他们医院拉尸体，半路说肚子疼，和同事说了一声去医生那看一看。原来于亮亮那天下午确实是去看病。
但并非是因为真的肚子疼，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伎俩。看完病后，他并没有出医院，而是藏在地下车库2楼交界处的一个储物间内。等嘎了吴艳艳之后，第二天上午，他又大摇大摆地搭乘殡仪馆的车离开。于亮亮，你把胡木林怎么样了？哼，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不把他挫骨扬灰，如何能解我心头之恨？带回去，值得吗？陈岩再一次问于亮亮值得吗？于亮亮原本镇定的神情突然有些慌乱。陈岩已经问过他这个问题。陈岩看了看身边的同事，欲言又止，都是老真机。一看陈岩的表情，对方就知道陈岩有话要单独和于亮亮说。陈组长一直在审讯室闷着，我请回家出去透个气。于亮亮，我这次问你的话，你应该明白，这些都是我干的，都是我。于亮亮，你们藏身的储物间我检查过了，有他的头发，只要一化验就能对比出来。事发当天，夏林草来第一医院做过检查，你和王远医生说有你陪着，肯定没事。原来于亮亮撒谎了，他在吴艳艳死前的那天，不仅仅假装看了病，最后和夏林草藏身储物间，伺机嘎人。我破例让你打个电话，你让他回来吧。这些证据还没有最后上交，争取宽大处理。走出审讯室的陈岩思绪无踪，夏林草的伪装很好，真的很好，好到陈岩第一眼都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想起夏林草的脸，还有胡木林录制的视频，陈岩站在个人角度觉得，无论是夏林草还是于亮亮都有权利复仇，但是私刑不能代替审判。夏林草在情理上有理由复仇，但是在律法上，他没有权利夺走他人生命。陈岩能做的就是为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当然，夏林草的精神病症状既然是假装的，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吧。恭喜宿主成功侦破直播嘎人案引发的连环嘎人案，奖励开启耐力基因锁。陈队长，这次可是多亏有你，没说的以后有啥事在勇士你就招呼一声，老人我随叫随到。老哥，你这就客气了，你和王顺老哥都熟，没事来中市转转，别的不说，海鲜管够，全体都有，敬礼。陈岩上车，送别他的是侦缉队最高礼仪。从勇士回来的1个月，陈岩也终于正儿八经的开始了自己侦缉分队副队长的生涯。辖区内大案子没有，鸡毛蒜皮的事情一大堆。2家的狗子丢了，一家挂在1楼阳台的腊肉不知所终，还有一家是不足10岁的儿子报警说他爹虐待他，结果到了现场才知道小家伙不写作业，被他老子揍了屁股。小家伙他妈妈拿起鸡毛掸，结果老实了。不过由此可见，当爹的不如当妈的。1个多月的时间，天天穿梭在街头巷尾，听着大爷大妈们絮絮叨叨，陈岩终于感觉自己现在是搞了一个正经的穿越。当然，美好的生活怎么可能少得了谁？小夫妻这1个月来如胶似漆，天天腻在一起。陈队，这位林刚先生说认识您。林刚，林老哥，您怎么来中市了？林刚就是当初每日国际医院器官走私案件中跟着王敏一起来的国家侦缉总队侦缉9组组员。老哥，您这次来是公干还是私事？要是私事，您说话，兄弟保证帮您办得妥妥的；要是公事，您下命令，我们侦缉2分队一定全力配合。不是私事，也不算是公事，那是啥事？我是专程从云省赶过来的，是想请你帮个忙。从云省专程过来？云省在华国南部，而辽省在华国北部，这2个地方距离可不近，坐飞机都要3、4个小时。林刚这么老远过来，还让自己帮忙，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老哥，您说有什么忙，我能帮的一定不推辞。是这样。林刚正要说话，看了一眼旁边端茶倒水的李庆。李庆，你去刘队办公室，把他那珍藏的大红袍搞点来，就说我有贵客来访。李庆当然知道这是让自己回避一下。好嘞，陈队。谁来了？刘队，是一个叫林刚的客人，好像是什么大人物，我没见过。林刚，这名字听着有些耳熟，是不是国字脸，高高壮壮的？是，这人您认识啊？怪不得陈队那么尊敬他。我倒想认识人家，关键是人家不认识我呀。老弟，最近我在跟进一个案子，现在进入了瓶颈期，这次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忙，但是相关的资料绝对不能泄露。当然，我这是请你帮忙办公事，所以既不算私事，也不算公事。老哥，您放心，这点规矩我了解。林刚点了点头，取出随身的平板电脑。这是3段视频，你先看看。陈岩接过林刚递过来的平板电脑，点开第1个视频。视频是高清的，地点应该是在一座工地上。画面内，2名工人正在监控机器运转，指挥铲车操作。不远处，一个中年男子好像正在玩着手机。突然，男子豁然起身，扔下手机，急速朝着轰鸣的机器跑。老板危险！但是男子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疯了一般的跑向机器，一个纵身就跳了进去。男子被拖出来的时候，下半身已经不翼而飞。而且视频的最后，死者半个身体被拉出来后，男人的表情吓了陈岩一跳。男人眼角弯曲，嘴角上翘，除了微笑这个词，陈岩想不出还有什么形容词去形容。
打开第2个视频，一名厨师打扮的男子蹲在门口，手里摆弄着手机，一边看一边笑。突然，男子神情微微有些僵硬，手机啪的掉落在地上，随手拿过身边的一个空酒瓶子摔碎在地。接着，男子捡起最大的一块碎片，在自己脖子上来回切割。不仅如此，当男子倒地后，他的手依然带有规律的颤抖。仔细看，依然是来回切割的模式。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更让陈岩惊骇的是男子的表情。同样的微笑挂在男子逐渐僵硬的脸上。继续点开第3个视频，视频的画面是一个客厅，沙发上一名男子正在玩手机。突然，画面定格，男子的表情和躯体似乎变得僵硬，手机从男子手中滑落。接着，男子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开始疯狂地刺向自己的腹部。这个过程足足经历了5分钟。5分钟，男子手中的刀就没有停过。但诡异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男子脸上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一直面带微笑。好一会，陈岩才从惊骇中缓过神来。老哥，这就是我来找你帮忙的原因。这是连续3周发生在昆市的3起自杀性案件。本来那边也没怎么当回事，但是连续3周出现自虐式的自杀，非常罕见。昆市侦缉队就把案件情况上到了省侦缉大队。那边的省侦缉大队大队长是国家侦缉总队下派过去的，他以前接触过类似的案子，所以第一时间上到了国家侦缉总队。接触过类似的案子？几年前我们有过这方面的资料，当时也追查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任何收获。没想到现在又出现了。我已经跟进这个案子1周了，但是毫无进展。陈岩和林刚共事过，知道这位老哥的能力。这是3个人的大概情况，你看一下。陈岩接过林刚递过来的3沓纸，仔细看了起来。这是有关3人的调查报告。这3个人，我把他们的祖坟都快刨开了，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交集。我查了3个人最近3年的出行记录，没有重合的地方。查了3人手机登录的所有社交软件，没有过任何交集。还有他们手机通讯录的人，我安排人挨个核实过，一个有交集的都没有。但是3个人也有共同点，而且有3个。第一，3人的亲属都不在昆市，都是一个人生活。第二，临死前3人都在玩手机。第三，都是成年男性。老哥，您看我能帮您点什么？下午，私人飞机上，林刚现在还有点懵逼。小陈，你们家这么有钱，你还当什么警察？这不是我们家有钱，只不过我找了个有钱的老婆而已。来到公司后，陈岩第一时间就赶往现场。王虎当时自杀后，当地的侦缉队没有意识到案子的特殊性，当成一般的自杀案件处理了，所以现场根本没有得以保存。视频正是王虎车里的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这个就是王虎当时投身的碎石机。碎石机上的血迹早就干涸，只能看到黑褐色的痕迹，血腥味也已经挥发殆尽。陈岩虽然已经开启了嗅觉基因锁和视觉基因锁，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发现。老哥，我们到王虎的住所看看吧。王虎的住所比较豪华，是一栋小别墅，家里没有独居男人想象中的混乱，比较整洁干净。我查了一下，王虎会定期雇佣家政来打扫房间。陈岩点点头，这就是国家侦缉总队侦缉员的能力，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随后，陈岩便开始检查起了王虎的住所。茶几上的2个药瓶引起了陈岩的注意，一个是安眠药，一个是鱼肝油。除此之外，还有一盒蓝色小药片。这瓶鱼肝油胶囊气味好像有些不对劲啊。陈岩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这鱼肝油的气味和我平时吃的好像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林刚接过空瓶，放到鼻子下闻了闻，像没什么区别吧？你看日期是3年前生产的，会不会时间久了，气味也有些不一样了？也许吧。之后，陈岩又去了一个高腾腾自杀的地方。尹成文自杀的地方就在他工作的饭店后门。过去了半个月，已经没什么痕迹了。尹成文居住的地方也是一处出租屋，里边没什么摆设，个人物品也不多。巧合的是，陈岩也发现了一个空瓶的鱼肝油，而高田成的自杀现场就在他的家。茶几上喷射的血迹还在，只是已经干涸。沙发上、地面上到处都是，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疑点。而且陈岩没有在他家发现有装有鱼肝油胶囊的瓶子，这家伙用的是一种护肝品。所以鱼肝油这应该不是一个线索。昆市侦缉队，林刚临时征调了一组人配合他跟进案件。诸位，这位同志叫陈岩，来自辽省中市侦缉队，接下来将作为我的副手，任职专案组副组长，参与案件的侦办。众人都很惊讶，能被林刚亲自跑到万里之外，把人请过来参与办案，足可见这个陈岩的能力。接下来，请陈岩副组长讲讲工作建议。陈岩也没有客气，这个时候要的就是侦破案件，不是公千里的。首先，重新搜查3位死者的住所。王虎、尹成文和高田成都有药物使用史，要查清楚他们3人所有的既往病史，包括药物使用史，还有社区医院的就医记录等等。另外，通过技术手段查出3个人在死前的最后一刻手机里究竟显示的什么内容。
如果是游戏，什么游戏？谁开发的？如果是直播，对方是谁？直播内容是什么？如果是短视频，我要知道短视频的内容。OK。专案组的成员行动非常迅速，最快返回信息的是3个人手机资料的闹。陈组长，重大发现！3个人在自杀前手机的资料都和游戏有关，其中王虎当时正在玩一款叫做《非常王者》的手游，尹成文在看游戏直播，而高田成却是在刷游戏短视频。此话一出，所有人看向陈岩的目光都有些变化。不愧是国家侦缉总队都重视的高手，不远万里从辽沈请过来，出手果然不凡。陈岩，你有什么看法？现在的线索还是太少。虽然王虎3人死前都在手机上操作跟游戏相关的事情，但是这是3款不同的游戏，3个人死前接触的游戏种类不同，内容也不同，所以目前只能将这个作为疑点。我建议接下来排查一下和王虎玩游戏的队友，尹成文进入的直播间里的主播，还有高田成刷到的视频制作者，要从更深层次去分析这3人背后的关联。林刚点点头，这一点他非常赞同。昆氏第1人民医院，王虎的尸体已经火化，这里保存的是尹成文、高田成的尸体。来到医院太平间，陈岩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即便是见过不少尸体，但是在看到尹成文和高田成尸体的时候，还是有些不适应。尹成文颈部断裂一半，高田成腹部已经成为糜烂状。如果是他杀，伤口是他人造成的，那还情有可原。可现实是，如此恐怖的伤口竟然是死者自己造成的，这得是对自己有多大的仇？老哥，正常人能不能将自己的脖子弄成这样？很难。尹成文的伤口是用酒瓶碎片反复切割同一处，才最终切断动脉。而且尹成文在动脉断裂后依然在同一个位置切割，这是很诡异的。一个人即便是自虐，也通常不会在一个伤口上反复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药物致幻，导致他们自残甚至自杀？有这个可能，但是尸体检查没有发现他们体内有什么已知的高度致幻药物残留。不是药物的话，那他们有没有可能被催眠呢？催眠？不可能。催眠虽然能控制人的一般行为，但是不能阻断人的痛觉神经。如果他们都是被催眠自杀的话，王虎还有可能，毕竟他是直接冲到了碎尸机里，有可能没有清醒选择反抗的机会。但是尹成文和高田成2人在死前遭受的痛苦非常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深的催眠都会被惊醒。返回昆氏侦缉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专案组的成员依然在忙碌中。陈岩则是拿起3人的资料仔细观看。刺耳的电话铃声打破宁静，看着会议室内唯一的一部红色电话，林刚方才还有些倦意的脸上，表情顿时严肃起来。陈岩也有些惊讶地盯着那部红色电话，这是林刚成立专案组就设置的电话，只有一个作用，全市范围内只要发生自杀案件，接警侦缉队要第一时间通过这部电话上报。我是林刚。病人左手被斧头砍断，且是多次重复砍剁，伤口磨烂，已经没有办法接续。生命体征如何？有没有生命危险？病人失血过多，暂时处在昏迷状态，但是基本没有生命危险。徐冬天，男，31岁，离异独居，顺天商贸公司业务员。凌晨，和同事在路边摊吃烧烤，突然发疯，抓起老板剁肉的斧子，朝自己左臂疯狂砍剁。负责案件的是昆氏侦缉3分队副队长于晓。当时徐冬天的同事都不敢上前，都被吓着了。幸好烤肉摊老板以前当过兵，身手不错，制服了徐冬天。不过也被徐冬天砍了一斧，幸好是斧碑，不是斧印，没有什么大碍。于队，他的几个同事在哪？我想过去见一见。就在我们队里。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徐冬天似乎神志不清，胳膊都断了，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脸上一直带着诡异的笑容，右手还一直在重复挥动斧头的动作。这么蹊跷的事情，我们就把和他喝酒的同事先送回了队里。笑容，王虎、尹成文、高田成死后，脸上同样有诡异的笑容。好，我们现在就去。林组长，我过去看看，您盯着这边吧。昆氏侦缉队3分队，徐冬天的4个同事此刻依然惊魂未定。同志，冬天疯了，他是不是疯了呀？你冷静一下，不要激动，不要害怕。徐冬天已经在医院了，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当时我们几个正在喝啤酒，冬天说他有点不舒服，没有跟我们碰杯。4个人描述的场景差不多，5个人晚上加班，大概11点多出去喝酒。徐冬天只喝了1瓶啤酒，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后来就一边玩手机一边看着同事拼酒。结果2点多的时候，徐冬天好像突然疯了一般，丢下手机，右手拿起烤肉摊边上的斧头，就开始疯狂的劈砍左手。幸亏烤肉摊老板当过兵，见过世面，这才制服了徐冬天，救了他一命。离开3分队，陈岩陷入沉思。徐冬天离异独居，突然发疯，
死前玩手机，4人自杀，每个人都有以上相同的特征。徐冬天的手机已经送去检查了吗？陈队已经送去检查了，差不多1个小时后就能出结果。你说我自己把自己的手臂剁了下来，这不可能！我记得当时正在玩手机，然后突然就眼前一黑，这怎么可能？等到陈岩来到医院的时候，徐冬天的情绪已经稍微平复。他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我看徐冬天不像是在说谎。不记得了？这怎么可能？徐先生，我叫陈岩，有2个问题需要咨询一下你。我不可能自己砍自己，我不是疯子。徐先生，这点我是认同的。昨天晚上你还记得自己玩手机的时候看的什么内容吗？昨天喝酒的时候，我感觉有点不舒服，喝了1瓶啤酒后就没再喝，看着他们几个拼酒的夜，我就刷短视频，一直在玩那个。还记得里边内容吗？尤其是你眼前一黑之前，你还记得刷到了什么内容的视频吗？昏迷之前好像是，我记不起来了。我看了2个跳舞的视频，之后又看了1个，但是我记不起来了。徐先生，没关系，想不起来就不用想了。你以前有过什么长期服用的药物，或者经常去看的医生吗？我身体很好，没什么经常吃的药物。对了，我嘴里经常有溃疡，所以常吃维生素片。至于医生，我去医院的次数有限，没有经常去医院看病。徐先生，你平时玩游戏吗？我平常不怎么玩游戏。有什么线索吗？徐冬天没有什么特殊的生活癖好，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当然，其实也不是没有任何线索。徐冬天活着就是最大的线索。林刚是什么人？国家侦缉总队的精英。陈岩一说这话，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做试验？对，做试验。徐冬天的手机已经送去技术解析，马上就能出结果。我刚刚在询问徐冬天对昨天晚上的记忆时，他记得自己刷了2个跳舞视频，但是最后一个视频却没有记忆。他是没有记忆，但他知道看过一个视频，这代表什么？那个视频一定有问题。而且通过徐冬天，我们也能倒推另外的视频是不是有问题。刚刚咱们调查王虎玩游戏的情况已经有了反馈，对方几个人都在外省，作案是不可能。尹成文那边的直播和高田成看的视频制作者也都没什么可疑，并不在本市。既然后边的人没问题，那就是视频本身。你是想通过徐冬天也验证一下王虎、尹成文、高田成3人看过的游戏画面？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当然这也要征求徐冬天的同意。陈组长出来了，是游戏哦。徐冬天最后浏览的视频还是游戏。林组长，我刚刚的建议您看怎么样？这个我去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必须要征求徐冬天本人的同意。为了让凶手浮出水面，徐冬天接受了实验的要求。房间内，众人紧张地看着陈岩。陈岩将手机放在徐冬天视线内，第一个依然是昨晚的徐冬天看过的艺人扭腰舞蹈视频。徐冬天没有反应，下滑第2个视频，多人扭腰舞蹈视频，徐冬天依然没有反应。然而在滑到第3个游戏视频的时候，刚刚镇定自然的徐冬天突然呆滞，瞳孔急速收缩，然后急速放大，放松的身体突然紧绷，脸上也突然出现诡异的笑容，嘴里发出不明的叫声。陈岩在徐冬天产生反应的第一时间就扔掉了手中的手机。一旁的医生早就做好了准备，电焊准备开始。疯狂抽动的徐冬天被电焊后陡然安静下来，这是早就安排好的预案。徐冬天一旦发生异常，立即用电焊法致其昏迷。1个小时后，徐冬天悠悠醒来。我刚刚怎么了？还怎么了？你刚才只是看了一眼视频。正在说话的陈岩突然止住，因为刚刚清醒的徐冬天突然口吐白沫，一边的心跳监控器疯狂鸣叫。徐冬天嘴里也又一次传出无意识的呜呜声，眼白上翻，全身抽搐。足足过了1个小时，负责抢救徐冬天的医生才满头大汗的结束抢救。医生，徐冬天的情况怎么样？我没有想到徐冬天对这条视频的反应会这么大。徐冬天没事，而且他被电焊后再醒来爆发的病症，也不是因为看了视频。不是因为看了视频？医生，那是怎么回事？徐冬天刚刚的反应是明显的高度致幻性药物致瘾症状。高度致幻性药物致瘾症状？医生，你是说徐冬天吸毒？是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毒品，我们还要做血液、尿液分析来确定。昆市侦缉队专案组办公室，徐冬天的简历已经投影在幕布上。我们仔细排查了徐冬天的过往和人际圈子，但是无论是徐冬天本人还是他的朋友都没有吸毒史。我们也搜查了徐冬天的家，除了1个空着的维生素药瓶，没有任何其他药品。看着幕布上的投影，陈岩凝视良久，
徐冬天竟然有高度致幻性药物致瘾的病史，但是却没有一点吸毒的痕迹。要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吸毒都是各级侦缉队重点打击的犯罪，所有吸毒人员都是侦缉队监控的重点对象。而这个徐冬天，根据医生的说法，高度致幻性药物致瘾的程度是比较重的。按理说，徐冬天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吸毒人员，但是他竟然没有任何前科，这不正常。徐冬天那边的尿检出来了吗？兄弟伙，莫慌，报告正在接受传真，一哈哈都好。好了，传真接收完毕。随后一份简单的分析报告投影在屏幕上，是一种不知名高度致幻性药物致瘾，效果和冰糖类似。铃铛在这方面经历过的案子很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劲。徐冬天吸食的是新型，新型毒品。陈岩一听也明白了事件的重要性，这难道是毒品试验要砍人灭口？立即重新化验隐成文、高天成血液成分和尿液成分，确定是否存在和徐冬天体内发现的类似高度致幻性致瘾药物成分。OK， 昆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冬天已经再次清醒。我吸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自己干过什么？我还不知道，绝对没有吸食过毒品。徐先生，请冷静一下，我们已经调查了关于你的一些事情。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发现你有吸毒史，但是刚刚你发病的反应完全是药物致瘾的后遗症。医生在你的血液和尿液检查中也发现了不知名的致瘾性药物成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以，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调查，但是我真的没有购买过任何毒品，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一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接下来，徐先生，我们还有3个视频需要你看一下，帮忙确定一些我们的推测。视频？徐冬天的脸色有些苍白，说话声音也有些颤抖。还是让我陷入昏迷的视频吗？这一点我们还不确定，但是请你放心，安全工作我们一定会做到位，不会出现任何危及你安全的情况。徐冬天脸色变幻，眼神里有挣扎，足足过了半晌，徐冬天才终于点了点头。如果我发疯，请一定第一时间把我电晕。3个小时后，陈岩返回了昆市侦缉队。有什么发现吗？经过我专业的实验，不仅仅是前面的4个视频，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随便搜索了游戏视频，只要是升级打怪系列的，都会让徐冬天失去自我，这就非常奇怪了。凶手究竟是怎么办到的？没事，这种专业的事情，我们就去找专业的人帮忙。专业的人帮忙？对，专业的人。昆市飞机场，孙教授，许久未见，这次又要麻烦您了。小林，你跟我客气什么？对了，王组长这次没来吗？组长最近在盯一个大案，这边的事情交给我处理了。不过老大给我派了一个精兵强将支援。陈岩，这是孙牧之教授，咱们华国最高学府的心理学教授，专家级的国宝人物，擅长的就是催眠领域，是咱们国家侦缉总队的特别顾问。这一连串的头衔，陈岩光是听听就知道这位孙牧之教授的厉害。孙教授您好，我是中时侦缉队陈岩，很荣幸认识您。小林刚刚电话里跟我说起过你，小年纪屡获功勋，而且已经是一个侦缉分队的副队长了吧？陈队长了不得啊！孙教授，您客气了，我哪算什么队长？您不嫌弃的话，称呼我小陈就行。一路上，陈岩能够看出铃铛对孙教授非常尊敬。小陈，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孙教授，我对这个案子有比较大的疑惑。这个徐冬天在自杀时的表情和行为分析，对方应该是进入了被催眠的状态，而且应该是深度催眠状态。但是我也查询了一些资料，催眠不可能让被催眠者产生违背生物规律的行为，比如自杀，更不要说自虐式的自杀。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对方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小陈说的不错，关于徐冬天的视频我已经看过了，对方当时的状态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应激性深度催眠，徐冬天的瞳孔急速收缩放大，这就是本体意识休眠，他意识苏醒的征兆。对方是一个高手，非常精通催眠。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表象，我能肯定告诉你们的是，徐冬天目前展现出的表象是符合深度催眠特征的。至于另一件事，就如小陈你说的，对方仅仅靠催眠，无论是什么样的手法，都不可能做到让被催眠者自虐式自杀的程度。但是如果配合一些药物的话，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孙教授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让人一瞬间进入催眠状态，然后配合药物作用达成类似的效果呢？从目前的催眠手段和技术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人一瞬间进入催眠状态。瞬间进入催眠的现象是存在，但是前提是经过长期的催眠训练，让被催眠者熟悉一定的催眠条件，才有可能瞬间被催眠。经过孙教授的普及，陈岩和铃铛对催眠的过程和效果都有了不少了解。安顿好孙牧之，陈岩和铃铛返回了昆市侦缉。林老哥，按照孙教授的说法，这4个人应该是接受过催眠训练。可是他们4个的过往，我们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查到了。
林组、陈组，我们在影城文高田城的体液内同样发现了微量的和徐冬天体内一致的不知名药物成分。哦，徐先生，你最近半年常去的地方都有哪里？工作比较忙，平时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徐先生，怎么了？是不是又有药瘾发作的感觉？没事，就是突然牙疼，过一会就没事了。牙疼？就是牙疼。我后槽牙有蛀牙，这玩意疼起来要人命。最近几个月到牙医那弄了好几次，一直没弄好。我跟牙医说，干脆拔了算了。他说不用。你看这来回折腾好几回，还是不行。牙医折腾好几回，你刚刚说什么？哦，我说牙医不给我拔牙，弄了好几次了，也不见好。牙医？陈岩脑海中突然好似一道闪电劈过，他记得尹成文好像去第一医院看过牙医，但是后来就没有就诊。小李，跟我去太平间。OK。幸好两人死前嘴巴面带微笑，微微都是开合，虽然看不清口腔里的情况，但是使用放大镜还是可以看清楚的。尹成文的口腔内2颗蛀牙有修补的痕迹，死者的牙齿近期涂过氟，应该就诊过。下一个。1个月内，死者洗过牙，而且做过蛀牙修补。原来如此，3个人都有牙齿方面的疾病，这才是他们的共同点。通知林组长立即封锁徐冬天就诊的牙医诊所，同时申请武装保卫队伍的支援，对方有可能持有枪械，一定要注意安全。OK。牙医诊所，陈岩到达的时候，林刚已经封锁了现场。情况怎么样？对方非常狡猾，我们到的时候，诊所里只有2名护士。随后，林刚带着陈岩走进了诊所。这2名护士是1星期前才上班的，诊所的医生也是所有者，还有1名一直在这工作的护士，今天一早出门后就再也没回来，应该是对方在得知徐冬天没死的消息后就跑。林组长、陈组长，这边有发现，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光盘，每张上面都有标号，还有名字。然而最上面的一张写着徐冬天的名字，看到光盘的瞬间，陈岩脸色一变，就知道这里一定没头。林组长，我建议立即全城搜捕张村树、李玉林。张村树和李玉林正是这家牙医诊所的医生和护士。立即全城搜捕。OK。昆氏侦缉队，陈组长，12人已经全部找到，现在都在第一人民医院内接受检查治疗。陈岩点了点头，在发现光盘的第一时间，他就已经安排人对这16张光盘上的人进行了排查。除了王虎4人外，另外的12人现在终于找到了。药物试验那边有什么进展吗？基本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现在可以初步判定是一种类似于冰糖的高度制饮的新型毒品，但是在市面上没有流通。林组长已经把化验结果上报给上级了。所有的证据链都完善了，作案动机、手段方法都已经摸清，还有光盘为证。张村树是主谋，李玉林是帮凶，新来的2个小护士只不过是打马虎眼的。林组长那边的搜捕有什么进展吗？昆氏所有交通要道、飞机、铁路、公路等全部暂时封闭检查，虽然还没有消息，但是想来对方肯定是插翅难飞。林组长，1个小时后，陈岩和林刚坐在这个张村树竟然是小日子人，他的父亲是华国人，母亲是小日子人。10岁那年，他父亲因车祸去世，张村树跟随母亲生活，直到3年前才回国，继承了爷爷的牙医诊所，还有那个护士。原本是去小日子留学的学生，3年前和张村树一起回国经营这家诊所。怎么哪儿都有小日子人搅和？陈岩，你知道我这些年一共侦办了多少案子？我进入国家侦缉总队18年，到今天办的这个案子，一共侦办案件196起案子。这些案子中，大多数都侦破了，但是也有一部分成了悬案。悬案？国家侦缉总队也有破不了的案子吗？当然有破不了的案子。国家侦缉总队的侦缉员是人，又不是神，就是王敏老大接手的案子，也有不少成了悬案子。我侦办的196个案子，没有侦破的悬案是26件。26件？不错，悬案就不提了，剩下的170个案子，你猜猜和小日子有关系的有多少？没等陈岩回答，林刚竖起了5个手指。半数。半数？这怎么可能？不要觉得不可能，这仅仅是我经手侦办的案子，整个侦缉9组，每个人经手的案子都差不多是这个比例。你上次侦办的每日国际医院器官阻刺案，背后不就是小日子资本在策划这一切？还有今日发生的月间感染案，背后的起因和策划不也是小日子商业间谍？陈岩点点头，确实如此。这2起案件确实都是和小日子有关联。作为侦缉员，陈岩最不相信的事情就是小日子。直升飞机的风云彩给了陈岩。林刚的话为陈岩打开了一扇未知的新世界，而那个世界，陈岩清醒。就是石山区。半个小时后，直升机停在了一处边境公路旁。张村树和李玉玲今天一早直接驱车赶往边境，我们的人通过天眼系统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
大概再有10分钟，他的车就应该到这了吧？陈岩周围是荷枪实弹的武装保卫人员，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着前方。主人，咱们这次能顺利撤退吗？越野车上，李玉玲的表情谄媚，神色恭敬，看向张村树的眼神犹如狗见到主人。放心，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撤退计划。那帮愚笨的华国人，他们根本不可能查到便秘诊所的那几个人，没有任何在我们诊所就医用药的记录。再有3公里，我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明天就能载满荣光返回小日子帝国的怀抱。突然，盈余的声音被轮胎摩擦砂石的声音打断。张村树布满诡异笑容的脸已经僵硬，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和恐惧。李玉玲也看到了车前全副武装的保卫人员，然后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充斥整个车厢。村树君，你被2名保卫人员架出越野车的张村树，好像无骨的面条，瘫软成一滩烂泥。不要嘎我，不要嘎我，我什么都交代，什么都交代。这个冤蛋，刚刚在车里都已经被吓尿了。看着眼神因为恐惧而涣散，裤裆下一滩尿渍的张村树，陈岩觉得他才是一条狗，一条披着人皮的小日子杂种狗。不要嘎我，不要嘎我，我会催眠，我对华国有用，只要不嘎我，我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知道很多东西，你们留着我，绝对有大用处。村树君，你不能说，小日子的荣光会让我们上天堂的，天上的神在看着我们，只要我们什么都不说，大神会拥抱我们的灵魂，我们很快又会在一起的。哼，滚！你知道什么？那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李玲玉似乎被张村树的疯狂吓到了，怔怔看着自己曾经的主人，瞳孔急剧缩小。一直关注李玉玲的陈岩突然察觉了一丝危险，不好！抓住李玲玉的武装人员突然被李玲玉撞倒，一下子扑到了近在咫尺的张村树身上。陈岩第一个反应过来，急速前窜，双手如铁箍钳住李玉玲的被手铐锁住的双手，但是依然晚了一步，喉咙和动脉已经被割断的张村树，在快速流血的过程中，只能发出无意识的呜呜声。快抓住他！直到这个时候，林刚和其他的武装人员才反应过来，大家怎么都没想到，这个李玲玉根本没有用手，而是在嘴里竟然藏了刀片。队长，是我们的失误，我们以为她是女人，就没有检查她的口腔。笨蛋，平时就是这么教你们了吗？王队长，不用动怒，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收的地步。陈组长，是我们的失误，我会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处分。王队，真的不用，要不是这次意外，我们说不定才是真的失误了。昆氏侦缉队、陈岩、林刚，还有所有参与专案组的侦缉员都在场。偌大的会议室沉默无声。张村树的社会关系排查有没有新的发现？陈岩打破了会议室的沉寂。陈组长，我们这5天内已经全面排查了张村树的所有关系网。张村树3年前回国后接触的人不多，除了他父亲这边的亲属，就只有到诊所急诊的病人。我们也查了张村树包括李玉玲的网购、快递记录，全部进行了摸排，没有发现大的疑点。李玉玲的排查结果怎么样？有没有新的发现？我们调查了便秘牙医诊所的监控录像，还有便秘牙医诊所门口的一个天眼摄像头。我们排查了近半年来进出便秘牙医诊所的所有人，一共是1896人。这些人中大概有这么几类：一个是上门看病的病人，一个是送外卖或者送快递的小哥，再有就是推销牙医器械物品的推销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其中我们重点排查了和王虎等人进出频率相同的人员，然而有3个人。3个人？是的，林组长，只有3个人和王虎他们看病进出频率是一样的，而且其中1人是推销牙膜的推销员，他和已经自杀的王虎进出诊所的时间基本重合。要知道，王虎可是第一个受害者，有了他，才有后面的人。因为王虎是第一个因为体内药物含量减少，触发了催眠警戒线，从而自杀的人。立即找到这个人。OK。1个小时后，陆金南已经坐在了审讯室的椅子上。林组长、陈组长，这个陆金南，我们抓他的时候，这家伙竟然还在一家牙医诊所推销牙膜。你为什么去便秘牙医诊所推销牙膜啊？推销牙膜，你骗鬼！过去半年，你每次都在月中的16号下午1点去便秘牙医诊所，5分钟后出来，然后在你走后，一个叫王虎的人家就会去看牙医。陆金南，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会把你请到这里来说？药物在哪里？被吓了一跳的陆金南浑身一哆嗦。这位领导，我想咱们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还有那个王虎是谁？审讯室外，陈岩和林刚一直在观看陆金南的审讯情况。他没有说谎。林刚脸色凝重，给出了自己的判断。陆金南进来之后的表现确实非常自然，紧张的自然，磕巴的自然，面对所有问题的盘问，应对的也很自然。
情绪没有波动，手部没有小动作，只有因为紧张而稍微有些颤抖。可是没有说谎，不代表他没有问题。全面核实陆金南近半年的行动轨迹，同时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OK。半天后，王立军回来，可是带回来的结果却让陈岩和林刚都有些惊讶。每天早晨6点半，陆金南准时从出租屋出发，在小区旁边的一个早餐店吃早餐，之后就乘坐公交车去牙医诊所推销牙模。便秘牙医诊所确实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这种工作已经持续了2年时间。此外，这个陆金南每天下午6点下班，并没有直接回家休息，而是从小区的保安那边推出一个烧烤车，在附近卖烤肠、肉串之类的小烧烤。卖烧烤？不错，我们排查过了，陆金南在农村老家的母亲有尿毒症，每周最少要到他们县城的县医院透析1次血液，这个费用都是陆金南给的，而且按照陆金南的收入，每个月除了他自己吃饭，满足他母亲的医疗费还差一些，所以陆金南就弄了烧烤摊，晚上下班后出去卖点烧烤，这样他母亲的医疗费也就差不多了。陆金南被释放了，陈岩私人掏腰包赞助了陆金南1万块钱。他是幕后黑手的可能性不大。会议室内，陈岩把所有进出过便秘诊所的人员信息都平铺在桌子上。对方既然要和诊所里的张村树接触、送药，甚至是取走实验数据，就不可能只进过诊所1次。所以先前的调查思路是没有错的，只进出1次的人可以暂时剔除。1896份材料，正如王立军他们筛查的，1318张照片暂时剔除。理论上，现在的578人，每一个人都有嫌疑，而这些人有病人、有推销员、有快递小哥，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看着密密麻麻的578张照片，陈岩眉头紧皱。如果我是对方，我应该怎么办？我如果假装成外卖或者送快递的，以这个身份来接触诊所，传递药品和数据，不行。这个念头一经闪过，陈岩就给否定了。以快递或者送外卖的身份去接触，破绽太大。只要侦缉人员一核对这些人的信息，就能发现他们是不是真的快递员或者外卖小哥。而如果幕后黑手真的从事这样的行业，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外卖小哥、快递员，一个区域内天天跑，从早上到晚上，全年365天无休。一个搞新型毒品试验的幕后黑手能干这个？属于快递小哥和外卖员的资料照片可以暂时剔除，578变成了563。陈岩再度凝视剩下的资料照片。我如果是幕后黑手，聘任成为社区工作人员，有没有可能？这个有可能，而且每次去都有正当的工作目的，不会引起外人怀疑。然而，一共是36名社区工作人员去过诊所，而且频次还挺高。其中一名叫王淼的社区工作人员，竟然在半年内进出诊所24次，每周1次。不对劲，王淼虽然去诊所的次数最多，但重要原因是因为诊所就是他的包户，每周1次的走访是例行工作。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一点，王淼的嫌疑无法洗脱。关键是，王淼每次去诊所都有其他同事陪同。有时候2个人，有时候3个人，甚至有5个人的时候，但是就是没有他一个人去的时候。这样的话，如果王淼是幕后黑手，他根本不可能在同事眼皮子底下送药或者取数据。再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可是有编制的。有句话怎么说的？宇宙尽头是编制，有了铁饭碗还去干间谍，可能性有，但是极小。这36名可以暂时剔除，还有527份数据照片，而这些人都是病人，进出诊所2次以上的病人。陈岩再次排序527人的资料照片。这次是按照进出诊所的时间长短顺序，最长的3小时，最短的2分钟。这里有一个特点，王虎等被害人待在诊所的时间都是最长的一批，从2小时到3小时不等。一眼扫过所有人员的第一次就诊时间，陈岩一个恍惚，眉头紧皱，紧接着似乎发现了什么，陈岩脸色大变。这怎么可能？林刚看向从里面被反锁的会议室，眉头紧皱。陈岩进去已经差不多有24个小时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林组长，陈组长昨天中午让我把所有便秘诊所内的流动人员资料全部摆到会议室内。陈组长说要自己亲自分析，但是陈组长已经24小时没出来了，一直没吃东西，没休息。您看。王立军把会议室的门锁砸开。好嘞。说完，放下手中的饭包，抄起旁边早就准备好的大锤。然而，大锤正在半空，还没落下的时候，会议室的大门缓缓打开。王立军，我刚出来，你就拿大锤抡我？我说是林组长让我抡的，您信不？有线索了吗？8、9不离10了。昆市第一人民医院，怎么来这里了？线索难道在这吗？林老哥，线索虽然有了，但是我还要验证一下，您就容我卖个关子。陈警官，您今天怎么过来了？案子已经拿下了吗？拿下了，控制你们自杀的就是便秘牙医诊所的医生张村树。
张村树。徐冬天的表情显得很惊讶。怎么可能是他？他为什么要嘎我们？他为什么要嘎你们？这要问你才对吧？问我？陈警官，我去便秘诊所，只是认识张村树医生，应该没什么仇怨啊。我看病都给钱了呀。哼，徐先生，既然已经来了，咱们还有必要兜圈子吗？陈警官，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听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啊？徐先生，你先看看这个。画面中正是徐冬天走进便秘诊所的监控画面。这个是我去便秘诊所看牙的监控。陈警官，怎么了？哼，还怎么了？徐先生，你第一次去便秘诊所是什么时候？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好像是去年11吧，那个时候正好11放假，但是具体哪天我忘了。徐先生，你刚刚不是看了视频吗？哦，我没注意，不好意思。不，徐先生，你不用不好意思，我这里有一个时间记录，你看看。接过草纸，徐冬天明显一脸懵逼。王虎第一次进入诊所，去年10月3日；尹成文第一次进入诊所，去年10月10日；高田成第一次进入诊所，去年10月17日。而你，徐冬天第一次进入诊所的时间，去年10月2日。他们3人进入诊所的时间都相差1个星期，6个月后，他们相继在3周内死亡，间隔时间正好是1周。而你，徐冬天比王虎还早1天进入诊所，可是你竟然比王虎要晚4周开始自杀。徐先生，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陈岩的话不仅炸得徐冬天表情僵硬，就是后边的铃铛同样是脸色巨变。时间，对，就医时间。徐冬天既然比王虎他们早就医，那为什么徐冬天反而比他们晚自杀？这特么不科学。陈警官，我希望你在怀疑我的时候拿出证据，而不是仅仅凭借一个无所谓的时间差就来质问我一个受害者。受害者？证据？哼！徐冬天，我既然已经把目光放在了你的身上，你还怕我找不到证据吗？你看看这是什么？徐冬天接过平板电脑，里面是一份以顺天商贸公司名义发往境外邮递的物流单。徐冬天，你以顺天商贸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伪装，长期利用公司的境外邮递包裹输送药物，这些记录你敢说不是你的？徐先生，未来生物医药研究所这个名字你熟悉吗？你们邮寄的快递为了逃避严格安检，走的都是海运，而你上次发出的快件竟然是昨天。你说这个包裹现在在谁的手里？我们都欠你一个影帝的奖杯啊！徐冬天的脸色此刻已经铁青，说不出一句话。审讯室的沉默被房门打开的声音打破。陈组长，来人正是王立军。包裹拿回来了，里面发现一个硬盘，技术科的同事正在破解。听到硬盘2个字，原本安静坐在审讯椅上的徐冬天，此时眼神里却透露出了恐慌和无助。徐冬天，这个硬盘虽然被加密了，可是你应该明白，破解它不是什么难事。我还能活吗？陈岩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徐冬天。3条人命，试验新型毒品，卖国贼，哪一个罪名你能活？哼！既然我活不了，为什么要说？陈岩看向徐冬天的眼神突然寒光四射。徐冬天，你是活不了，可是你还有儿子，你不为他考虑吗？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同境外的势力勾结上的，可是无非是为了钱，或者说为了你的孩子。你不想他将来也像你一样，因为没钱而被戴绿帽子，最终妻离子散。你在威胁我？你是侦缉员，干不出这种事。陈岩摇了摇头，看向徐冬天的眼神充满怜悯。徐冬天，我不是在威胁你。20年后，你的儿子大学毕业去找工作会很艰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作为他的亲生父亲、直系亲属，因为犯有感人罪、卖国罪，而在儿子的身份档案中留下永远的污点。因为你，他将来会到处碰壁，寸步难行，你明白吗？这不是威胁，是你留给你儿子的遗产。徐冬天此刻已经不复刚刚的平静了，就像陈岩说的，无论过程如何，徐冬天最终的目的肯定是钱。蛊毒还不食子，何况是人呢？我都说，我全都交代，你们能不能不要把我的事情推到我儿子身上？他才不到5岁，他什么都不知道。哼！徐冬天，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儿子是儿子，王虎的儿子，这不是儿子吗？他死了，他的儿子怎么办？还有尹成文、高田成，他们就不是他们父母的儿子吗？我没有权利去改变你给你儿子带去的污点，但是如果你不再负隅顽抗，他的档案中会有一句话：徐冬天被捕后有厉兵表现。每个人都有弱点，陈岩有弱点，徐冬天也有弱点，天使如此，魔鬼亦如此。徐冬天最后交代了全部的犯罪过程。小日子的未来生物医药研究所就是幕后黑手。徐冬天2年前离婚后被策反，策反他的是顺天商贸公司曾经的一个客户，未来生物医药的人。他需要做的事情是给便秘牙医诊所送药、取数据，同时帮助便秘诊所选定下手的对象，而对接人是李玉林，而非张村树。然而在张村树眼里，徐冬天只是一个试验对象，并不知道他才是幕后黑手，而张村树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工具人，一个催眠师。那你的药物质饮反应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陈岩最大的疑惑。如果徐冬天没有这方面的反应，众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被药物控制。
这是小日子那边人控制我的手段。那天在医院之所以药瘾发作，可能是因为我失血过多，体内的药物含量减少导致的。陈岩点了点头，这倒是说得通。最后一个问题，你那天牙疼是真的吗？徐冬天沉默不说话。如果没有那个牙疼，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吧。走出昆氏侦缉队，陈岩深深吸了一口气。连续3天没有合眼，陈岩虽然身心疲惫，但是心情畅快。这件案子说心里话有些离奇，谁也没有想到，一个自己砍断胳膊的受害者，竟然就是幕后黑手。昆氏飞机场，林刚和昆氏侦缉队队长在给陈岩送行。陈岩，这次可是多亏了你，要是没有你帮忙，老哥这次的案子估计又要成悬案了。老哥，您跟我还客气什么？陈队长，多谢帮忙。一旁送行的是昆氏侦缉队队长吴彦中。吴彦中虽然在办案中没有什么直接表现，但是在昆氏调查的整个过程，都是他在幕后协调推动。吴队长，您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飞机依然是沈氏集团的私人飞机，只不过和来时不一样。陈岩这次收获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你怎么来了？你瘦了。沈云逸眼神里全是心疼。哪里瘦了？昆氏侦缉队的伙食很好。看着飞机飞入云霄，昆氏侦缉队队长吴彦中。老爷，陈队长家里是干什么的？还私人飞机，家底丰厚啊。林刚瞥了一眼自己曾经的老同学，私人飞机在你小子眼里只是家底丰厚吗？陈岩家本身是普通家庭，不过谁让人家长得帅，找了个千金公主。陈岩的生活终于再次回归了正常，没有凶杀，没有血腥，也没有自杀，更没有间谍。早上上班有人送，晚上下班有人接，就连中午都有外卖员专门给陈岩送吃的。这不，沈云逸又已经等在分队门口。那个女人是谁呀？宋凌轩有些惊讶地看着分队门口的绝美女人，眼中闪过惊讶。她呀，那位就是咱们陈队的女朋友，超级大美女，超级大富婆。宋凌轩有些惊讶。哼，美女就算了吧，跟我比还差一点。可是富婆是怎么回事？女同事看出了宋凌轩的疑惑。那我就给你详细说说吧。轩轩，咱们这位陈队可不简单啊。陈队平时穿的便装，你注意是什么牌子没？宋凌轩摇摇头，他刚回来就见过陈岩一次。那可是阿尼玛。阿尼玛，一套几万块的那个奢侈品吗？是啊，我告诉你，我和几个姐妹还专门去看过了，陈队的那件休闲外套要12万呢。Oh my god，12万！还有陈队开的那个车，霸气吧？嗯，那可是国货之光，坦克500，我爸特喜欢那车，那也是大美女给买的。女同事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外边，这是我有一次听陈队和刘队聊天的时候说的。还有，那个陈队的中午饭，我听说都是什么海参、鲍鱼、帝王蟹之类的。女侦缉员再厉害也是女人，警花再漂亮也是凡人。八卦向来是女人的天性，尤其是八卦一个年轻的、帅气的、和蔼可亲的男领导。这个陈队天天这么撒狗粮，真的好吗？不好，你能怎么办？深夜，正在看电视喝牛奶的陈岩瞥了一眼卧室的方向。傻子，喜欢吗？云逸，你还喜欢吗？这特模是要爆炸了，好吧？陈岩一个箭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云逸，你轻点。不好意思啊。哼，你行不行啊？师傅，如果您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想这一周的烟可能要换口味了。嘿嘿，我也不想打扰你，不过有个很诡异的报案，还是得你来看一下。挂断电话，陈岩歉意地看向沈云逸。云逸，快去吧，我在家等你回来。中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门诊。王焕志当时被吓得心脏病复发，幸好手边就是小区紧急求助按钮，及时送到医院，然后就报案了。大概就是这样，人刚刚抢救过来，我已经让王刚他们去调监控视频了。师傅，您没跟我开玩笑吧？大半夜的，这个王焕志在自己窗户前看到鬼，结果吓得心脏病都犯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也不信啊，可是对方一口咬定就是看见妻子的亡魂了。这个王焕志的妻子半个月前刚刚溺亡，所以他是真的被吓着了。刘队、陈队，视频取回来了，王焕志家小区就有监控，正好拍到了当时的情况，而且这个王焕志没有说谎。陈岩和刘青山微微一怔，什么叫没有说谎？难道真的有鬼不成？王焕志的话，陈岩可以不信，但是王刚是侦缉员，他的话还能不信？打开视频。王刚点了点头，打开已经拷贝好视频的平板电脑。月黑风高，这个时间段，小区里的人基本上都休息了，监控内只有树影婆娑。突然，监控画面微微闪烁，一道黑影从远处的小区围墙外飞来。陈岩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鸡皮疙瘩骤起。人形！刘青山第一时间就判断出了黑影是什么。监控中的黑影虽然能辨别出是人形，但是并不能看清楚样貌。最终，黑影飘飘忽忽，
停在了2号楼3单元3楼的窗户前。3分钟后，似有微风吹过，黑影头上的发丝被吹起，陡然露出一张青灰色中泛着惨白、有些浮肿的侧脸。刘青山忍不住倒退一步。从视频中的黑影的脸部颜色和特征看，符合溺亡人的特征。陈岩眉头紧皱，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浮现。大半夜的，尽管是3个大男人在一起，可是看到这个视频依然头皮发麻。师傅，您刚刚说王焕之的妻子刚刚溺亡。半个月前你在昆市出差的时候接的案子，当时我们也去了，是正常的溺水死亡。溺水死亡？但是这个视频，这怎么可能？师傅，我们去和这个王焕之聊聊吧。对于这个视频，陈岩从心底里是不相信的。如果真的有幽灵鬼怪存在，那还破什么案子？急诊病房内，陈岩看见王焕之的时候，发现这个男人依然魂不守舍，眼神呆滞，双手颤抖，显然是真的被吓得够呛。王先生，你好，我是侦缉员陈岩。面对陈岩，王焕之好半晌才缓过神。侦缉员？是的，我们来跟你了解点情况。你不用怕，我们过来就是来帮助你。你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当时的情况？听到陈岩的话，原本已经有些镇静下来的王焕之再一次颤抖起来，眼睛中的恐惧非常明显。一旁的刘青山和王刚暗自摇头，这是得吓成什么样？一说起来就害怕成这个样。王先生，我知道你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有些奇怪，但是请你相信我们。而且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陪着你，放心，没事的。我们要知道详细的过程才能帮助你，否则的话，我们想帮忙也没办法呀。说完，陈岩叹口气，装作要离开的样子。果然，看到陈岩要离开，王焕之好像突然惊醒。不要，同志，你们别走，你们别走！我说，你们别走，我什么都说。好，王先生不要怕，我们都在，没事的。这位同志，实在不好意思，只是今天事情实在太诡异了。没事，王先生，我们已经调取了你所在小区的监控录像，对今天晚上的事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因为是晚上，视频拍摄的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听听你当时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晚上，我本来在客厅看电视，可是突然听到窗户外好像有什么响声，我就起身过去看了看，结果就看到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身影漂浮在窗外。我还以为是谁在搞恶作剧，就上前仔细看了一眼，可是一阵风吹过，白衣身影的头发被吹开，我就看到了我妻子的脸。王先生，不要害怕，我们都在，没事的。陈岩知道王焕之现在描述的情形，就是他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微风吹过的一幕，青灰色中泛着惨白的浮肿面容。王先生，你能确认你看到的脸就是你妻子的吗？就是我妻子，我十分确定。为什么？你怎么如此肯定？我妻子是大半个月前去世的，当时入藏之前的时候，我看过她最后一面，和今天晚上我看到的那张脸一模一样，所以我绝对不会认错。王焕之这时的语气非常肯定自然，可是陈岩听完却微微皱眉。什么情况？王焕之刚刚还因为半夜看到了妻子的脸非常恐惧，可现在说起妻子去世的事情，竟然没有一点异样，表情都没什么变化，这他妈不对劲吧？王先生，我听你刚刚说起你妻子死亡的事情，好像你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怎么半夜看到她的脸会吓成这样？王焕之听了陈岩的话，微微一愣，良久才道出一切。原来两个人虽然是15年的夫妻，可是早在2年前，两人就分居了，夫妻感情早就破裂。之所以没有离婚，是因为他们共同创办的公司这2年一直在和一家上市公司洽谈被收购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他们离婚，那对于收购来说会产生很大变数。他下葬的时候，那么多人，我是看着他葬入地下的，当然不会怕。可是今天可是大半夜，他就那么飘在窗户台，别说是我，就是任何人，无论跟他认不认识，有没有关系，都会害怕吧？确实，别说他，就是陈岩刚刚看视频的时候，不也吓得冒冷汗？而且那还是3个大男人一起看的。王先生，你刚刚在窗户上看到的白衣人影的脸，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眼睛的颜色？这个我有些记不太清，当时太吓人了，我看了一眼就差点昏过去。幸好我在阳台窗户那装了救命紧急按钮，否则的话……那他的眼睛是红色吗？当然不是，怎么可能是红色的？那是灰色的吗？不是，好像有点泛黄，但肯定不是灰色。既然不是灰色，那就好办了，不是灰色，那就证明王焕之看到的就不是尸体，特么的还真以为是鬼呢，吓死人了。刘青山和王刚显然也明白了陈岩为什么问王焕之这些话，两人都是老侦缉了，对人死后眼睛的颜色当然清楚。王先生，你最近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和谁一直有过节吗？王焕之微微一愣，得罪了什么人？我们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平时就比较注意这些，轻易不会结怨。如果硬要说什么人的话，可能就是我妻子的弟弟吧。能说说怎么回事吗？王焕之再一次叹口气。这件事说来话长。原来王焕之的妻子叫杨苗苗，和王焕之一起开了一家玩具厂，给一家上市公司做代工。最近2年，他们要谈的事情
就是代工厂收购的问题。如果谈成了，王焕智和杨苗苗会获得一大笔钱。但是在半个多月前，杨苗苗在游泳的时候溺亡，经过检查，当时确定是意外身亡，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是杨苗苗的弟弟杨浩不依不饶，愣是说王焕智害死他姐姐。你们说我害死他干什么呀？我们的公司马上就被收购了，只要再过1-2个月，我们就能拿到一大笔钱。我这个时候嘎他，不是给收购带来风险吗？再说我们分居2年了，我半个月都看不到他一次。退1万步来讲，我就算要杀他，也得等钱到手吧。可是这家伙一直缠着我不放，跟我要钱，还一直骚扰我。今天晚上还缠着我。今天晚上，陈岩转头看了王刚一眼，使了个眼色。王刚点点头就出去了。王先生，能说说今天晚上你回家前的情况吗？哦，这个没问题。我今天晚上在外面有应酬，喝了点酒，然后从饭店出来，大概是9点半，司机送我回的家。结果在饭店门口被杨浩拦住了。这个混蛋跟我要20万，说只要不给就天天纠缠我。我3天前才给了他10万块，要不是看在他父母和姐姐都意外死了，我才懒得管他。王先生，你刚刚说杨浩的父母和姐姐都意外死了，这是什么情况？哦，这个呀，是去年的事了。他父母，也就是我岳父岳母，去年在郊区狼头山爬山的时候失足坠崖摔死了。前几天他姐姐又游泳淹死，要不是看在我岳父岳母的份上，老子才懒得管他。狼头山意外坠崖，游泳意外溺死，这一家子怎么这么多意外？师傅，狼头山那边是1分队的辖区，这事你知道吗？没听过，我等会去核实一下。这倒是不奇怪，意外死亡和凶杀死亡不同，是没有通报的。离开医院已经是4点多了，在办公室睡了3个小时。陈岩决定看一看昨天晚上的事发现场，他要搞清楚对方到底是怎么让那个黑影飘起来的。如果对方用了索道装置将黑影滑到王焕智窗前，这是可行的。只是如此一来，肯定会留下痕迹，尤其是楼宇外墙面。推开王焕智家阳台的窗户，陈岩探出头，窗台外面整洁，没有毛损或者破坏的地方。看来在王焕智家或者邻居家设置滑道这种手段可以排除了。接下来陈岩又在楼顶查看一番，没有任何动过的痕迹。楼栋边缘斑驳的墙皮很自然，没有特殊痕迹。陈队，难道对方用的真是无人机？如果真的是无人机，怎么能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在刚刚走访过程中，所有的邻居都没听到什么声音。不是滑索，也不是无人机，那到底是什么？陈岩扫视四周，在视线尽头有一台小型起重机正在作业。起重机，朝阳，走，我们去黑影飘过来的巷子去看看。OK。黑影飘过来的地方就在王焕智所住楼栋侧面的一条巷子，因为是小巷口，并没有安装监控。此刻的起重机正在作业，吊装一个家具，起重臂支撑好后，钢丝绳索开始吊装家具，是一件沙发。因为重量比较轻，起重机又比较新，钢索滚动，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朝阳，查一查昨天晚上这里是不是有类似的起重机出现。OK。很快，张朝阳就带回来了结果。陈队，这几天里有没有起重机再来过这？不是起重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对方怎么拼的？难道对方长了翅膀不成？侦缉2分队，陈岩和张朝阳王刚也。王刚，你去走访杨浩，结果怎么样了？我们查了监控，昨天晚上杨浩和王焕智是偶然相遇。杨浩在角七大饭店门口和王焕智发生口角后，就和朋友去喝酒了，一直到晚上2点才被她男朋友接走。在场有很多人给杨浩作证，期间他一直没有离开，所以昨天恐吓王焕智的不是杨浩。陈岩点点头，因为这个时间点，王焕智都已经抢救完了。你刚刚说杨浩的什么朋友？陈队，您没听错，不是女朋友，是男朋友。好吧，这个杨家好像有点惨，老两口登山意外坠崖死亡，家里的大女儿游泳意外溺亡，和王焕智也没有孩子，结果就剩这么一个儿子，还这么弯了，老杨家这不是要绝后吗？可如果不是杨浩，那会是谁？师傅，1分队那边关于王焕智岳父岳母意外坠崖的案卷材料拿到了吗？拿到了，有点意外发现。陈岩微微一怔，接过刘青山递过来的材料，认真翻阅。材料不多，几张纸，还有一些照片以及验尸报告。为什么会有验尸报告？一般来说，只有非自然死亡才会进行验尸，而从资料看，王焕智的岳父岳母坠亡特征明显，根本用不着验尸。是杨苗苗执意要求的。当时杨苗苗无法接受自己父母坠亡的消息，认为是有人故意杀害自己的父母，所以强烈要求验尸。这个是杨苗苗游泳溺亡的报告。看着2份报告，陈岩眉头越皱越深。杨苗苗认为自己的父母是非意外死亡，杨浩认为是王焕智杀了自己的姐姐。这综合起来一分析，王焕智不就是最大的受益人吗？而另一边，王焕智被自己妻子的鬼魂惊吓后，心脏病发作，差点一命呜呼。他怀疑是杨浩下手，因为王焕智和杨苗苗并没有离婚，杨苗苗是意外死亡。
如果这个时候王焕志也意外死亡，杨浩就是唯一的继承人，因为王焕志的父母早就病逝，又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子女，这一家子的事情还挺复杂。一群人对照现有材料研究了一上午，还是没有任何线索。当时杨浩在杨苗苗死后就闹过，我们也做了细致的调查。首先，王焕志在公司开会，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另外，杨苗苗有心绞痛诊断病史，他每天都要服药，1周7颗，1天服1颗。那天他服药的时候，正好是在游泳前，服药的时候被监控记录了，不存在因为药物滥用导致的死亡。陈岩眉头深皱，难道真的是意外？可陈岩才不信，2场意外死亡都是同一家人，死亡时间相差不超过半年，而且其中还有可能牵扯到千万级别的财物。尤其是2起意外死亡案件，一个是发生在侦缉1分队的辖区，那边可是李红队长的地盘。杨苗苗意外溺亡的案件更不用说，就发生在侦缉2分队。半个月前他不在，刘青山主导的。陈岩如果贸然提出翻案重查，那不仅得罪了李红，也得罪了刘青山。这种事陈岩肯定不能干。2位老哥哥，这里的食材特别好，你们尝尝，味道超级棒。刘青山和李红面面相觑。这什么情况？这小子该不会是在摆鸿门宴吧？陈老弟，你是不是有啥事？你要有事，直接跟老哥说。上次要不是你帮忙，我这乌纱帽说不定都没了。咱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李队，跟我你还客气啥？是顿便饭而已。陈岩是好顿劝，终于说动了李红和刘青山。1个小时后，吃饱喝足的李红和刘青山靠在椅子上。2位老哥，吃的怎么样？好，特别好，比我上次陪秦队来吃饭吃的都要好。嘿嘿，吃得好就好。2位老哥，有一件小事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随后陈岩便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半晌过后，就这事儿吗？老哥，我知道这件事确实不太好，毕竟都已经结案了。我的意思是，咱们联合再复盘一下当时的案子。我给2位老哥当下手，功劳我不要，就是心里有点不太相信。如果2个意外死亡单独发生，确实没什么疑点，但是放在一起看，背后还是有利益犯罪的可能性的。我就是心里有疑虑，不搞清楚，放不下这个事。老弟，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就因为这事请我们来这么高档的饭店吃饭，你早说啊！一个炒土豆丝就能解决的事。刘青山也是有些意外，他还真不知道陈岩是为了这个事情。陈岩，这是你客气了。要说别人的话，我们肯定不同意。但是如果你觉得有疑点，那估计就是真的有疑点。放手去查，我和老李鼎力支持。李红点点头，刘青山说的没错，如果是别人，他也不会同意。那我就谢谢2位老哥哥了。返回侦缉2分队，陈岩开始布置工作。从现场视频调阅和走访情况，结合王焕志本人的描述，可以确定这是人为的恐吓事件。幽灵的样貌和王焕志妻子溺亡去世后的样子一模一样，说明作案者应该是见过杨苗苗死后的样子。溺水而亡的人，死亡后的尸体特征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而且，即便是同样溺亡的人，由于泡水时间不同，尸体的浮肿程度也是不同的。杨苗苗是在游泳的时候淹死的，所以很快就被发现尸体浮肿的程度比较小，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究竟谁能够见到杨苗苗最后样子的人？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其实可以排除，毕竟在他们捞起已经溺亡的杨苗苗时，死者尸体还没有浮肿，也不会有明显的颜色变化。而根据王焕志的描述和视频中的模糊影像判断，幽灵的相貌是尸体放置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特征，所以能够看到杨苗苗尸体最后一眼的人只有一种，就是参加杨苗苗葬礼告别仪式的人。王刚，你来负责排查参加杨苗苗葬礼的人员信息，尤其是要关注能够在遗体告别仪式前看到没有美容过尸体的人员。还有，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哦，这个我问了，1分队那边说，当时他们发现尸体的时候，旁边有一部手机，这个照片就是手机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现场还有别的什么发现吗？还有一个自拍杆，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老2口坐在北山坡的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用自拍杆拍下最后一张照片，不小心失足掉下去了。杨苗苗的父母当时是后脑着地，所以当场人就没了。手机现在在哪？当时手机里的内容，1分队做了大概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之后，当时就作为遗物被杨苗苗领回去了。陈岩点点头，意外坠亡，死者的东西当然要交给死者亲属。当时1分队的检查了停车场的监控，在那个时间段只有3拨人上山，除了杨苗苗父母，另外2拨人都在山脚下野餐，互相能够证明没有去后山，所以当时就按照意外坠亡处理。死者的子女也没有什么异议，就是杨苗苗有些不能接受，做了尸检，但是没什么收获。既然杨苗苗父母身边没有人跟着，最后是怎么发现老2口坠亡的？是杨苗苗的司机报案。司机？当天正是杨苗苗的司机送老2口去狼头山。
本来约定下午2点回来的，可是老两口迟迟未归，司机打电话也没人接，到山上找了一圈，最后在北山坡上看见掉落悬崖的老两口，就报案了。这个司机一分队那边查过了吗？查过了，停车场的监控视频，一分队这边有留存。视频上显示，他们是上午11点到达狼头山，老两口上山后，司机就窝在车里休息，中间大概1点的时候还叫了外卖，2点半上山找人，3点半报警。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司机一直在车里休息，怎么确认的？哦，他们的车正好停在视频摄像头范围内，车辆的情况能够看清楚。老两口走后，司机就上车了，直到送外卖的过来才下车。陈岩点点头，看向杨苗苗的父母最后拍摄的照片。这难道真的是意外？杨苗苗父母的案子目前看没有什么线索，陈岩只能先放一放。随后便播放起了杨苗苗溺亡的监控视频。视频中，杨苗苗是在深水区游泳，当时是下午，浅水区的人多一些，深水区只有3个人在游泳。根据监控录像的信息显示，杨苗苗是在游了10分钟时间后，连续深水潜泳2次，在第3次的时候出事的。所以当有人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是杨苗苗溺亡飘起来的时候了。这个杨浩在队里闹了好几次，说是他的姐夫王焕智打了他的姐姐，理由就是谋取玩具厂的所有财产。刘队当时也比较谨慎，为了防止出现意外，组织开展了案件的侦办。尸检的结果怎么样？死者当时体内的药物成分有没有做检测？都检测过了，当时尸检的结果是正常的。杨苗苗因为心绞痛突然发作，导致手脚抽筋，最终溺亡在深水区。我们在杨苗苗体内没有检测到什么其他的药物成分，而且刘队还专门把杨苗苗用的治疗心绞痛的药物送去了化验。那天是星期3，杨苗苗的药物吃了3颗，还剩下4颗，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陈岩眉头深皱，关于杨苗苗的死，陈岩第一个想到的疑点就是药物，比如有人给杨苗苗的药物调包。后来杨苗苗的弟弟杨浩也就接受了他姐姐意外死亡的事实。陈岩点点头，理智上是接受了，但是情感上显然没有，否则杨浩也不会去找王焕智的麻烦。我们去看看杨浩吧。看着沙发上亲密无间的一对情侣，陈岩有些别扭。杨先生，你直接叫我杨浩就行，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先生。行吧，随你便。杨浩，能说说你为什么怀疑是你的姐夫王焕智打了你姐姐吗？哼，我姐姐和他一起打拼下的玩具厂，现在要卖给上市公司了，要赚大钱了，结果我姐姐就嘎了。你们说不是他还能是谁？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那个狐狸精？男人都不要脸。这特么怎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再说了，你不是男人吗？好了好了，亲爱的，不要生气，有我在。你看，那个王焕智昨天不是已经遭报应了吗？陈岩和张朝阳面面相觑，有点不习惯2个大男人这样，但是再怎么不习惯，还是要谈下去。杨浩，你说的那个小狐狸精是怎么回事？哼，不就是王焕智养的那个小三？要不是那个小三，我姐和王焕智怎么可能分居？你们应该去查查那个贱人，肯定是他和王焕智合伙，害死了我姐姐，想要侵吞我们家的财产。姐姐，你好可怜啊！甜甜，我姐死了，我们以后怎么办？看着杨浩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的男朋友，陈岩真的是一言难尽。一旁的张朝阳可不管，早就别过头去。最后一个问题，田先生，你刚刚说王焕智昨天遭了报应，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啊，王焕智昨天不是碰到鬼了吗？这不是遭了报应，还能是什么？陈岩转头看向张朝阳，张朝阳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好，杨浩，田先生，我们就了解一下情况，谢谢你们的配合。离开杨浩的住所，张朝阳脸色兴奋。陈队，那个田成在说谎。我们昨天调查的时候，只是询问杨浩昨天晚上的行踪，没有说王焕智遇鬼的事情。而且这2人的状态明显是刚刚起床不久，不可能去王焕智的小区，也就不可能知道昨晚的事情。陈岩点点头。刚刚在杨浩家，陈岩之所以看向张朝阳，就是想知道昨天张朝阳调查杨浩行踪的时候，有没有透露王焕智遇鬼差点被吓死的事情。而张朝阳摇头，陈岩就知道这个田成有问题。调查一下这个田成昨天晚上的行踪。OK。陈岩和张朝阳没有直接而是驱车赶往了狼头山。狼头山后山坡，站在杨苗苗父母曾经跌落的崖边，陈岩朝下看去，悬崖不深，但是非常陡峭，几乎是呈垂直的状态。掏出手机，陈岩自拍了一张照片。朝阳，帮我再拍一张。好的，陈队，这地方风景确实不错，等会儿也给我拍一张。您看看行不行？接过手机，看了2眼照片的陈岩微微皱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陈队，给我也拍一张。张朝阳递过自己的手机，陈岩抬头看去，看到张朝阳的发型，陈岩表情突然一顿。侦缉2分队，此刻不光是刘青山等人，
就连1分队的李红等人也在会议室。会议室陈岩从狼头山返回后，紧急召集的。李队、刘队，那咱们就开始吧。李红和刘青山点点头，二人脸色都有些凝重。按照陈岩刚刚的通知，他发现了杨苗苗父母有可能是他杀的证据。大家看屏幕，这是刚刚我和张朝阳在狼头山上用手机拍的照片。第一张是我自拍的，可第二张照片是张朝阳用我的手机给我拍的。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同？陈队，这2张照片，一个是前置摄像头拍的，一个是后置摄像头拍的，像素不一样。这当然是一个不同点，大家看看还有没有？2张照片并排而列，坐在最前排的李红越看脸色越凝重。小陈，你想说的是发型吧？众人闻言，仔细分辨2张照片发型的不同。方向，李队，你是说发型偏分的方向不一致？李红点点头，看向陈岩。不错，李队说的对，就是发型的方向不同。大家再看，这是张朝阳刚刚在狼头山拍摄的照片。2张照片，一个是张朝阳自拍的，一个是我帮张朝阳拍摄的。因为张朝阳的发型没有偏分，左右是对称的，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张朝阳穿的衣服也是左右对称，所以这2张照片粗粗一看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放在我身上就比较明显。这一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用的是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发型是偏左的。而这一张照片是张朝阳用我的手机拍摄的，当然用的就是后置摄像头，但是我的发型就是偏右的。陈岩再次投影了一张照片，而这一张照片是杨苗苗父母死之前他们用自拍杆拍摄的照片。正常来讲，自拍杆拍摄照片肯定是用前置摄像头，这样我们才能从手机屏幕上看清楚拍摄效果。而这一张，这是杨苗苗父亲的证件照，他的发型也是偏分，这一张是偏左。众人眼光陡然变化，这说明什么？说明杨苗苗父母死前的照片不是前置摄像头拍摄的，而是用的是后置摄像头拍的。刚刚我调阅了李队他们下载的当时狼头山停车场的视频，大家看，这是杨苗苗父母刚刚下车的时候在车前拍照合影，用的就是自拍杆，手机的屏幕正对着他们，这就说明他们用的前置摄像头拍照。到了山顶，临时切换摄像头自拍照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所以在北山坡杨苗苗父母摔下去之前，是有人给他们拍了这张照片，所以我怀疑一定有第3个人在场，而且这个人和老两口还是认识的。李红的眼神飘忽，似乎想起某个人。所以那个司机，对，那个司机有很大嫌疑。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他是怎么躲开的监控，从而上山，但是从目前的分析看，送杨苗苗父母去游玩的司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1个小时后，司机已经被请到了侦缉2分队的审讯室喝茶。这位警官，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赵小虎的表情很无语。是杨姐安排我去送他父母去爬山的。到了山脚下，2位老人上山，我就一直在车上等他们。后来他们一直没回来，我才开始上山去找的他们，然后就发现他们坠崖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杨姐的父母去世有半年了。审讯室外，陈岩和李红正在看着赵小虎的反应。他的表情很自然，又带着点疑惑，不像是说谎。陈岩点点头。赵小虎的表情没什么问题，但是问一问当时他们约定的时间，还有他上山的时间，发现尸体的时间。透过耳机，陈岩给里边的张朝阳说了些提示。赵小虎，你不用紧张，我们只是单纯的核实一下情况。你们当时是几点到狼头山，约的几点下山？11点到狼头山，我们当时约好是2点下山。那你是几点发现不对劲，然后发现尸体报案的？2点半，我看他们还没下山，就上山找他们去了。中间打了电话，没人接。3点半的时候，我在北山坡发现了他们坠崖，就报警了。当时上山的还有2拨人，他们看见我上山了，还帮我一起找人来着。审讯室外，陈岩和李红眉头紧皱。李队，你怎么看？这个赵小虎对细节记得太清楚了。是啊，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赵小虎对当时几点到达的狼头山，几点拿外卖，几点上山找人，几点报警，山上有几拨人都记得这么清楚，细节上一点不差，就跟背下来了一样，这就有点太刻意了吧？李队，你先在这盯着，我去看一下当时狼头山停车场的视频。陈岩眉头深皱，这个下午，陈岩把视频看了几遍，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陈岩不准备熬夜了，案子要办，生活也要有。分队停车场，沈云逸送给陈岩的坦克500静静地停在那。这车，陈岩是真的喜欢。陈岩1.83米的身高，体重大概在75公斤，坐进车内，车身微微有小幅度的下沉。突然，陈岩一怔，原来如此，赵小虎是吧？我看你这次往哪里跑？朝阳，赵小虎就不用放了，明天一早我亲自审问。按照目前的情况看，这个赵小虎估计也不用想着出去，2条人命等待着他的威武。臭弟弟，你是不是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云云，不是饭不好吃，
主要是你看你的手做了2次饭都有些粗糙了，不舒服。沈灵毅微微一怔，顺着陈岩的目光看下去。你这个小流氓！陈岩算是暗中松了一口气，做饭这玩意儿讲究天赋，小2口浓情蜜意，生活乐无边，倒是舒服得很。补了靠在侦缉队的赵小虎，1个晚上，这家伙提心吊胆，1宿没睡。赵小虎，你眼睛怎么黑得跟熊猫似的？昨天晚上没睡好啊。这位同志，你们要问的我都说了，是不是该让我走了啊？我又不是犯人，你们把我关在这，是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赵小虎，你还想着人身自由？半年前被你杀害的杨喵喵的父母去跟谁要自由？你不要血口喷人。杨姐的父母是意外跌落悬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当时都已经定案了，什么叫我杀的？这位警官，办案要讲证据。我当时一直在车里休息，有外卖员作证，还有监控。你如果再这样说，我会告你诽谤的。陈岩靠在椅子上，好整以暇地看着赵小虎。从一开始的紧张惊慌到最后的流畅自然，这个赵小虎还真特么的是个人才。够了！啪的一声，陈岩将手中的平板电脑趴在桌子上，吓得赵小虎微微惊颤。赵小虎，你以为你故意把车子停在监控视频下，我们就发现不了证据？半年前是11月份，中式的天气已经有些寒意，另外2波野炊的人都将车停在阳光正射的对方，唯有你停在阴面，停在监控下。好，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只能说你不想晒太阳。但是你在停车的时候刚好把车尾留在监控视频外，是故意的吧？你为什么故意这么停车？因为你可以在车内通过后座打开后备箱，然后溜出去作案。你胡说，你这是污蔑！我当时就在车里睡觉，车子我就是随意停下的，根本没注意什么监控，而且怎么从后备箱溜出去？有人看见吗？有视频拍到吗？你这完全是血口喷人！来人，我要找律师，我要告你！告我？哼！赵小虎，你以为监控没有拍到你的后备箱，看不到你出去，我就没办法知道你曾经出过车厢吗？陈岩将平板电脑点开，开始播放一段视频。赵小虎，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不就是监控视频吗？能怎么样？还能怎么样？赵小虎，你仔细看看这2段视频，车子轮胎和轮眉之间的距离。11点15分，你所在的商务车出现轻微晃动，我开始还以为你在车内有什么动作，并没有在意。可是11点16分，车子轮胎和轮眉的距离在晃动后增加了2毫米。12点38分，车子再次微微晃动，车子轮胎和轮眉的距离缩短了2毫米。赵小虎，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赵小虎并不傻，陈岩刚刚说完，他就知道陈岩的意思了。这就是陈岩昨天晚上在上车后发现的细节。所有车辆都是有减震的，当车辆空载和非空载状态下，减震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赵小虎，你是司机，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凭这个视频里车辆轮眉和轮胎的间隙变化，就能判断你在11点16分到12点38分钟这个时间段并不在车内。那么你为什么撒谎？你在这时间又去了哪里？而且你竟然通过后备箱离开车辆的。赵小虎，如果你是我，你说我有没有理由怀疑你是凶手？此刻的赵小虎早就不复刚刚的平静。审讯室外，李红和刘青山也是一脸疑惑。老李，这个间隙变了吗？间隙我没看出来啊。赵小虎，你应该明白，只要我把你当时开的车辆找到，让你进去，再让你出来，对比一下车辆下沉的程度，就能证实视频中的画面是不是真的。所以你交不交代？出乎陈岩的预料，赵小虎虽然满头大汗，但是竟然什么都不说。当然，即便赵小虎什么都不说，也有办法给他定案。刘队、李队，我申请搜查赵小虎的住所。赵小虎的住所并不是陈岩想象中的出租屋，而是一个颇为高档的小区，大平层。这房子好阔气啊！这岂止是阔气，简直就是奢华。这房子的产证上写的可就是赵小虎本人，他的背景我查过，农村出来打工，家里是不可能给他买这样的房子的，靠他当司机挣下的钱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个房子。陈岩点点头，李红的话也是他所怀疑的。这栋房子大概160平米，总价差不多300万。走进房子，陈岩四周看了看，在卧室的床头柜，陈岩拿起一个相框。赵斌，查一查这房子当年是谁付款购买的。OK。朝阳，你去查一查这个女人是谁。赵小虎的资料上显示她是单身，可是卧室里竟然有女人的照片。床边还有一个梳妆台，上面都是化妆品。拿起其中的一个小瓶子，陈岩微微皱眉。中年妆，这个陈岩知道，一些化妆品中的产品是有年龄段划分的，青年妆、中年妆还有老年妆。怎么会用中年妆的化妆品？难道照片是女人年轻的时候拍的？所以这个赵小虎是被保养了。小陈，你的意思是赵小虎被一个富婆保养了？这个不一定，也许那个富婆和赵小虎分手了，赵小虎才又找的女朋友，也说不定呢。没过多久，赵斌拿着一份购房合同复印件回来。几位队长，
保养赵小虎的女人并没有和他分手，而是已经死了。陈岩一行人在调查赵小虎住所的时候，发现了惊人的线索。续接上集，当年的购房合同上边的买受人确实是赵小虎，但是当时的付款收据上边的刷卡记录显示，付款人是杨苗苗。杨苗苗，那个已经溺亡在游泳池的杨苗苗吗？李红和刘青山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保养赵小虎的人，竟然是杨苗苗。没错，当年卖房子给杨苗苗和赵小虎的销售还在小区卖楼，我已经找他核实过，这个销售对杨苗苗和赵小虎的印象很深。毕竟这种富婆买房子送给小鲜肉的事真的不多。当然，李红和刘青山惊讶的不是杨苗苗给赵小虎买房，他们震惊的是杨苗苗溺水身亡。2年前，正是杨苗苗和王焕智开始分居的时候。2年后，先是杨苗苗的父母意外死亡，接着是杨苗苗意外死亡，这是巧合吗？侦缉2分队会议室，陈队，赵小虎卧室里的女人照片查到了，这个女孩叫张素轩，是家家乐玩具厂的工作人员。家家乐玩具厂，无论是陈岩还是李红和刘青山，对这个名字太熟悉了。王焕之的那个玩具厂，对，就是王焕之的那个玩具厂。陈队，这个张素轩不仅在玩具厂工作，还有昨天我们在杨苗苗的弟弟杨浩家里听他提起过的那个狐狸精王焕之的小三。你是说这个张素轩就是杨浩口中的狐狸精王焕之的小三？对，就是这个女人，她就是王焕之的秘书，也是那个小三。陈岩有些懵逼。张素轩是家家乐玩具厂的老板王焕之的秘书，同时还是王焕之的情人。可是这个张素轩同时又是赵小虎的女朋友，床头都放着她的照片，这关系没错。而赵小虎既然是杨苗苗的司机，还是他的心头小鲜肉，这关系有点复杂呀。陈队，我回来了。打断陈岩思绪的是王刚。参加杨苗苗葬礼的人员名单我已经查完了，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晚，一共2批人见过没有化妆的杨苗苗的面孔，一个是杨苗苗的弟弟杨浩，还有田成，再有就是王焕智和他的秘书，一个叫做张素轩的女人。根据殡仪馆的人说，2帮人还发生了冲突，差点打起来了。听了王刚的调查结果，陈岩心头其实已经基本确定了恐吓王焕智的凶手，或者说范围明显的锁定到了2个人的身上，一个是杨浩的男朋友田成，一个是王焕智的秘书张素轩。田成当晚的行踪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我查了田成家的监控，那天晚上他8点从家里出门，然后8点半的时候到了喜相逢酒吧和一帮朋友喝酒。10点钟，田成接了一个电话，出了酒吧，上了一辆车。之后再出现的时候就是接杨浩的时候了。也就是说10点钟到半夜2点，田成的行踪消失了。我通过天眼系统查了接田成走的那辆车，怎么样？这辆车在接上田成后驶往宁望路方向，最终消失在宁望路和填海路的一处巷子口。宁望路和填海路的巷子口，就是王焕之家小区的那个没有监控的巷子。但是奇怪的是，车子仅仅在5分钟之后就再次出现在了宁望路的天眼监控范围内。5分钟？陈岩皱眉，这个时间太短，根本不够作案时间。是的，车子是10点28分从监控画面消失，10点33分就再次出现。从王焕之家小区的视频看，幽灵是在10点30分出现的，36分的时候才消失，所以从时间上来说，田成应该没有作案时间。陈岩点了点头，路口监控只能说明车子离开的时间，也许车子只是把田成放在巷子口就离开了，田成最终吓唬完王焕智，自行离开的也说不定。立即传唤田成。OK。审讯室内，田成坐在老板椅上，紧张的有些发抖。陈岩好整以暇的看着田成。田先生，我们又见面了，说说吧，前天晚上王焕智被鬼魂恐吓的那段时间，你在干什么？我在和朋友喝酒，没有。田成，我们既然把你请来，就是掌握了一定证据。田成脸色紧绷，头上有细密的汗珠。当天晚上10点钟，你接了一个电话，从喜相逢酒吧离开，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当听到黑色轿车的时候，田成脸色突然惨白。车子驶往宁望路和填海路交口。田成，接下来的事情还要继续说吗？王焕智被吓得心脏病发作，差点死了，你知不知道？田成，你以为这是恶作剧？错，你这种行为最低也是过失打人，要判刑的。一句判刑让田成彻底崩溃。我说，我确实去过王焕智家的小区，可是我刚到那没几分钟就跑了，真不是我在吓唬他。原来当天恐吓王焕智的还真不是田成。根据田成的交代，他当晚本来是想用弹弓打碎王焕智家，然后投狗屎进去的。会议室，陈岩正在通报刚刚审讯田成的结果，这家伙也说不上是运气太好，还是运气不好，碰到了别人恐吓王焕智。这家伙刚下车走进巷子口，就看到幽灵起飞，当时恰好有风吹过，露出了杨苗苗溺死后的面容。田成因为和杨浩看过杨苗苗尸体，所以当时就吓尿了。众人面面相觑，弹弓投狗屎，
田成这想法也确实够天才的。既然田成看见了幽灵起飞，那他看没看清楚是谁在恐吓王焕之？没有，田成当时都吓尿了，根本没注意有没有人。但是他模糊的印象是幽灵起飞后身下似乎有一个长头发的身影，所以我有些怀疑。长头发？你是说那个张素轩？没错，从王焕之小区的视频中能够清晰地判断出幽灵的样貌就是杨苗苗溺死后浮肿的脸，只不过眼睛的颜色不同。而曾经看过杨苗苗死后没有经过尸体整容的人只有4个：王焕之、张素轩、杨浩和田成，而田成确实没有作案时间。我建议立即传讯张素轩。OK。张素轩，6月17日晚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你在哪？在我男朋友家里。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赵小虎。另一间审讯室，王刚同样在审讯着赵小虎。赵小虎，6月17日晚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在哪？在家和我女朋友在一起。监控室里的陈岩忍不住笑了。完美，互为人证。理所当然，审讯没有任何结果。这两人显然已经是事先商量好了。李红和刘青山点点头，这种情况还真不好办。一直在调阅张素轩资料的陈岩，发现了2个有趣的线索。刘队、李队，你们看，这是张素轩6月3日的2条网购记录。充气娃娃、仿真鸟。李红看着那个充气娃娃，颇有些好奇。她一个女人买充气娃娃干什么？还有这个仿真鸟。有些事情，无论是对于陈岩来说，还是对于李红、刘青山来说，只要有一个调查方向，距离真相就不远了。2位领导，这里还有一条信息。陈岩再次投影一条关于张素轩的资料。3年前，张素轩的父亲跳楼自杀，而他父亲当年经营的就是一家玩具厂。最后投影到屏幕上的是一张照片，一张王焕智和张素轩在6月17日白天领取的结婚证照片。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已经顺理成章，动机、过程、结果。审讯室，张素轩依然是那副平静的样子，精致的脸上略施粉黛，模样很清秀。张素轩，陈岩将平板电脑上的3条信息一一列出，推到张素轩面前。是你自己交代，还是我来说给你听？看到平板电脑上的信息和照片，张素轩原本沉静的脸终于微微变色，但是半晌后，张素轩再度恢复平静。这位警官，我想你们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不明白你想让我交代什么？交代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竟然还认为自己能逃脱制裁？张素轩，你3年前到王焕之的玩具厂工作，而你的父亲张福军在3年前因为经营的玩具厂倒闭，欠下大笔债务而跳楼自杀。而你父亲玩具厂倒闭的原因，就是因为王焕之的玩具厂在3年前拿到了上市公司的代工合同。所以3年前，你一方面靠近王焕之，利用美色上位，同时让赵小虎接近杨淼淼。赵小虎原来就是你父亲玩具厂的一名工人。半年前，王焕之玩具厂的收购开始进入实质阶段，你就开始了你的计划。先是让赵小虎杀了杨淼淼的父母，这样在杨淼淼死后，就只有王焕之能够继承杨淼淼的资产。而杨淼淼的死，也是你让赵小虎下手，利用他们2人同居的机会，赵小虎替换了杨淼淼电子药盒中的药物。虽然杨淼淼的电子药盒，即便是杨浩这个亲弟弟都不能碰，可是赵小虎作为他的枕边人，在他熟睡的时候，用杨淼淼指纹解锁，再替换药物，还是挺轻松的，对吗？而且赵小虎只是替换了一颗药物，而杨淼淼每天都要去游泳，即便是仅仅替换一颗药，那么只要他随机吃了那颗没有预防心绞痛效果的假药，死了就谁都没办法知道是药物的问题。毕竟没有效果的药已经吃了，剩下的都是真的。张素轩，我说的对吗？此刻的张素轩眼神狰狞，再也不复刚刚的镇静。17日你和王焕之领证，晚上就假扮杨淼淼的幽灵，要吓死他。玩具厂的资产都属于王焕之和杨淼淼，而杨淼淼一死，杨淼淼的父母一死，所有的资产就都是王焕之的了。最后你和王焕之结婚，再把王焕之杀死，那么玩具厂被收购后，钱就都是你的了。张素轩，我说的对吗？张素轩此刻的表情已经形如厉鬼。我不该吗？3年前我父亲跳楼自杀，留下巨额债务，我母亲没几个月也病逝。这一切如果不是王焕之，不是杨淼淼，都不会发生。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陈岩无奈地摇了摇头。张素轩有自己的理由，父亲跳楼，母亲抑郁成疾，不久人世。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刹那间支离破碎。而当年的张素轩，不过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懵懂女孩，24岁的年纪，却因为家仇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一切事实揭幕，赵小虎也交代了所有事实。我知道杨姐是爱我的，她给我买房子，给我买车，一切都给我最好了。可是我没办法，我爱的人是素轩。知道真相的王焕智差点再次心脏病复发，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当年王焕智如果没有竞争成功，那倒闭的就是他的玩具厂。人性有善恶，打人的不一定都是坏人，被打的也不一定都是好人。车子行驶在回家的路上，陈岩的内心越发平静。今天晚上
不知道小玉姐又准备了什么节目。陈岩突然有些期待。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你敢相信吗？一场普通的直播，竟然成为了凶案现场，一家4口人惨遭灭门。刚刚上任辽省侦缉大队大队长的秦川，来到了5月28号，第一时间得到调任命令的陈岩和秦川后来到了东阳小区，现场已经被封锁。报告，秦大队长，我是鲁市侦缉队队长黄国军。秦川回礼后，眼神凝重，表情非常严肃。一上任就出现这么大的恶性案件，秦川的压力非常大。今天一早，省里的大领导就亲自打电话过问，要求7天之内必须破案。说说现场的情况。黄国军的脸色同样非常凝重。死者共有4人，凶手在9日晚间11点至10日凌晨4点，通过群组直播的方式开启作案过程。8月9日晚，未来天堂方阵玩偶交友群开启一场直播，直播博主是群内元老，昵称一辆清风。直播主题：最后的晚餐。4个大型方阵拟人玩偶在一辆清风的操作下摆出恭敬晚餐的姿势，但是由于过程过于真实，使用了玩偶过于拟真，部分群组成员怀疑一辆清风作假，认为他使用真人以假乱真，甚至有了群组成员建议报警。但是因为大家都是网络上认识的，并不清楚各自的真实情况，所以当时都不了了之了。直到10日上午8点，直播录屏视频被一名群组成员发到自己的宿舍群，才被一名从事侦缉工作的人员发现。然而现场的情况让所有的侦缉员大吃一惊，直播账号所有人昵称一辆清风，真实姓名叫做赵明伟的人就在现场。简单的案情通报后，秦川和陈岩一同走进现场。4名受害人身份目前已经查清，2男2女。年轻男性死者赵明伟25岁，正是直播账号的所有者，一辆清风。年轻女性死者丁素熙25岁，赵明伟未婚妻。年长男性死者赵德志58岁，赵明伟父亲。年长女性死者林秀英56岁，赵明伟母亲。赵明伟一家4口人全部被杀。我们初步判断，4口人直接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听了黄国军的汇报，陈岩点点头，随后开始勘察现场。此刻的现场只有陈岩、秦川和黄国军在，其他人都被要求在现场外。案发现场，4名死者的尸体被安置在餐桌上。已经看过视频的陈岩知道，这就是凶手直播的主要内容。最后的晚餐，赵明伟和赵德志父子2人被换上了西服。父子2人手抬高脚杯，正准备碰杯，杯中斟满半杯红酒，脸上的表情生动，各自嘴角含笑。这幅场景如果放在平时，就是简单的温馨的家庭聚餐，但是如果是尸体摆出的造型，那就显得尤为惊悚。再看向另外2名被害人，陈岩不自觉地脑后生风。年轻死者丁素熙身穿黑色晚礼服，修长的脖颈，精致白皙。摆在丁素熙面前的是一块牛排，而丁素熙右手持叉，左手持刀，正在优雅地切割牛排。如果不是没有呼吸，很难分辨出这是尸体，而不是真人。林秀英身上穿的是紫色连衣裙，头发高高挽起，典型的东方古典发式。林秀英虽然已经56岁，但是保养很好。林秀英身前的是一碟奶油蛋糕，除此之外还有半碟牛排。和丁素熙不同，林秀英手中拿的是竹筷。再看赵明卫和赵德志眼前的餐盘，赵德志眼前的不是西餐，而是一碗面条。赵明卫身前的则是半块牛排和一碟花生米。而为了保证尸体最终呈现稳定持续的画面效果，凶手用鱼线将尸体关节吊挂，再加上尸体本身僵硬，就形成了陈岩众人现在看到的诡异精致的杀人现场。3小时后，整个现场初步勘查完毕。卢氏侦缉队会议室，同志们，这次的案件性质非常恶劣，凶手作案手段极端残忍，通过直播手段公然行凶，竟然将人当成玩偶，肆意侮辱死者尸体。凶手主观犯罪意图极为明显，性质极端严重，影响极端恶劣，上级极端重视。我宣布成立809玩偶直播凶杀案专案组，我亲自任组长，协调案件侦办的突击工作。省侦缉大队特别顾问、中市侦缉队陈岩同志任副组长，主抓案件侦办工作。下面请陈岩副组长做工作安排。这个时候，陈岩自然不会谦让，因为在开会之前，秦川已经和陈岩碰过头，有关专案组的部署和安排，陈岩自然是知道的。第一，以卢氏侦缉队精英侦缉员为基础，成立5个工作小组。第二，按照以下分工，各个工作小组立即开展相关工作。从现场来看，凶手应该非常熟悉赵明卫一家人的生活习惯和个人习惯。灯光暗淡，已经准备好的现场照片投影到幕布上。我们看死者赵明卫和其父亲赵德志碰杯的细节，正常人一般都是右手持杯，但是赵德志却是左手持杯。大家再看赵德志身前的面条，赵德志使用的是一副竹筷，放在面条碗的左侧，这2点只有左撇子的人才会有如此习惯。
死者丁素汐资料显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且在大学期间到国外当过2年半的交换生。丁素汐是右手持叉，左手持刀，而在西餐礼仪中是左手持叉，右手持刀。丁素汐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半年，而且是居住在国外家庭的交换生，那么她不可能不知道基本的西餐就餐礼仪。但是在西方，如果是左撇子的人有这种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大家再看，这是死者丁素汐和赵德志的左手，丁素汐的左手食指这里有明显的手茧，显然是长期握笔形成的。再看赵德志的左手和右手相比，左手大拇指和食指部分有手茧，所以可以确定的是，赵德志和丁素汐都是左撇子。而凶手在玩偶布置现场完美的重现了这种微小的细节。随后陈岩便打开直播录制视频，是凶手吊挂鱼线的细节。大家看凶手吊挂鱼线的点位非常顺利，没有一丝犹豫和点位测量，这说明凶手非常了解赵明卫家的房屋结构，甚至已经做过多次的彩排，才有可能做到如此流畅。大家再看，凶手使用的鱼线是直接从客厅电视柜的抽屉中取出，使用的剪刀同样是在茶几抽屉中取出，这说明凶手一方面非常了解赵明卫家，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一组重点排查赵明卫家的亲属，尤其是赵德志的养子赵丹阳的行动。资料上显示，赵德志家中有一位养子名叫赵丹阳，目前下落不明，有重大作案嫌疑。第二组重点排查赵家厨房垃圾桶内包装袋。第三组要重点排查死者身上衣物来源，争取查到购买人和购买渠道。另外，收集32名观看直播的人员信息。第四组重点排查丁素汐手中的刀叉。丁素汐手上的刀叉不是普通的西餐刀叉，注意刀叉手柄位置印有特殊的玫瑰花花纹，一般的劣质刀叉是不会有这种清晰的印制钢纹的。玫瑰花纹要么是刀叉的品牌，要么是某个西餐厅特有的标志。我要你们在最短时间内查出这个刀叉的来源，同时关注4具尸体的验尸报告。第五组排查赵明卫家附近的所有视频，争取查出形迹可疑的人员。OK。